奶奶，我错了，您别打了。我打死你这小贱蹄子！谁给你的胆子敢偷吃油渣的？你个赔钱货！油渣也是你能吃的吗？我让你嘴馋，打死你个赔钱货！油渣可是留给我孙子吃的，你有什么资格吃？打死他！打死他！居然敢偷吃我的油渣！奶奶，打死他这个赔钱货！奶奶，我错了，我再也不偷吃了，我实在是太饿了呀。长期营养不良的胡招娣再也承受不住，彻底失去了意识，并没有因为胡招娣失去了意识而停手，还在不停地打他。贱蹄子，我让你装死，我打死你个赔钱货！家里那么多活不去干，我让你装死！在家练剑的向心瑶被惊雷劈倒，意外穿越到胡招娣身上。妈蛋的，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我向心瑶？向心瑶忍着周身的疼痛，一脚踹在老女人的肚子上，老女人一屁股摔在了地上。这一脚怎么没把老女人踹飞？向心瑶打量了一下四周，彻底惊呆了。这是什么鬼地方？难道我穿越了？还没等向心瑶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回过神来的老女人非常生气地从地上爬起来。翻了天了，你这个贱蹄子居然敢还手！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个赔钱货！小贱蹄子，你居然敢打你奶奶！你这个不孝的赔钱货！奶奶，我这一身的伤就是拜你所赐吧？怎么只许你打人，就不许我还手？来人呐，大山，救我！这小贱蹄子疯了，他要打死我！小畜生，她可是你的奶奶，你居然敢打你的奶奶！我打死你个不孝女！向心瑶拔腿就往外跑，胡大山一边追一边骂，向心瑶咬着牙拼了命地跑。我去你大爷个的，还真是穿越了，而且是穿越到历史上不存在的凌霄国。自己堂堂23世纪隐士家族古武医学世家传人，就不能让我穿越得体面点？向心瑶发现自己身上多了条项链，抬起轻轻触碰项链，眼前突然浮现出她在现代开的生活超市和私人医院，只需要意念一动，项链就会按照她的想法自动隐藏或出现。还可以这样，大宝贝啊，有了这个空间，有原主的记忆，种地还不是手到擒来？那一大片空地开发出来，能种不少水果、蔬菜和粮食，在这一世自己绝对能闯出一片新天地。这时草丛中跑出来一只野兔，向心瑶眼疾手快的马上把这兔子给捉到了。有了这只野兔，胡家人应该能消气了。招娣那小贱蹄子跑出去那么久了还没回来，不会是死外面了吧？易安，那小畜生死了更好，反正他也不是我亲生的，要不是当年和孩子他娘成亲3年都没个孩子，咱们也不会从伢子手里将他买来。现在咱们有了药祖，他留在这个家里不是浪费粮食吗？那小贱蹄子虽然不是你亲生的，可他干活是一把好手，家里的脏活累活还指着他做呢。当初将他从伢子手里买来花的那些银子，咱们不得让他拿出来呀。易安，他哪来的银子？那小贱蹄子是没银子，但李正家有啊。李正家有个儿子从小患病，就是个残废，一日3餐都需要人伺候，如今都20了还没个媳妇。李正家今儿个放话了，谁家姑娘要是愿意嫁，彩礼给30两银子呢。咱们家要是把招娣嫁过去，那咱们家不就有30两银子了？太好了，有了这30两银子，咱们家的房子也能翻新一下，耀祖还能去私塾上学了。这些话被站在门外的向心瑶都听到了。易安，那我现在就去把那小畜生给找回来。向心瑶赶紧退出小院外，假装刚拎着野兔回来。小畜生，你还知道回来？怎么没死外面？爹，女儿是去打猎了，今儿个运气好，打到一只野兔。时辰不早了，还不赶紧去煮饭喂猪？我这就去。胡招娣没有反抗，往破旧不堪的厨房走去，将米缸里还剩一些玉米面全都取出来和野菜一起煮了，煮了满满一大锅。野菜玉米面糊煮熟，他直接拎着锅就去了猪圈，然后将野菜玉米面糊全都喂了猪。那小贱蹄子到底死哪儿去了？这个时候了，饭还没做好，是想饿死我们这一家人吗？奶奶，饭我已经煮好了呀，爹得说让我煮饭喂猪，煮好的饭都被我拿去喂猪了。你说什么？你这小贱蹄子，你把煮好的饭拿去喂猪了，我们吃什么？还不快点重新去煮！奶奶，玉米面和野菜都没有了，糙米也没有，都断粮了，拿什么煮？什么断粮了？那么些玉米面全让你给造了。奶奶，那是被猪给吃了，不是让我造了，我可一口没吃呀。杨氏火冒三丈，随手抓起扫把又要抽打胡招娣。易安，别打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可是30两银子。杨氏看了胡招娣一眼，立马熄火了。胡招娣则回到原主之前住的柴房。这特喵的是人住的吗？于是胡招娣从空间里取出一张现代床。这些破烂玩意现在还不能扔，不能让胡家人怀疑。确定外面的人进不来后，
他便盘腿坐在床上开始练家传。一夜过去，胡招娣并没有练出一丝内力，但他并不气馁。上一世他都练了整整1年才练出内力。胡招娣将床收进空间，找了一把锄头，便去了山里。进入深山后，胡招娣就遇到了一头野猪。野猪的个头不是很大，看上去也就150-60斤的样子。胡招娣虽然紧张，但也没有害怕到逃跑。比力量自然比不过，但对付野猪可不是有蛮力就行的。胡招娣从空间里取出一些前世捣鼓出来的软筋散，在地上撒了撒，没一会野猪就晕倒了。胡招娣想把野猪收进空间，让野猪在空间里失血过多而死，可试了好几次，野猪并未被他收进空间。难道失灵了吗？那只好先把野猪处理一下。刚把野猪皮划开，下一秒野猪被收进了空间。原来空间里不能放活物。来到小溪边，找了一些干柴，从空间里取出那只胡大山处理好的野兔，点燃火堆，悠哉悠哉地烤着野兔。填饱肚子后，将吃剩的烤野兔收进空间。胡招娣又去挖到了2株野山参和一些常用的药材，另外打到了3只野兔、2只野鸡，还捡到了1窝野鸡蛋。所有猎物和药材都被他送进空间，就回去了。那小贱蹄子到底死哪儿去了？从早上就不见人影，饭也不回来做。这死丫头，要不是为了那30两银子的彩礼，老子非打断她的腿不可。行了，再忍忍。李正家可是说了，这1年好生养着他，等他及笄就立马送去李正家，30两银子就到手了。这1年咱们也不是不能打骂他，别打坏了就行，家里的活还指着他做呢。胡招娣刚回到小院，张氏就破口大骂：你这小贱蹄子，怎么空着手回来了？地里的活干完也不知道找点野菜，今晚吃什么？吃什么？吃屎呗！你们这一家子好手好脚的人，你们出去也不怕村里的人戳你们几两骨？胡招娣说完就走回柴房去了。回到柴房，取出床，便盘膝坐在床上练功。有了上一世练功的经验，胡招娣很快就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刚好去镇上的路上，胡招娣就碰到了同村赶着牛车要去县城的季老汉。胡家丫头，你这是要去哪儿？季大爷，我想去县城一趟。去县城还得走好一段路，你上来吧，大爷带你去。多谢季大爷。不必客气。胡家丫头，你去县城要办什么事？季大爷，你也知道，我长这么大还没出过村子，今天就想偷偷溜去县城看看。哎，造孽呀！就你爹娘那偏心偏到嘎吱窝的德行，你这丫头的日子啥时候能熬出头啊？胡招娣在胡家过的啥日子，全村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倒不是没人同情胡招娣，只是同情了也没用。胡家人根本不让任何人接近胡招娣，倒不是没人同情胡招娣，只是同情了也没用。就算偷偷塞点吃的给他，也填不饱肚子。被胡家人发现了，不但会骂给胡招娣东西的人，还会把东西抢走给巨婴胡耀祖。村子里的人都不富裕，也不可能经常接济胡招娣。季大爷很是同情胡招娣，却也帮不上什么忙。大爷别担心，我应该快熬出头了。你这丫头倒是乐观，你也不容易。我今日回去会有点晚，晚些时候你忙完了就在城门口等着我，我载你回去。多谢季大爷。租好独轮车，在一处无人的巷子，从空间里取出野猪放在车上，非常吃力地推着野猪去卖。大叔，你这儿收野猪吗？小姑娘，野猪我倒是收，只是野猪肉比较柴，价格没有家养的高，毛猪只能给你10文钱1斤，这已经是我能给的最高价格了。胡招娣也懒得再去别的地方问价格了，实在是推着费劲。10文就10文吧，大叔，你给称一下。小丫头，以后再有野猪，你只管送来，大叔绝对给你公道价。没问题，多谢大叔。小丫头，这野猪有159斤4两，大叔就算你160斤。大叔你人还怪好的嘞，以后弄到野猪，我直接送到你这儿来。卖肉大叔狠狠一怔，看着他瘦弱不堪，拿起刀割了一块肥瘦相间的肉霜好递给胡招娣。小丫头，这块肉大叔送给你，拿回去好好补补，对自己好点。不用了，多谢大叔。你就拿着吧，看你瘦的都不成样了。胡招娣也不会白白接受别人同情施舍的东西，他盯着卖肉大叔的脸看了看。大叔，你是不是肚脐周围经常疼痛？你怎么知道？我略懂医术。大叔，你这是肠胃炎，我给你写个方子，你去药铺抓些药，3碗水煎成1碗服用，1日3次，以后按时吃饭就能痊愈。小丫头，你还会医术啊，真是不错。既然还会医术，以后更要对自己好点。大叔，我知道，我一定吃好喝好，把身体养好，给你送更多的猎物来。等了好一会儿之后，季大爷才赶着牛车出现。季大爷，咱们晚点回去，
到半路上咱们找个地方把这块肉烤了，我请你吃烤肉。好，胡家丫头啊，有好东西就该在外面吃了，别拿回去给你家里那几个畜生不如的东西，拿回去指定没。大爷，我又不傻，他们不把我当人看，我凭什么把好东西留给他们？胡家丫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不是胡家亲生的，这事恐怕只有你自个儿不知道了吧？季大爷，我已经知道了，所以这2天才开始反抗他们。你知道我的身世吗？我只知道胡大山媳妇成亲3年肚子都迟迟没动静，后来有个游方道士告诉杨氏，让他收养个女娃，取名招娣，大山媳妇就能怀孕。你是胡家从伢子手里买来的，买来的时候才3岁，并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不过你被胡家人买来的时候，身上穿的虽然破旧，但衣服料子绝对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才穿得起的。胡招娣点了点头，亲生父母什么的他并不在意，只是想确定原主到底是不是胡大山夫妇的亲生女儿。如今确定了，那就要让他们为这些年苛待原主付出代价。经过一片空地，季大爷和胡招娣一起捡柴生火，然后将肉架起来烤。一炷香的时间后，烤肉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季大爷，快吃吧，吃完咱们回家。季大爷点了点头，拿起一块肉小口小口的吃了起来。大爷，你倒是快吃啊，那么多肉我也吃不完，我可不愿意带回去。小丫头，你赶快多吃点，我尝个味就够了。你那么瘦，这些年受了那么多苦，吃不完的你收起来，悄悄带回去藏起来慢慢吃，把身体养好。大爷，你就放心吃吧，我饿不着。既然胡家人不是我的亲人，我才不会惯着他们，以后我天天吃肉，胡家人只配闻屁。你早该这样了，快吃吧。到了村口，胡招娣跳下车，与季大爷挥手告别后，把剩下的烤肉收进空间，便往胡家小院走去。此时胡家一家子正满脸怒容的在小院里等着。小贱蹄子，这一天你死哪儿去了？我去哪儿关你屁事？你这小贱蹄子翅膀硬了是吧？敢这样和我说话，我打死你个小贱蹄子！老奸夫，我警告你，从今天开始，我去哪儿做什么都跟你们一家子没关系。你们要是敢多管闲事，别怪我不客气。杨氏和胡大山满脸怒容，胡大山抄起扫把，二话不说就冲胡招娣身上打去。胡招娣一根就打了回去，打吵吵声把邻居都引了过来。胡家这丫头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大了？以前不都是唯唯诺诺被这一家人欺负吗？早该反抗了。招娣这孩子从小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咱们都看在眼里。再任由胡家人欺负下去，他还能活多久？是啊，这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就算不是亲生的，也不该那样虐待不是。此时赶牛车的季大爷老两口听到风声也赶了过来，紧接着李正也来到了胡家小院。住手，快住手！一家人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非要闹得鸡飞狗跳的。我被他们虐待了这么多年，从来不把我当人看，更没当我是他们的亲人，一天都不给我吃的。李正叔，今日既然你也在，那就给我们做个见证。这些年我在胡家当牛做马，也还了他们对我小时候的养育之恩。今日起，胡家不再是我的家人，我与他们从此再无关系。小贱蹄子，你胡说八道什么？离开胡家你还能去哪儿？我们把你从伢子手里买下来，也是救了你一命，救命大恩怎么能如此轻易就还了呢？那你还想怎样？从今日起在胡家为奴为婢1年，待你及笄后乖乖嫁到李正家去，换取30两银子的彩礼，这样才算报了我们对你的救命大恩。不要脸，真特喵的不要脸！你确定要我继续留在胡家1年吗？当然，这1年你必须服从我的安排。你在想屁吃呢？招娣丫头，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你的长辈，咱也不能做太过了，会被说大不孝的。这些年都是我在养着胡家一家子，现在还想我为奴为婢伺候他们1年，还想要将我卖给你家那残废儿子换银子。李正脸色一下子就白了，残废儿子这4字从别人口中说出来，简直就是拿刀割他的心啊！你不愿意嫁就不嫁，你当我儿稀罕你呀？不稀罕就好，我还真就怕你儿子稀罕我。李正叔，既然你出面解决事情做不了公平公正，那就闭上你的嘴。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那我们家的家务事就不劳烦李正叔了。你们家务事我不管，但你要是再殴打胡家人，那就是大不孝，是要沉堂的。切！胡招娣找来一把镰刀，割下一角扔到杨氏面前。我今日就割袍断气，以后胡家不再是我的长辈，再敢对我指手画脚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放肆！你说断就能断的吗？要走可以，赔偿我们100两银子才能走。胡招娣被这不要脸的老女人整笑了。季大爷，你可知当初胡家花了多少银子把我买回来的吗？ 3两银子。3两银子把我买回来，在你们家当牛做马那么多年，
现在还想让我拿出100两银子，我奉劝你赶紧洗洗睡吧，梦里什么都有。说完，胡招娣掏出3两银子扔给杨季大爷，不知道您介不介意收留我2天，我也不在您家白吃白住，我给您银子或者请你们家人吃肉。季大爷微微一笑，想到今天还和这小丫头一起吃烤肉，那滋味简直不要太享受。他与自家老婆子对视一眼，老婆子也是个心善的，本就心疼胡招娣。招娣丫头，我们当然不介意，你来我们家，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们也不要你的银子，你能陪陪我们老两口就行。走吧，跟大娘回家。季大爷家有2个女儿3个儿子，全都已经成家，如今女儿嫁出去，1年也很少回家看看，老两口身边没个小辈陪着，总感觉缺了点什么。现在招娣要去他们家借住，他们当然求之不得。季大爷和胡招娣进山打猎回来，村民们看到季大爷牛车上的野猪，全都是一脸的羡慕。季大爷，你这是上哪儿弄到的野猪啊？这野猪可是招娣丫头进深山打来的，我一个老头子可没那本事。她一个14岁的小姑娘，怎么敢一个人进山，还一个人打了这么大一头野猪？她到底是不知道深山里有多危险啊？不对呀，招娣不是胡家的女儿吗？怎么跟季大爷在一起？胡家人知不知道呀？杨氏那泼妇可不好惹。就是这么多年，招娣在胡家当牛做马，哎，真是可怜。大家都别议论了，招娣现在借住在我家，她和胡家已经割袍断亲了，以后再也不是胡家人了。回到季家，季大娘已经做好了午饭。季家小儿子听到季大爷进了深山的事，连忙赶了过来。爹，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去山里打猎？您要是出点什么事，可如何是好？臭小子，你爹要是有打猎的本事，还不得天天吃肉？这野猪是招娣丫头打的。招娣有没有受伤？季五哥，我没受伤。没受伤就好。我爹年纪大了，你又是一个小姑娘，以后你们还是别去山里了，等地里的活忙完，我带你们去。胡招娣满脸感动，这样的关心是在胡家感受不到的。这季五哥人品还不错，可以带他一起赚点银子。季五哥，我昨天去县城，药铺掌柜教我如何使药材，要不这2天你和我一起进山，咱们挖些药材去县城卖。这2天不行，地里的活太多，等我忙个3、5天再带你进山可好？好吧，季五哥，那你下午别去地里了，帮忙把这头野猪处理一下，晚上一起吃肉。好，我去叫上我大哥和3哥一起来帮忙。下午季大爷和3个儿子在处理野猪，其他人在生火烧火。季家院子里充满了温馨。紧接着，胡招娣用现代的调料把腌制好的野猪拿来烤，随着香味也随之散发出来，诱人的烤肉香味很快就将附近的村民给吸引了过来。在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村民们的鼻子比狗还灵。杨氏一听胡招娣打了一头野猪，正和季家人一起烤肉吃，嫉妒便让他失去了理智。你说什么？那小贱蹄子打了一头野猪去季家，反了天了！胡家养了他这么多年，没想到养了这么个白眼狼，我这就去找他算账。奶奶，我要吃肉，我也要吃烤肉。好好好，耀祖要吃烤肉，奶奶这就给你去弄。杨氏气冲冲地来到季家小院，小贱蹄子，好歹我们也养了你11年，有吃的也不知道给点我们，白养你了。养我11年，这话你他娘的也敢说出口？我在你们胡家当牛做马这么多年，我砍死你那是看得起你。说完，胡招娣拎着砍刀砍向杨氏，杨氏吓得面无人色，转身就往外跑。别跑，我保证不砍死你。此时，在家等不到杨氏给他带肉的胡耀祖，独自一人来到季家小院。你来干什么？你这个赔钱货，小贱蹄子，打了野猪也不知道拿去胡家，爷娘养你有什么用？胡招娣啪的一巴掌甩在耀祖的脸上。小畜生，谁给你的胆子敢来我面前叫嚣，骂我赔钱货？你算个什么东西？真是有什么样的父母就能养出什么样的儿子，再不滚我打死你！姐姐，我再也不敢骂你了。我想吃烤肉，我给你钱，你就卖一点烤肉给我好吗？想吃烤肉就回去找你奶奶要银子，20文钱一串，少1文都不卖给你。记住了，想多吃点就多要点银子，我的烤肉可是很好吃的。好，我现在就回去要银子。姐姐，你给我多留点，我要吃很多。去吧，快去吧。胡耀祖速度很快，没多大一会儿就拿着一些铜钱回到季家院子。这一晚，胡耀祖吃了5串烤肉，胡招娣收了他100文钱。杨氏被胡耀祖要走了100文钱去吃烤肉，肉疼的一晚上都睡。第2天一早，胡招娣在院子里拿了一把砍刀就前往深山走去。胡招娣一边走一边采药材，偶尔还遇到几朵无毒的蘑菇。今日运气不错，2只野鸡，还捡了1窝野鸡蛋。突然，他眼尖地发现一株年份约500年左右的赤灵芝。哇塞，发财了！有了这株赤灵芝，想在大湾村买地盖房都不是问题。突然，
胡招娣感觉危险的气息瞬间席卷而来，扭头往后看了一眼，喵了个咪的，居然遇到一只成年老虎，要命啊！胡招娣从空间超市里取出一块猪肉，果不其然，老虎被那块猪肉吸引了。胡招娣瞅准时机，飞速地爬到树上。完了，刚活过来2-3天就要命丧虎口了。就在老虎胡招娣时，咻的一声，嗷的一声惨叫，老虎轰然倒地。喵了个咪的，吓死老娘了！哪位英雄出手相救，还请现身一见。姑娘，我在这儿。胡招娣瞳孔一缩，赶紧跑过去扶着男人。刚才是你救了我，你怎么受伤了？这里除了我还有第2个人吗？这男人虽然长得好看，但脾气是真差。这家伙绝对是大户人家的公子，怎么会来这鸟不拉屎的穷山村？先找个地方躺下，我看看你的伤。姑娘，这附近有没有山洞？你先把我送去山洞，再帮我找个大夫过来，就当还了我救你的恩。这附近有没有山洞我不知道，但扶着你的这位就是大夫。这张脸难道是他？我很漂亮吗？这就把你迷住了。你是大夫？不像吗？说真的，一点也不像。就算你说出来，我也有点不可思议。爱信不信，反正我能救你的命。那就麻烦姑娘出手，就在下一命。胡招娣扶着男人找了个地方坐下，开始给男人检查伤势。男人的腹部中了一箭，虽然未伤及内脏，但凶险的是伤他的武器涂了毒。要不是男人内力深厚，用内力控制了毒素蔓延，恐怕此时男人早已命丧黄泉。喵了个咪的，要不要这么凑巧？这男人刚刚救了我一命，我也不至于问他要银子吧？可是那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赤灵芝啊，还指望着把赤灵芝卖了换银子盖大房子呢，这下算是白忙活了。看在他长得英俊，长在自己的审美点上，还是算了。公子，你这伤口倒是未伤及要害，但所中之毒有些麻烦，需要半月才能彻底清除。你能解此毒？当然，只是我是个孤儿，无依无靠，现在也只是借住在村里的好心人家，没办法给你提供住处。往这边走，山坳中有一处山洞，我可以到那个山洞中养伤。哈，你带路，我送你过去。胡招娣把男人送到山洞后，你在这等我，我回去拿点东西过来。莫景南。什么鬼？我的名字，我叫莫景南。胡招娣点了点头。我叫胡招娣，你好好休息，我尽快回来。胡招娣回季家路上，把那只老虎收进了空间。回到季家后，胡招娣找了个药罐和一口被烧得乌漆嘛黑的锅，便又往山里赶去。进山后，胡招娣提前从空间里取出野兔和野鸡，还有一些药材，往山洞走去。见到野兔和野鸡，莫锦南微微挑眉说：“你会处理吗？”瞧不起谁呢？我要是说我不会处理，是不是你就去处理了？还是我去处理吧。行了，好好养你的伤，伤好了就赶紧离开，咱们也算是扯平了。胡招娣拎着野兔和野鸡来到小溪边，快速将野兔、野鸡处理干净，然后从空间里取出调料腌制，将野味腌好。胡招娣才将野味带回山洞，开始烤肉。随着腌制的调料香味慢慢的散发出来。姑娘，你腌制野兔用的是何调料？这是我的独家秘方，不外传。哇，这味道比盐里御厨做的还好吃。胡招娣又给莫锦南找了些干柴，才告辞回了季家。出了山，他从空间里取出早上打的野鸡、野兔和那些野鸡蛋，拎着猎物回到季家，便赶着牛车往县城赶去。来到县城后，招娣丫头，你要办什么事就先去办，我这边也有点事情要办，等会儿在城门口会。好的，大爷，您快去忙吧，我得去药材铺一趟。对了，牛车留给我用一下可以吗？当然可以，我还想着牛车放什么地方合适呢，你要用最好不过。大爷，那您去忙吧，忙完了还是老规矩，在城门口汇合。行，你也快去忙，记得给自己扯点布料做2身换洗衣服。胡招娣笑着点了点头，驾着牛车就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从空间里将那些野猪和老虎的尸体全都放在了牛车上，又从空间里取出一块布，将野猪和老虎的尸体盖起来，才赶着牛车赶往卖肉的摊位。上次买了野猪的大叔一见到胡招娣，立马热情的招呼：“小姑娘，又打到野猪了吗？”“是的，大叔，这次运气好，弄到了好几头，你看看你要多少？”大叔掀开布一看，惊得瞪大双眼：“这么多，大叔一个人可吃不下啊！”“大叔，你要多少拿多少，剩下的我再想想办法。”大叔挑了一头最肥最大的野猪，称了一下有304斤。胡招娣收了大叔3两银子，还给他介绍了其他摊贩。在卖肉大叔的帮助下，胡招娣很快便将野猪全都卖了，只剩下老虎静静地躺在牛车上。“姑娘，你去咱们县城最大的饭馆福满楼问问，说不定这老虎能卖出去。”“多谢大叔，我这就去福满楼问问。”来到福满楼门口，店小二见胡招娣一身破烂，皱着眉头驱赶：“快走快走，别挡着我们做生意，这地方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的。”看了店小二一眼，胡招娣将牛车上盖着的布掀开一个角，露出一些老虎的皮毛，随手又将布盖上。既然这地方我不能来，
那我可就走了。店小二眨了眨睛的瞪如铜铃的双眼。等等，你别走，我去请我家掌柜的。掌柜的，有人来卖猎物了，是东家要的猎物。掌柜一惊，什么？你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走，出去瞧瞧。掌柜一路小跑来到胡招娣的牛车旁。姑娘，能否瞄一眼？若是我们东家想要的东西，价格好商量。胡招娣点了点头，掀开布的一角，老虎的皮毛露了出来。掌柜眼睛瞬间瞪大。姑娘，去后院详谈。胡招娣笑着点了点头，赶着牛车跟着店小二往后院走去。东家也走了过来。当福满楼东家看到完整的老虎尸体时，眼睛都亮了。小姑娘，你从哪儿弄来的？山里打来的，家里有个武功高强的哥哥，但他不愿意抛头露面，只能我带来处理了。老板，你看看这大家伙，皮毛都未曾伤到分，你给估估价。东家仔仔细细的看了一下，果然未伤及皮毛。姑娘，我给你300两银子，你看如何？老板，但这身皮都值不少银子，何况虎骨还能入药，珍贵无比。300两我还不如拿回去自己留着呢。这小丫头看着不大，确实不好忽悠啊。那你开个价，只要不是太离谱，这大家伙我要了。老板大气，一看就是能发大财的人，一口价500两。东家有点肉疼，这么大的老虎，而且皮毛完整，的确值这个价。但看着对方不过是个10岁出头的小姑娘，有点不想给那么多而已。小姑娘，500两太多了，380两如何？500两不能少，这大家伙我们可是拼了命才弄来的，你不要我找别人。400两不能再多了。物有所值嘛，老板你也别肉疼了，一回生二回熟嘛，只要价格公道，以后我和我哥要是弄到好东西，还往你这儿送，保证新鲜怎样？嘿，没想到你这小姑娘还挺会来事，就冲你这句话，金鱼这500两给的不亏。你放心，以后有好东西尽管送来，我保证给你最公道的价格。以后咱们就是长期合作的关系了。既然老板这么大气，我下次来也送你个惊喜。什么惊喜？胡招娣让掌柜去厨房打2碗汤过来。等掌柜将汤端来，胡招娣假装从口袋里掏了掏，然后将鸡精放进其中1碗汤里。老板，尝尝看。东家狐疑的尝了一口，瞬间被汤的鲜味鲜得眯起了眼睛。自家饭馆熬出来的汤是什么味道，他自然十分清楚。这样的鲜味，饭馆绝对熬不出来。小姑娘，你在汤里加了什么？只是一点提鲜的调味料，你若喜欢，下次来的时候我给你带点。喜欢？这么好的东西怎能不喜欢？小姑娘，你下次来多带点，我出银子买。没问题，下次来我给你多带些。有了这提鲜的调味料，以后饭馆的生意绝对会能赚得盆满钵满。离开的胡招娣去了一家裁缝铺，买了一些布料，还有一些大米，一切准备就绪，就去城门口和季大爷会合。见胡招娣赶着牛车过来时，看到牛车上大包小包。丫头，你怎么买了那么多东西？大爷，我自己买了3套衣服，这布料是给你和大娘买的。丫头，我和你大娘有衣服穿，你不用给我们买，买你自己的就行。要不是您和大娘收留我，我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呢。你看看，你还买了那么多粮食，你今日卖药材的银子都花光了吧？大爷，钱赚来就是用来花的，花完了再赚就行。咱们要赚钱，是不是得先把肚子填饱？是，你说的对，这么孝顺的孩子胡家不要，我季家可稀罕着呢。走，咱们回家烧红烧肉吃。回到村子，季大爷就高调地炫耀起胡招娣买的米布料和猪肉，消息很快传到胡家，胡家人坐不住了。那小贱蹄子还真是不折不扣的赔钱货，咱们家养了他那么多年，什么都没给我们买过，这才去了季家几天，居然给季家买了那么多东西，真是个白眼狼。听到胡招娣买了肉的胡耀祖走到杨氏面前，奶奶，给我银子，我要去找姐姐买烤肉。胡大山却黑了脸，谁是你的姐姐？就胡招娣那小贱蹄子，她配做你的姐姐吗？以后不许叫她姐姐，更不许找她买烤肉。不，我就要吃烤肉，姐姐做的烤肉最好吃，我就要吃。住口！你给我住口！她不是你姐姐。胡耀祖扭头，泪眼婆娑地看向最疼爱他的杨氏。奶奶，我就要吃烤肉。行了，别哭了，我们好歹养了那白眼狼11年，我去季家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买了那么多东西。咱们现在连一点粮食都没有了，他要是真买了，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他买的东西全都拿回来给耀祖吃。杨氏说完，怒气冲冲的就往季家走去。季家老两口和胡招娣正在一起搬东西。胡招娣，你个白眼狼，我胡家养了你11年，你买了东西都不知道送到胡家去吗？你谁呀？我买的东西凭什么送你家去？小白眼狼，我可是你奶奶。我说杨婆子，你哪来的脸说你是招娣丫头的奶奶？你们可是在全村人合理正的见证下断亲了？怎么见丫头赚了银子买了东西，她又是你孙女了？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什么断亲？我什么时候同意断亲了？哟，不承认了，杨婆子，要不要我把全村人都叫来？他们可都是当时你们断亲的见证人呢。就算断亲了又如何？我们胡家养了他11年，不能白养吧？他买的东西必须送到胡家去，还我们胡家的养育之恩。我还真是开了眼了，当初招娣可是还了你家3两银子，这几年也是招娣丫头干活养着你们一家，你哪来的脸说什么养育之恩？哼，3两银子够养他11年吗？何况那3两银子都被他拿回去了，我可没拿过他的什么银子。胡招娣怒了，随手抓起门边放着的砍柴刀。老太婆，要什么东西你自个儿来拿，我今日买的东西只要你能拿走，你全都拿走。这可是你说的，只要我能拿走，就都是我的。我说的，你来拿，来，现在就来拿。杨氏不敢上前，转身离开。过了好一会，杨氏带着胡大山、张氏和胡耀祖重新出现在季家小院外。大山，那死丫头可是说了，她买来的东西，只要咱们能拿走，就都是咱们的。我看到她买了3袋粮食，还有不少布料和肉呢。速度还挺快的嘛，这么快就来拿东西了。来，我说话算数，只要你们有本事从季家把东西搬出去，我今日买的东西全都给你们。胡招娣昨夜已经感觉到了内力，今日正好手痒，就想再替原主讨点利息，拿着根子就往他们3人打去。只有胡耀祖离得远远的，一脸惊恐地看着大发神威的胡招娣。以前这个姐姐在他面前都是唯唯诺诺的，现在这样真的好威风，他心里怕怕。而胡招娣下手一下比一下重，胡大山3人被抽得不停地跳脚，身上的痕迹估计比拇指还粗。渐进不去季家，身上被打过的地方实在疼得受不了。胡大山3人只得后退，胡招娣也不追着他们打，只是站在小院门口，一脸疑地看着他们。你们给我听好了，我和你们胡家已经在全村人的见证下已经断亲，以后若是还敢到季家撒泼，别怪我对你儿子胡祖下手。胡家人一听胡招娣要对胡耀祖下手，吓得全都挡在了胡耀祖身前。小贱蹄子，你赚的银子都应该是我的，你买的粮食和肉也应该是我的，你敢对我下手，我就让奶奶打死你。下一秒，胡招娣就拿着根子打到了胡耀祖身上，胡家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好你个白眼狼，你居然敢伤我的孙子，我跟你拼了！胡招娣一脚就踢杨氏肚子去，杨氏直接就滚了2圈，捂着肚子爬不起来。胡大山抓起木棍，怒火冲天地冲向胡招娣，招娣直接上去又给了一脚，胡大山又连翻3圈后，直接躺地上起不来。我最后警告你们一次，别再去招惹季家，否则等着给胡耀祖收尸吧。我知道了，以后我再也不去招惹季家了，路过季家我都绕道走，求你放过耀祖，他才8岁。你知道他才8岁，就好好教教他如何做人，再让我听到一次他骂我，我就拔了他的舌头。胡耀祖一听，吓得往张氏的后面缩去。胡招娣走到杨氏面前，老钱婆，被人打的滋味好受吗？我被你们胡家人打了11年，你知道我是如何熬过来的吗？你想怎样？我要让你们胡家人生不如死。你别用你的脏手指着我。胡招娣，胡家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就算如今断了亲，你不愿意叫他一声奶奶，他也是上了年纪的长辈，你这么对他，就不怕天打雷劈吗？天打雷劈？说真的，我还真不怕。招娣，我求求你，你饶了他吧，我们以后再也不去招惹你和季家了，再也不去了。胡张氏，11年的虐待可不是你妈挨1-2顿打就能翻篇的，记住，以后不是你们去招惹我和季家，而是我要找你们算。招娣丫头，你今日还要进山吗？大娘，我还得进山一趟，晚饭就不在家里吃了。行，需要什么你自己拿，早去早回。胡招娣点了点头，拿了点粮油蔬菜和一些锅碗瓢盆，便急匆匆地往山里赶去。半路上，趁着没人，他又从空间里取出一些调料和一些肉，紧赶慢赶来到山洞。只见一个年轻的黑衣人正抱着一捆柴往山洞方向疾步走来。胡招娣眉头微皱，与此同时，年轻男人也看到了胡招娣，他立马满脸警惕。你是何人？你是谁？这时，山洞中传来莫锦南的声音：如风，不得无礼。是，主子。胡姑娘，她是我的属下，冒犯之处，还请姑娘见谅。没事，既然已经有人照顾你了，那我就不打扰了。我给你带了锅，还有粮油蔬菜和调料，应该够你们吃2天了。2天后我再给你送药过来。姑娘，我们不会做饭，你能不能帮帮我们？这位公子，我很忙的，我还得赚钱盖房子呢。莫锦南从怀里掏出2张100两的银票递给胡招娣，这是200两的银票，我养伤的这段时间，雇你给我们做饭可行？可行，太可行了，我这就去给你们做饭。嘿嘿，有银子，啥事都好说。主子啊，
属下啥时候不会做饭了？拿200两银子给属下，属下伺候您不行吗？您什么时候这么相信一个陌生人了？其实莫锦南馋胡招娣的厨艺只是其一，他更好奇的是胡招娣的身世。他和汴京的向太傅长得有7分相似，眼睛和鼻子和太傅夫人的如出一辙。他第一眼看到胡招娣就直接怀疑她是向太傅的女儿，他得调查清楚才能下定论，不能闹乌龙。若她真是向家的女儿，那向家现在的女儿是哪来的？那个和我定下娃娃亲的女孩到底是眼前这个胡招娣，还是向家女儿向心雨？莫锦南心里暗下决定，一定要将此事查清楚。很快，诱人的红烧肉香味从锅里散发出来。把这丫头留下来做饭还真是明智的选择。要是继续吃如风做的饭，估计等回汴京都没人能认出她了。很快一顿饭就吃完了，胡招娣毫不客气地使唤如风收拾碗筷，他则给莫锦南伤口换药。没想到这家伙身材还不赖，长得帅，身材还好。天色已经不早了，我得回去了。你自己注意伤口，不要沾水，等会儿再喝一次药。明日早点来，别忘了你可是收了我200两的银票为我做饭的。放心，忘不了，我可是有职业道德的人。职业道德是个新词啊，我只听说过官德、医德、师德，还是第一次听到职业道德。还有明日记得给我带一床被褥。没有被褥，让你手下去弄点干草。你看看我身上穿的，我家像是有得起被褥的人家吗？我不是给了你200两银子了吗？你就不能去买一床？大哥，拿200两是我做饭的工钱，被褥钱你可没给我。还是算了，你回去吧。回到村口，天已经黑了，季大爷老两口一脸担忧地等着胡招娣。大爷大娘，你们怎么出来了？都这么晚了，我们也是担心你啊，大晚上还在外面的多危险。胡招娣眼眶瞬间湿润，季家老两口是真的让他感动无比，没有血缘，但有亲情。孩子，这次你买了那么多粮食布匹，下次可不能这样买了，你得多存点银子，为你将来做打算。大娘，您就放心吧，我还有银子。走吧，咱们回家。第二天来到山洞，胡招娣给莫锦南做了早餐后，随便吃了点便进山逛了起来。如风，属下在。你暗中跟着胡姑娘，保护她的安全。主子，属下得留下来照顾您。您身上还有伤呢？少废话，我只是受了点伤，又没残。你赶快去暗中保护她，她不会武功。是。胡招娣走了没多大一会儿，就发现了身后有人跟踪。不过看着野生香菇那么多，又不能送进空间，他一个人可带不回去。如风，是你跟着我吗？出来吧，这里有好东西，我一个人带不回去。还真是你啊！胡姑娘，你是如何发现我的？闻出来的，你身上一身的烟火味，没味道呀。你闻不到不代表我闻不到。行了，快帮忙一起把这一片香菇采了带回去。等会儿你去打一只野鸡，给你家主子炖个汤。一炷香的时间，两个人很快把东西都收拾好了。莫公子，明日我要进城一趟，再买点粮油回来。早上和中午你们就吃烤野兔，野兔我已经给你们腌制好了，直接烤就行。行，你顺便帮我买2床被褥回。拿银子啊，买东西不要银子啊。不是给了你200两的银票了吗？大哥，那200两可是我给你做饭的工钱，昨天可没说这200两包括给你买东西啊。姑娘，那可是200两，不是2两。饭馆的大厨一个月也才有2-3两的工钱，买2床被褥又花不了多少。那又如何？给200两让我给你做饭，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我又没逼你。再说了，我来这里给你做饭可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那饭馆的大厨有冒险吗？我的命可是很值钱的，要不是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200两我才不给你做饭呢。胡姑娘，给我家主子做饭怎么就冒生命危险了？这里可是深山，我每天早来晚回，万一遇到毒蛇猛兽，那不是有生命危险吗？若是回去晚了，看不清路，一个不小心摔了，或者遇到恶劣天气，不也是有生命危险吗？你有本事自然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有道理，以后我让如风早上去接你，晚上送你出山。大可不必，反正你想买东西必须自个儿掏银子，我很穷的，好不容易挣点工钱，可不能给你买任何东西。莫锦南无奈，只能又掏出一张100两的银票递给胡招娣。胡招娣一双眼睛瞬间亮了，这姓胡的不但是个铁公鸡，还是个贪财鬼，守财奴，掉钱眼里了。见胡招娣那一脸的财迷样，莫锦南忍不住想逗逗他。买被褥剩下的银子记得还给我。果然，一听这话，胡招娣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还什么还？你家主仆俩吃的不要钱啊？难不成你一个有钱的公子哥，还要我一个穷的连饭都吃不起的孤女倒贴钱养着你们？那200两不就包含食材了吗？谁告诉你包含食材了？我可没说包含食材。行，不还就不还，这次去多买点食材，免得3天2头的往县城跑。哇哦，又进账100两，等那家伙伤好后，可以买的盖房子了。行了，那我就先回去了，你记得按时服药，明日下午我再来。你个赔钱货，
贱骨头，竟然敢偷吃，看我不打死你！一个妇人手里拿着一根手臂粗的棍子，对着爬在村头梨花树上一小团人影凶狠叫骂。那团人影怯怯地探出小小的脑袋，手里紧紧地握着一个窝窝头，脏兮兮的小脸上看到那妇人满脸的狰狞，更加的不安和恐惧。奶奶，月儿不吃，弟弟饿，给弟弟吃。看到动静围过来的村民也有好心的，开口在一边帮着道：沈王氏只是个窝窝头，又不是什么金贵的吃食，算了。是呀，老三一家已经够可怜的了，要不是杨儿热狠了，月儿当姐姐的也不会这样。听到旁边的妇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沈王氏三角眼一瞪，咋的？又不是偷你们家的，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怎么不把贱丫头领到你们家去吃你们的？两个妇人对看了一眼，脸上顿时难看了起来，也就心想帮沈月说几句，却惹来一身腥，只能悻悻地闭上嘴巴。下来，赶紧把窝窝头交出来，大一顿饿个3天，不然就把你卖给人牙子，一辈子为奴为婢。沈月听到沈王氏要把她发卖掉，心里更加的恐慌，一个不留神，整个人直直的从树上跌了下来，一直被沈月紧紧捏着的窝窝头从手心滚落了出来。沈王氏猛地上前，拿起沾满灰尘的窝窝头揣进怀里，随后满脸凶狠地对着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沈月就是拳打脚踢。好你个赔钱货，扫把星，竟然敢偷家里的东西，看我不打死你！沈王氏，你就别再打了，月儿从树上摔下来没有一点动静，肯定是摔伤了。摔死最好，又少吃家里的粮食，没用的扫把星，贱骨头！沈王氏一边骂着，一边还不解恨地用脚踢着。都知道沈王是混不吝的，偏心都偏到胳肢窝里了，哪有做奶奶的对已经不省人事的孙女下这样狠手的？真的这么狠心，不把3房的人命看在眼里？突然一个小小的身影整个人扑在了沈月身上。别踢我姐，奶奶，求求你别踢我姐！沈王氏更加气愤了，想也不想的抬起脚，用力的往小女孩身上踢去。小女孩紧紧的咬着唇，死命的扑在沈月身上，大滴大滴的泪水颗颗往下掉落，正好滴落在沈月那张惨败没有一丝血色的小脸上。好痛！她吃力的睁开双眼，在看到一个面相凶狠的妇人正发狠地踢打着扑在自己身上的小女孩后，双眼顿时金光一闪，用尽全力一把抱起女孩往一边走去。沈王氏顿时怒气冲天，捡起丢在一边的棍子。好你个赔钱货，竟然敢还手，没死还躺在地上装死，看我不打死你！沈月眼里闪过一抹凶光，快如闪电地抓住棍子了。而沈王氏因为用力过度，整个人踉跄地往地上趴去，来了个狗吃屎！好你个黑了心的贱丫头，老了还要受你这赔钱货的打，你这是要了我老婆子的命啊！沈王氏干脆坐在地上，双手用力地拍着自己的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嚎叫着。吴家婆子一贯跟沈王氏走得近的，不由得拉下脸不悦地对着沈月呵斥道：长辈教训晚辈，晚辈只有听着的份。沈月儿，你娘跟人跑了，难道你爹没有教你怎么孝顺长辈的吗？赶紧把你奶扶起来，再赔个不是。沈月盯着吴家婆子非常生气，手里拿着棍子就往吴家婆子走去。你干什么？你别过来啊！吴家婆子吓得嘴唇发抖，赶紧就往自家屋里走去。沈家丫头是不是撞邪了？刚刚那会她看着我的眼光凶狠的，就好像会吃了我一样。坐在地上的沈王氏停止了哭泣，看到沈月脸色惨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顿时吓得惨叫了起来。鬼呀！一下子就跑得不见踪影了。围观的人看到沈王氏都跑了，纷纷摇头转身回自己的家去。姐，你没事吧？沈月看了沈星儿一眼，在心里叹了口气。我本是21世纪的顶级特工，擅长医毒，酷爱美食，活得逍遥自在，却遭人妒忌，死在了自己队友的手里，阴差阳错穿越到了一个只有12岁同名同姓的农家女身上。父亲沈老三半年前从悬崖上摔下来，半死不活，最后却成为了生活不能自理的瘫痪残疾人，而母亲却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失踪了。村里很多人都在谣言沈老三残废了，所以母亲才跟了别的男人跑了。可不管外面怎么谣传，沈老三和3姐弟都不相信。回到家里，就看见父亲匍匐在地上，满脸的泪痕。月儿，过来让爹看看。星儿，您姐额头上全都是血，你打盆水来给你姐擦擦。沈星儿点了点头，一溜烟的往外面跑去。随后沈月走过去，就抱起沈老三放到炕上，刚刚转身想要出去，就看到沈星儿满脸吃惊不已的看着自己。沈老三也是满脸惊讶的看着沈月，这丫头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力气了？爹太瘦了。沈月不想解释太多，想到躺在另外一间屋子里饿昏过去的沈阳，沈月叹了口气，拿起挂在一把生锈的柴刀，就要往外面走去。姐，你去哪？阿姐，你去哪？我去找点吃的，你在家里照顾爹和阳儿。沈月说完，
就大步的往后山上走去。沈月儿没走几步就开始气喘吁吁，该死的，这具身体弱爆了。就这样走走歇歇，大半个时辰之后，来到看不到尽头的大黑山。因为里面时不时传来让人瘆得慌的野兽嚎叫，也因为以前村里有大胆的猎户进山后再也没有出来过，所以百家村没有一个人敢再进。沈月儿喘了口气，现在身体太虚弱，即使有再好的身手也施展不开来。就在沈月儿继续前往时，好几个少女陆陆续续的从沈月儿这边走来，身后的背篓里装满了新挖的野菜。怎么没有把这个小偷打死？竟然连自己家里的东西都要偷，带坏了沈家的名声不说，还死皮赖脸的活着。看到这副求酸的样子，倒了8辈子的血没？沈月儿神色顿时一凛，双眼犀利的往少女脸上看去。沈小梅，有本事你再说一遍。这个沈小梅是二伯的女儿，也是原主的堂姐，小小年纪满嘴的恶毒。我就爱说怎么了？奶奶说的，三叔一家都是扫帚星，都是烂了心肝的，忘恩负义不得好死。沈月儿还没等她把话说完，就走过去抬起手往沈小梅的脸上用力的打了一巴掌。你敢打我？沈小梅没有想到一贯胆小怕事沈月儿竟然敢打她，捂着火辣辣疼的脸大哭道：沈月儿，你等着，我回去跟奶奶说，看奶奶不打死你。沈小梅说完，一边哭泣着一边就往山下跑去。其他的少女看到沈小梅走了，更不敢多留，也往山下跑去，只留下了一个少女。你打了沈小梅，就不怕回去挨打吗？这个女孩叫周荷花，她的娘是个寡妇，也是村里最贫穷的贫困户之一。记忆中，原主和周荷花并没有什么交集。有什么好怕的？说完，不再理周荷花，继续往山顶走去。可黑山外围，她找了大半圈，连根野菜都没有找到，更不用说其他的了。沈月儿只能抬步往内围走去，在不远处却听到了翅膀扑扇着的细微声响，一只全身鲜艳羽毛的野山鸡。沈月儿双眼顿时亮了，没有任何的犹豫，沈月儿快速地扔出了手中的柴刀。由于用力过度，野山鸡的头直接被砍下来，扑腾了几下就死得透透的。把野山鸡放进背篓，这只野山鸡肥美，足足有3斤左右。继续往前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没多大一会，又捉到了几只野兔，然后快速的往山下走去。远远的就看到院子里挤满了人，还听见了沈星的哭声。身边围观的人多，却没有一个上去阻拦的。屋子里也传来沈老三嘶哑求饶的哭泣声。放过心儿，求求你们放过心儿吧！沈月顿时红了眼，一个旋风腿踢在了沈小梅的身上，随后举起手中的柴刀就要往沈王氏身上砍去。沈星儿看到沈月的举动，赶紧拉扯着沈月的脚。不要，姐！沈王氏看到沈月刚才的举动，心里害怕的直打哆嗦。看到沈星儿恳求的双眼，有些懊恼的放下了手中的柴刀。我不能因为我的举动而连累到别人。要嘎人了，烂了肝肺的贱丫头要嘎人了！闭嘴！再吵我就割了你的嘴！沈王氏停顿了几秒钟，又开始咒骂：好你个赔钱货，扫把星，竟然敢威胁我这个老太婆！我怎么这么命苦啊？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老三长大，老了还得不到好，还要被他养的赔钱货给嘎了。沈王氏骂到最后，已经是直指沈老三，说他不孝了。现在在沈月身上讨不到好，自然就把目标转移到不能动弹本分的沈老三身上了。这时，有一个男子走了过来：娘，怎么回事？是谁欺负了你？看到眼前的这个男人，沈月眼角不由得抽了抽。是他，沈大江。这个沈大江是原主的二伯，别看他外表看起来很老实，可如果仔细看，就会看到他有双不安分会算计的双眼，一直盯着沈月身后的背篓。虽然背篓上面铺了青草，这个沈大江肯定闻到了血腥味，知道背篓里有好东西。沈王氏看到有人来给他撑腰了，胆子顿时大了起来，双手就往沈月的脸上挠去。老二，就是这个赔钱货欺负你老娘我，今日给我打死他！对，今日沈月儿打了我一巴掌，我现在脸还疼着，肯定破相了。爹，你帮我好好教训这个野丫头。面对沈王氏挠来的双手，沈月冷笑一声，用了几分力气，一把抓着了沈王氏的手。你个疯丫头，快放了我，痛死我了！老二，你是个死的，还不动手，把这个赔钱货给我弄死！疯丫头，赶紧放了你奶，哪有晚辈对长辈对手的？老三，你就是这样教你闺女的吗？他有做长辈的样子吗？月儿，二伯知道，从你爹衰了后，你们姐妹几个吃了不少的苦，但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你爷奶已经尽力的照顾你们了。你口中的照顾，是叫我们每天像牛一样不停的干活，还要随时遭到你们的毒打吗？这沈家也太狠了，说的好听是照顾姐弟几个，却是把人当牲口，又要干活又吃不饱。听说杨儿今天饿昏过去了，月儿才会在老宅厨房拿了个窝窝头，却被沈王氏追着打，最后从树上摔下来昏过去，脑袋现在还流着血呢。沈大江看到大家的反应，双眼咕噜噜的转动了一圈。月儿，再怎么样，我们都是一家人，你打你堂姐在先，后对你奶没有礼貌，
这些看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份上就算了，你赶紧松开你奶，你奶一大把年纪了，经不起你的折腾。对呀，做孙女的哪有这样对长辈的？这么不孝，也不怕嫁不出去。沈月盯了吴家婆子一眼，最后只能松开双手。好了，这样才像是一家人。你堂姐说你今日上山了，来给二伯看看有啥好东西的。沈月总算明白，一贯阴险狡诈的沈大江，今日怎么就变了？原来一直盯着背篓里的好东西。你别口口声声说什么一家人，我记得很清楚，10年前我们家就跟你们断绝关系了。身为长姐，自然有义务照顾好家里，所以往后别想着欺负我们一家弱小，找各种理由来打秋风。我招呼已经打了，如果你们不听，到时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沈月说完，不再理会众人一眼，扶起沈星儿往厨房那边走。沈月来到沈阳旁边，把一些野果塞给了沈阳。大姐，吃吧。沈阳乖巧的拿起，开始狼吞虎咽了起来。慢点，没人跟你抢，乖，吃完了来院子里走走，大姐给你弄好吃的。来到厨房，沈月把鸡切成了2段，就丢进锅里，最后放了一大锅的水开始炖。家里有盐吗？没。沈月皱眉，野山鸡炖汤是很美味，但如果没有一点盐巴的话，再美味也糟蹋了。星儿，我记得你不是跟雨禾很要好的吗？你能去他家借点盐吗？就跟周婶子说，我们家明天就还。好，我马上去跟周婶子借点。本来他打算再杀一只兔的，但想到一大家子大半年都没有沾到荤腥了，吃太多反而不好，家里什么都没有，只是喝鸡汤，不管饱的。正在沈月儿为难之际，沈星儿回来了。姐，周婶子知道你抓了野鸡，还给了我3个土豆，1把糙米。星儿，把这几个土豆削皮洗好，我们做土豆炖鸡吃。糙米我们留着明早喝粥。大半个时辰之后，野山鸡已经煮得熟烂了。小心烫，慢点吃，锅里还有，我端1碗去给阿爹。爹，吃吧。爹不饿。沈老三习惯的想要把吃的都留给儿女。爹，大家管饱，野鸡很肥美，加上周婶子给星儿3个大土豆，整整1大锅，够我们今晚吃的了。沈老三听到沈月这样说，这才安心的端起碗。都是爹没用，爹不能帮你做什么，还连累了你。都是一家人，爹不应该说这样见外的话，我们要强起来。回到厨房，看见他们2个都不吃。你们怎么不吃？不好吃吗？没有，我们在等大姐一起吃。沈阳儿看到碗里的鸡腿，吞咽了下口水。大姐要干活，我要把鸡腿留给大姐。一贯泪点不低的沈月不知道为什么，此刻竟然有热泪盈眶的感觉。以后有大姐在，不会再让他们欺负你们了。吃饱饭，回到房间，沈阳儿扁着嘴，眼眶红彤彤的。大姐，我好想娘，他们都说娘跟人跑了，不会回来了。沈星儿低垂着脑袋，也是满脸的难过。娘会回来的，我们要在家里等着娘。天还没亮，沈月就背起背篓往小镇赶去。沈月背着2大2小的兔子，在辰时赶到了镇上。沈月在路上早已想好，先去镇西的集市，趁着早市人多拿去散卖，实在卖不掉再拿去酒楼碰碰运气。总之，不管用什么办法，今日他一定要把野兔卖掉，换点米面。沈月找了个角落的空位，把4只绑着脚的野兔摆放在了背篓前面。卖野兔喽，肥美的大野兔，不管是红烧还是清炖，保管你吃的是满嘴留香，吃了还想吃。听到沈月清脆的叫喊，走在前面的行人顿时往他这边看来，看到地上的野兔，有几个走了过来。小姑娘，这野兔怎么卖？沈月之前一路走来，特意问过价格。猪肉分2种，五花肉贵点，是12文钱1斤；瘦肉便宜一点，是10文钱1斤。野味可不是天天都能吃到的。15文钱1斤，太贵了，猪肉才12文钱1斤，野兔烧不好还不如猪肉呢。旁边的一个老太太听到要15文钱1斤，顿时撇了撇嘴走掉了。另外2个人也打算离开。猪肉怎么能比得了野味？再说了，几位看起来就是富贵的主，天天吃猪肉也吃腻了，今日买了野兔正好换个口味。还有这身皮子也值10文钱吧，今日只要买野兔就送野姜，保管野兔更加美味。沈月从背篓了拿出在路上摘到的野姜，放在了一边。2个中年人听到还有野姜送，白胖的中年人手快地挑选了最肥的一只野兔。其他家的野兔都要16文钱1斤，15文在整个集市算是便宜的了，还有野姜送，更划得来了。大叔，总共是4斤2两，就算您4斤，总共是60文。白胖中年人给完钱就走了。大叔，你慢走，下次有野味再来光顾啊。小姑娘，剩最后1只野兔了，便宜一点的。大叔，我这个价在整个集市里算是最便宜的了，野兔也是最肥美的，还有野姜送，很划得来的。可你这只明显比那只小，身上的肉也没有那只多。大叔，你是识货的，应该看得出，
刚刚被那位大叔买走的是雄兔，我这只是雌兔。雌兔的肉质鲜嫩，可比雄兔的肉好吃多了。而且你再看这兔毛，油光发亮的，不管是做围脖还是小夹子，肯定比那只好看。小姑娘，你这么会忽悠啊？是谁教你的？大叔，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你这只雌兔刚刚生了一窝小兔，虽然养了些肉，但皮毛怎么也不能跟那只相比。这样吧，你把这2只小兔送给我，我就买了。这个人不会是来捣乱的吧？买1只野兔还想送2只小兔子，这个算盘也打得太响了吧？大叔，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小姑娘，这买卖很合算了，买1送2了，还说合算。沈月儿对这个人简直无语了，脸色也难看了起来。我不要了，看你还能不能卖出去。说完就抬脚离开。看起来不像个缺钱的主，却还想捞便宜，这样的人真无语了。这是一个妇人手里牵着4岁小女孩的站在摊位前。小姑娘，这小兔子好可爱，是卖的吗？对，10文钱1只，买回去了可以当宠物，只要喂喂青草菜叶，很好养的。娘，我想要。如果妇人诚心想要，2只给15文，小兔子也好有个伴。原本只想买1只的妇人听到2只只有15文，那我就要了这2只吧。2只小兔子卖掉了，只剩下1只大兔子。过了好一会，另外一个兔子也被卖走了。怀揣着这129文，沈月儿满脸的激动，已经开始想要怎么花了。之前天天还要被打被骂，离开他们现在顿顿吃肉。次日一大早，胡招娣找了几个土罐子，将空间里的鸡精拿出来，将鸡精全都倒进土罐子里，几个土罐子抱到牛车上，又将昨日打到的猎物装进一个背篓里。招娣丫头，这是何物？大爷，这是我这几日弄出来的调味料，今日送去县城看看能不能卖点银子补贴家用。咱们出发吧。胡招娣跳上牛车，和季大爷赶着牛车便往县城赶去。大爷，你就在此等着我，不出意外的话，等会儿就会有人来请您，您跟着来请您的人到福满楼，我在福满楼等你。好，大爷就在此等着。胡招娣背着背篓，抱着土罐子来到福满楼。哟，姑娘来了，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我不是答应你不出3天就来吗？这才隔了1天呢。那么也盼呐，就盼着你能早点来。姑娘，调料带来了吗？胡招娣点了点头，眼睛看向怀里抱着的土罐子，东家眼睛瞬间发亮，迫不及待地接过土罐子，打开封口，深深地闻了闻。这味道，闻着都诱人，做出菜来绝对受欢迎。姑娘，你就只带了这一罐吗？自然不是，只是我没带在身上。老板，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要是整个县城的饭馆都用，你说我这1天得赚多少银子？福满楼东家脸色变了又变。这玩意要是全城的饭馆都用，那不是做不出独特口味的饭菜吸引顾客了吗？姑娘，你这应该是一大早就来了，这会儿应该也饿了。走，咱们去雅间里谈，顺便尝尝我们福满楼的招牌菜，给点建议如何？还是不了，老板，我是真的很忙，今日还得去另外几家饭馆谈谈生意呢。姑娘，别着急啊，整个县城就我的福满楼最大，谈生意嘛，自然是我们福满楼先和你谈了。还有你背篓里的这头鹿，我绝对给你个满意的价格，如何？哦，那你说说这头鹿你能给我多少银子？50两，姑娘，这绝对是整个县城给出的最高价格。老板，既然你如此有诚意，那咱们就去雅间谈谈。请，楼上请。我时间紧迫，我家长辈还在城门口等着接我回家呢。不着急，难得咱们投缘，我这就派人去把你家长辈请来，咱们呀边吃边谈。你家长辈长什么样，在哪个位置，我好派人去请。胡招娣将季大爷的穿着和长相特征描述了一遍，一脸难以置信的季大爷来到了雅间。大爷，来这边坐，咱们今日吃完饭再回去。这么一大桌子美味佳肴，得要多少银子啊？招娣丫头有那么多银子付账吗？大爷，你只管放开了吃，别紧张，有我在。季大爷微微点头。姑娘，我还不知道你贵姓，该如何称呼？免贵姓胡，你叫我招娣即可。鄙人姓韩名东升，你若不介意我托大就唤我一声韩大哥，以后我这福满楼就是你的第2个家，随时欢迎你来。你快尝尝我们店的招牌菜味道如何？当然不介意，韩大哥，以后还得要你多照拂1、2。都是自家人了，说这话就见外了。说句心里话，我这个大哥还得要你多多照拂呢。先吃菜，尝尝味道如何？味道还行，就是差点鲜味。以后有了我的调味料，你这菜的味道还能上1层楼。招娣妹妹，那咱们就来谈谈你这调味料的生意。你看这调味料能不能只给大哥一家饭馆供应？这样，只要你答应以后你的调味料只供应福满楼，以后你打到猎物我全都以最高价收购。每次你来我都给你免费提供一餐，调味料价格你开，你看如何？既然我都开口叫你一声韩大哥了，这生意我当然要优先考虑给你。不过我这调味料制作不易，用料也相当讲究，一罐调味料你得给我2两银子，不然我就血亏了。没问题，以后你就是我韩东升的亲妹子，在福林县若是遇到难事，
你只管来找我，只要我能帮你摆平的事，我这个大哥绝不推辞。季大爷，你若不嫌弃，这些菜我都给你打包装起来，你带回去分给家里人吃。季大爷一怔，不知道该答应还是拒绝。季大爷是个明白人，招娣丫头带他出来谈事，他不能让丫头丢脸。不等季大爷开口，胡招娣就回应了：韩大哥，那真是太感谢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我们是从大湾村来的，平时在村子里啥好吃的都吃不到，今天这一顿可是我这辈子吃的最丰盛的一顿了，比过年吃的都不知道好了多少倍呢。店小二将饭菜打包好，全都放到牛车上，韩东升才掏出60两银子的银票递给胡招娣：招娣妹子，你可得常来啊。胡招娣接过银票，跳上牛车。韩大哥放心，我不会让你的饭馆断了调味料的。出了福满楼后，还去买了一些被褥，季大爷都还没能回过神来。自从踏入福满楼，他都感觉一切都像是做梦一般不真实。他看向胡招娣，又看了看牛车上打包的那些饭菜。招娣丫头，我是不是在做梦？当然不是做梦了，你没感觉到肚子饱饱的吗？感觉有点撑，却又那么不真实，这辈子都没吃那么饱过。大爷，爷和大娘把我当家人，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家人，我一定会带着你们过上好日子的，相信我。我当然相信你了，我这是捡到宝了。胡家虐待你，那是他们一家子都瞎。对了，招娣丫头，你买这被褥干什么？是救我的那位公子需要，我给他买的。招娣丫头，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我和你大娘帮不上你什么忙，你可得多加小心啊。大爷您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回到大湾村已是申时，胡招娣将2床被褥放在背篓里，又给莫锦南配了2副药，才加快脚步往山里走去。即将进入深山时，胡招娣见到了如风。你不在山洞照顾你家主子，出来干什么？昨晚你没听到我家主子吩咐，以后都要接送你进出山吗？听到了，我不是拒绝了吗？你单方面拒绝没用，得我家主子答应才行。我家主子也是担心你遇险，他是担心我挂了没人给他做饭，没人能解他身上的毒吧？我很好奇，你应该从小在村子里长大，谁教你的医术？好奇害死猫，你还是别好奇了，免得惹祸上身。我就不相信你不好奇我家主子的身份。有什么可好奇的？我还年轻，可不想不明不白丢了性命。我不想知道你们的身份，你们也别告诉我。等你家主子的伤好了，就麻溜的离开，别给我惹麻烦。来到山洞，胡招娣也不废话，抓紧时间做饭，将配好的药交给莫锦南，便告辞离开。之后的10来天，胡招娣早上带着季家3子进山，无论是药材还是猎物，见到什么弄什么。如今季家院子里都晒满了各种各样的药材，而猎物则趁新鲜，由季大爷送到县城的福满楼。中午，胡招娣来到山洞。莫公子，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我给你做一次针灸排毒，你体内的毒素就能彻底清除了。多谢胡姑娘。胡姑娘，你想换个地方生活吗？若你愿意，我可以带你一起去汴京。不想，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已经习惯了。去汴京人生地不熟的，又没个熟人，而且我也不愿意去过那种伺候人、看人脸色的生活。胡姑娘，我就是你的熟人啊！你要是去汴京，我定会尽我所能的帮你。还是算了吧，我喜欢山里自由自在的生活，哪儿也不想去。莫锦南掏出随身携带的玉佩递给胡招娣。胡姑娘，大恩不言谢，这块玉佩你收下。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胡招娣嘴上说着不能要，心里却乐开了花，恨不得直接上手抢过来。看这块玉佩的成色，应该值不少银子，够自己在大湾村买一大块的盖大房子的了。这玉佩是挺贵重的，你收好了，若以后还能见面，你可凭这块玉佩向我提3个条件。不过这3个条件不能有违侠义之道，且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啊，不能卖了换银子。看他的穿着和气质，这家伙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公子。谢了，莫大公子，我定会好好保存的。随后，胡招娣给莫锦南针灸排毒，一炷香的时间过后，他累得满头是汗，莫锦南体内的毒也被他彻底解了。莫公子，你体内的毒已经完全解了，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家了。胡姑娘，我送你。不用了，你刚排完毒，得好好休息一下。回到季家，季大爷老2口和他们的3个儿子都在等他。你们怎么还不回去休息？都等着你呢。今日我爹把猎物全都送去了福满楼，换了不少银子，就等着你回来分了。招娣接过季大爷递过来的银子，然后再递给季大爷1两银子。大爷，这是给您的辛苦费，您收好。丫头，你自己留着，每次分银子你都要给我，我啥忙都帮不上，就赶着马车送猎物，这银子我拿着都不安心。大爷，话可不能这么说，有付出就必然有回报，马拉车也需要吃点好的草料不是？您就快收下吧，这是您应得的。那好吧，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分好银子，胡招娣又从自己的那1份中取出1两银子递给季大爷。大爷，这是我孝敬您和大娘的，你以后带着大娘一起进城，想要什么就自己买点，别亏待了自己。季大娘眼眶都有些湿润了。丫头，你给我们的已经够多了，自从你来了我们季家，
我和你大爷可算是享福了，天天都有大米饭和肉吃，以前可是想都不敢想啊！你快收起来吧，你还小，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大娘，我年轻就是我的资本，以后还能赚更多的银子。我这晚辈孝敬你们不是天经地义吗？快收起来！这真不合适啊！没什么不合适的，收下，不然我就不住你们家了，出去住山洞。好，我收下。招娣，药材也攒了不少了，你看咱们什么时候把药材拿去卖了？季大哥，药材不着急，再等2天，我抽时间去处理。第二天一大早，胡招娣拿了点蔬菜，便往山里赶去。这10来天，如风都来深山外围接他，可今日他都进入深山的小路了，也没见到如风。赶到山洞时，山洞里已经人去洞空，只在莫锦南之前睡觉的地方留下了2床被褥。看着空荡荡的山洞，卧槽，还真是忘恩负义啊，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哼，走了更好，免得老娘每天天不亮就得来给你们做饭，为了那点银子，我容易吗？招娣看见墙上写着有要事离开，后会有期。切，走了才好，影响我赚钱盖大房子，后会无期才好。胡招娣转身离开山洞，往与季家3兄弟约好的地方赶去。与季家3兄弟会合后，4人便直接进入深山。进山约莫1炷香的时间，胡招娣就打到了一只野猪，还挖到一株百年人参。那2个家伙走了，连运气都好了起来。与此同时，季家老大和老3个打到一只野兔，药材也挖了不少。季家老5运气稍差一点，背篓里除了药材就只有几朵野生蘑菇。临近中午，4人都满载而归。回到季家，季大娘已经做好了午饭。大爷，这段时间我攒了点银子，我想买块地建房子。这么快就能买地建房子了？丫头，银子够不够？大爷，够了，要是不够就先买地，一步步来。也行，你看上哪块地了？跟大爷说说，大爷去找李正交涉。大爷，房子我不想建在村子里，我看上的是小松林旁边的那一大片空地。那么大一片空地可不便宜啊！招娣丫头，那一大片你都要吗？都一样，我想建成4合院，再建2个猪舍和鸡舍，可以自己养家畜，周围可以开发出来做菜园子和果园。招娣呀，女孩子将来都是要嫁出去的，你建那么大的房子，将来嫁人的房子怎么办？谁说女孩子就非得要嫁人？找个上门女婿不行吗？再说了，我还小，谈婚论嫁还为时过早。不小了，等你明年及笄就会有人上门说亲。要是真遇上不错的小伙，可不能错过。就是等你多拖几年，好小伙都被人抢去了，到时候看你咋办。那我就赖你们一辈子。傻孩子，说什么傻话呢？我们倒是希望你一辈子都留着我们身边，可你这么能干，怎么可能一辈子留在我们身边？说不定以后你都看不上我们这穷山沟了。大娘，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这地方可一点都不穷，山里的宝藏多着呢，而且我就愿意住在远离热闹喧嚣的山村，那才叫享受生活。那好，吃完饭我就去找李正，问问要多少银子能买下那块地。那就辛苦大爷帮我去问一下，我就不出面了，免得那李正看我不顺眼。行，这事你不用出面，这点面子李正还是要给我的，还得是我大爷靠谱。吃完饭后，胡招娣就去整理药材了。过了好一会，季大爷从李正家回来了。丫头，你看上的那块地我去找李正谈了，他说最少也要120两银子。胡招娣点了点头，120两就120两，那么大一块地，我觉得值。丫头，你不再考虑，买地就要120两，房子建起来都不知道要花多少银子呢。不考虑了，就买那块地。大爷，趁着天还没黑，要不咱们现在就去一趟李正家，把这事敲定下来。行，只要你考虑好了，咱们现在就去。走吧。胡招娣和季大爷2人来到李正家。哈叔，我带招娣丫头来把之前说的那块地定下来。季老哥，你这话是何意？你的意思是招娣要买小松林旁的那块地？就是招娣要买。你以为是我要买呀？我哪有那么多银子？招娣不是和胡家断亲才半个多月吗？她哪儿来那么多银子？这丫头厉害着呢，这段时间她天天进山打猎挖药材，她的银子都是卖猎物和药材换来的。李正一听，差点惊掉下巴，没想到这丫头如此厉害。若她真成为自己的儿媳妇，那她赚的银子都是自己家的，以后自己天天吃肉喝酒，还愁没有好日子过吗？我一定要让她成为我儿媳妇，心甘情愿的为这个家付出。哈叔，你看这是今天能定下来不？能定，当然能定。胡招娣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这李正今日怕是喝假酒了。哈叔，招娣这丫头刚和胡家断亲半月，她也不容易，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怪可怜的。你看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确实不容易，招娣啊，之前是我这个当长辈的糊涂，你别和叔计较。小松林那块地既然是你要，叔给你优惠20两，你给100两就行。那块地100两已经是最低的价格了。多谢李正叔，我这人忘性大，你不提我都忘了。你也是从小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长大的，之前在胡家受了那么多苦，我这个当叔的又不能过多干涉胡家的家务事。你现在已经和胡家断亲了，以后有啥事尽管来找叔，只要叔能做到的，一定尽全力帮你。
好，多谢李正叔。胡招娣掏出一张100两的银票递给李正，李正看着那100两的银票愣了愣神。这丫头还真能掏出银票来。招娣，银票不着急给我，毕竟这土地买卖还得有理有据呢，咱们得立个字据。这样，等我把字据准备好，你再带着银票来，咱们立了字据再付银票。你放心，那块地书绝对留给你。那行吧，要不你明日把字据准备好，我下午来付银子。好，我明日一定准备妥当。对了，李正叔，我还有一事要麻烦你。何事？你尽管说。就是我和胡家断亲这事，我希望官府能给我出个断亲为书，免得胡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我麻烦。胡家是有些胡搅蛮缠，确实该有个断亲文书。既然招娣都开口了，那我明日一早就去县衙处理此事。那正好，明日一早我和招娣丫头要进城一趟，咱们可以一起去。好，那明天早上我在路口等你们。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早些休息。胡招娣和季大爷离开李正家，出了院子。招娣越想越不对劲，又重新回到李正家门口。此时屋里传来李正妻子的声音：那块地120两银子，咱们还能留下20两，你怎么就答应100两给那丫头了？你一个女人家懂什么？我那么做还不是为了咱儿子？你少拿儿子当借口，我看你是被那小狐妹子迷了眼吧？别以为我没看见，你今晚那眼神可一刻都没离开那狐妹子。你小点声，我看他那还不是给咱儿子看未来媳妇？那死丫头才和胡家断亲半月，居然能拿出100两银子。她要是成了咱们的儿媳妇，咱们家以后还愁没有好日子过吗？可咱儿子那个样子，那死丫头能心甘情愿的进咱们家门吗？你个老娘们一天就知道东家长西家短，不会动动脑子。那死丫头不愿意，咱们就不能想办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咱们要是上门说亲，那死丫头绝对不愿意嫁他。明日不是要送银子过来立字据吗？明日我去城里弄点药，等他来了你就给他倒杯水，把药下水里，只要让那死丫头和咱儿子生米煮成熟饭，还怕他不愿意嫁？那死丫头可是有100两银子，他买那块地以后都是咱们家的。还有，他那么能赚银子，以后咱们一家人就让他一个人同候。死老头子，还是你想的周到。那死丫头在胡家被搓磨了那么多年，干活绝对是一把好手。以后她进了咱们这个门，咱们呀就能好好享福了。窗外的胡招娣咬紧后槽牙，满腔的怒火硬生生被他憋了回去。好啊，好得很，敢算计我！大湾村的李正该换人了。第二天，胡招娣和季大爷赶着牛车就出发。村口，李正已经翘首以盼。他若不是心心念念要去弄药，可不会那么早就等在村口。李正上了牛车，一双眼睛就有意无意地往胡招娣身上瞟。来到县城，李正便与季大爷和胡招娣分开。他答应了胡招娣要去县衙给他弄断亲文书，就一定要去。他也不想胡招娣嫁到他家后，胡家又上门纠缠。胡招娣和季大爷便去了药铺，将所有药材卖出去，总共得了230两银子。出了药铺，两人就来到了福满楼。一见到胡招娣，韩东升就兴奋地迎了上去。我说妹子，你可算是来了，我这天天盼的我头发都要白了。韩大哥，有这么夸张吗？调料快用完了吧，我又给你送了几罐。哎呦，你这送的可太及时了，你今日若是不送来，明日就没得用了。咱们店上新了菜品，我去叫厨房给你准备点饭菜。韩大哥，饭菜就不用准备了，不过我今日来还真有件事想找你帮忙。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忙，一定全力以赴。韩大哥，你认识县太爷吗？县太爷是我的小姑父。妹子，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你跟大哥说说，说不定大哥真能帮你摆平。还真是遇到事了，韩大哥，我们村的李正要害我。什么？一个小的李正居然敢害你？妹子，你跟大哥说说，那李正想如何害你？招娣跟韩大哥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他娘的狗东西，一个小的李正，连我韩东升的妹子他都敢算计，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妹子，你别怕，大哥帮你弄死他。别，韩大哥，既然县太爷是你的小姑父，你能不能帮我把那李正给撸了？剩下的报复我自己来就行。这点小事自然没问题。妹子，你住哪个村来着？大湾村。那你觉得大湾村的村民谁更适合当李正？我那大爷就合适呀，他为人敦厚老实，心地善良。他若成了李正，定能带着大湾村的村民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大爷全名叫什么？季开阳。行，你是我的妹子，好不容易向我开一次口，这是我管了。回到村口，李正下了牛车，将断亲文书交给胡招娣后，一脸兴奋地回家去了。次日一大早，突然不远处传来嘈杂的喧闹声，原来是县太爷来了。大人，季开阳家就在这里呢。县太爷点了点头。胡招娣带着季家人出了院子，跪下迎接。草民恭迎县令大人。都起来吧。谢大人。你就是季开阳吧？草民正是季开阳，不知大人亲自前来，所谓何事？本官今日前来是为罢免大湾村的李正之职，顺便重新选一名李正上任。季大爷一听傻眼了，他不可思议地看向胡招娣。胡招娣一脸淡笑，冲着他微微点头。昨晚他还说要让我当李正，结果今日县太爷就亲自上门了，这丫头神了呀！大人一路赶来辛苦了，请移步到屋里稍作歇息。
这姑娘应该就是侄子赞不绝口的胡姑娘，果然是个特别的姑娘。大人，明宇想要买块的建房，既然今日您来了，那这事就有劳您给明宇处理。没问题，你带本官去看看你看上的那块地，然后丈量一下，再算算要多少银两。多谢大人。走吧，找根绳子，咱们现在就去。季大爷找来绳子，由他和胡招娣陪着县太爷和他的随从一起去丈量土地。签了字据后，胡招娣付了100两的银票，小松林那块地的使用权彻底属于胡招娣了。将县太爷送上马车，看着马车渐行渐远后，胡招娣和纪大爷才转身准备返回村里。没走多远，两人就看到杨大虎和他的妻子正和一些村民造谣招娣绯闻。哟，真没看出来呀，胡妹子就是胡妹子，连县太爷都被迷得亮头转向，怪不得天天往县城跑，原来是去陪老男人去了。啧，这样的胡妹子在咱们村还真是头一个，都还没及笄吧，都不知道陪多少男人睡过了。才和胡家断亲几天，不陪男人睡哪儿来那么多银子？原来在胡家，难怪天天被打，八成是勾引胡大山被张氏和杨婆子发现了。嘿，真不要脸！就是，这才断亲几天，哎，躺着赚钱就是容易啊，双腿往外一分开就来银子，长得一脸狐媚相，真是好处多哟。你们是不知道，那胡妹子左儿个还来勾引我家当家的，还答应嫁给我儿子呢，就是为了让我家当家的答应帮他去县衙弄到什么断亲文书。我家当家的看她一个小姑娘可怜，今日一早就去县衙给她弄断亲文书。没想到啊，人家手段实在是高明，竟然偷偷爬上县太爷的床，对着县太爷吹枕边风。这不，李正一直就换成别人了。胡招娣一脸平静，心里却压抑着滔天怒火。纪大爷脸色都气成了猪肝色，忍无可忍就要冲上去撕烂这几个长舌妇。胡招娣眼疾手快地拉住了他。大爷，别冲动，狗咬咱一口，咱不能也咬狗一口不是？可是他们……嘘，看我的！胡招娣和纪大爷经过几人跟前时，一把药粉不客气地撒向几人，几人猝不及防的全都吸入不少药粉，呛得剧烈咳嗽起来。我怎么不知道我做过那么多不要脸的事情？还是说你们做了却诬陷到我的头上？我有没有勾引男人？有没有爬哪个男人的床？我能自证清白。你们说的这些都有证据吗？还是说我勾引男人的时候你们都在场，我爬男人床的时候你们也在场？那几个人除了咳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们几个既然那么喜欢造谣，那就好好尝尝永远也开不了口说话是什么滋味。而且从现在起，你们每时每刻都要承受嗓子如同吞刀片一样的痛苦。你们几个想清楚了，什么时候知道错了，真心悔改的话，就到纪家院子外面跪着。我什么时候心情好了，说不定能赏你们一颗解药。就在第二天，招娣从山上回来，就看见昨天造谣的几个人跪在纪家院外。几人一见到胡招娣，立马跪着挪到胡招娣的面前，泪眼汪汪地看着胡招娣，手指不停地指他们的嘴巴。怎么知道错了，这就来跪着求饶了？你们都回去吧，都没真正的悔过，跪在这里也没用，我不会给你们解毒。其实他们都没有真正悔过，是因为嗓子越来越疼，咽唾沫都跟吞刀片似的，疼得他们冷汗直冒。几人才相约一起来纪家院子外跪着，他们是想着等毒解了，再报复这胡招娣呢，谁知被看穿了。杨大虎，你们夫妻坏事做尽，还想给我下药，让我和你们的残废儿子生米煮成熟饭，以后好让我同候你们一家老小是吧？还想吞占我买的地，让我继续为你们家当牛做马赚银子，你们一家子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啊。杨大虎夫妻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胡招娣，似乎在问他怎么会知道。想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那点心思只差写在脸上了，你们真当所有人都是傻子，看不出来你们那些肮脏的心思。还有你们几个，你们跟杨大虎两口子关系到底是好到了何种程度，竟然甘愿让这两口子当枪使？是杨大虎和你们有一腿呢，还是杨大虎的妻子和你们的男人有一腿？他们夫妻俩把你们当枪使，到底给了你们多少好处？为了这丧心病狂的两口子，你们有可能一辈子变成哑巴，嗓子一辈子疼痛不堪，值得吗？几个长舌妇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再蠢的人听到胡招娣的话也都能反应过来，他们是被杨大虎两口子利用了，直接把他们打了一顿，两口子被打跑了。那几个人又重新规规矩矩的跪在胡招娣面前，这一次他们的眼里满是歉意和后悔。都知道错了吗？记住，以后别蠢的被人当枪使，捞不到好处反倒毁了自己。你们可有想过你们的所作所为对别人造成多大的伤害？三个长舌妇愧疚地低下了头。胡招娣将手伸进口袋中，意念一动，几颗黑不溜秋的药丸出现在手心里，三人赶紧就把药丸吃了。记住，我要是再听到你们无中生有的造谣，我会让你们一辈子都变成哑巴。一会儿之后，三人都能发出声音了，嗓子也没那么疼了。招娣说的没错，杨大虎两口子利用我们啥好处都没捞到，受了那么些罪，咱们可不能白受。走，找他们算账去。我们确实不应该睁着眼睛说瞎话，什么都没看到就瞎说。我真是愚蠢，差点害得自己变成哑巴。不过杨大虎两口子那么恶毒，还想给招娣下药，咱们确实不能放过他们。走，咱们去村里把杨大虎两口子的恶毒心思传出去，让大伙都知道那家人不是啥好东西。
随后胡招娣因为一些事情来到了村西头的老秀才家门口，老秀才也姓纪，但和纪开阳并非本家。纪爷爷，我能进来吗？是胡丫头啊，你来老朽这破院子有何事？是有事还是大事？纪爷爷，我能进来和您详谈吗？进来吧。老秀才虽然态度不是很好，但也不算太冷漠。纪爷爷，您是咱们村唯一个读书最多、见识最广的人，也是我最崇拜的人。小丫头，有何事就直说吧。那我就直说了，我想办个私塾，请您老人家去当私塾先生，给咱们村的孩子授课。老朽不去，你另请高明。我请不到啊，您也知道我从小没出过村子，和胡家断亲后才去了几趟县城，也不认识什么文人雅士，就只认识你一个才高八斗的爷爷。不请您请谁？你说那么些好话也没用，我不去。丫头，回去吧。纪爷爷，您也是大湾村土生土长的人，咱们大湾村有多穷你也清楚。不说别的，您老也是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知识改变命运。纪爷爷，我不相信您不想改变现状，我也是这么过来的，还请您看在全村孩子渴望学习的份上答应了吧。老秀才10年寒窗苦读，原本家境还算不错的家庭，硬生生为了供他读书而逐渐衰败，掏空了家底，变卖了家产，到最后他却因官场的黑暗腐败，连个举人都没中过。纪爷爷，您考科举的时候，或许是遇到了官府的黑暗腐败，导致你满腔抱负无处施展，但不是每一个官场中人都是黑暗腐败的。若能多识的几个字，就算走出山村去外面闯荡，不也能多一条出路吗？纪爷爷，您就答应了吧。行了，不用再说了，老朽答应便是。走去纪大爷家吃饭，我请您老吃肉，咱们边吃边聊。进入纪家，纪大爷陪着老秀才聊天，胡招娣则钻进厨房去帮忙。炷香的时间过后，大碗黄焖免肉，1碗凉拌烧茄子，1碗韭菜炒野鸡蛋，加上1碗蔬菜汤上桌。纪爷爷，今天有些匆忙，就做了这么几个菜，您别嫌弃，将就着吃点。待热我再做点好吃的，请您过来一起吃。这事我倒是举双手赞成，只是办私塾也需要房子，私塾要办在什么地方？大爷，你再给我花快点，我出银子建房以后，私塾的收益归我。可你还有银子吗？你才买了小松林那块地，还要建房子。大爷，您就放宽心吧，尽管给我划地，我心里有数。好吧，建私塾的话就建在东村口那块地，邻村的孩子来上私塾也方便些。招娣，明日你和我一起去一趟县衙，跟县太爷禀报一下此事。胡招娣微笑点头，他也是这么想的。胡招娣跟纪大爷来到福满楼，韩东升一见到胡招娣，便一脸激动。妹子怎么样？有没有报仇？有韩大哥帮忙，报仇还不是手到擒来。那就好，我还担心你吃亏呢。那亏不了。对了，韩大哥，我今日要去找县太爷一趟，当面感谢他，还有一件要事想与县太爷商谈。第一次去县衙有些紧张，你能带我们走一趟吗？没问题。胡招娣和纪大爷跟着韩东升往县衙走去。胡招娣和韩东升边走边聊。韩大哥，我想再买一辆马车，这样从大湾村来县城就能再快一些。等会儿你能带我去买吗？当然没问题。买马车和马匹的话，我还有叔说不定能给你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那真是太好了，有了哥哥还真是幸福啊。进入县衙后院。丫头，你大老远来找本官，所为何事？大人真是慧眼如炬，民女此次前来还真是有事相求。何事？你尽管说。大人，民女想在大湾村花块地建个私塾，附近村子的孩子都能上学。您也知道，我们村和附近村子都没有私塾，想要上学就只能来县城，路途遥远不说，路上也会存在未知的危险。县太爷点了点头，看胡招娣的眼神多了一丝赞赏和钦佩。你考虑的的确是周到，可你也只是个尚未及笄的孩子，建私塾需要花费不少银两。你之前才买了一块地，这会儿又要划地建私塾，银钱可还宽裕？大人尽管放心，银子民女会想办法。整个村子认识字的人都没几个，日子过得苦啊。若是能多识的几个字，将来也能多几条出路，不是？是这个理，私塾先生才是关键。丫头，你可有合适的人选？有，我们村有个老秀才，已经和他谈妥了。那就好，孩子，办私塾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既然你找到了本官，那本官也不能让你失望。你看上了哪块地，尽管去建，那块地不收你银子。若日后私塾换地方或者不开了，那块地官府就得收回。你可有意见？当然没意见，民女多谢大人。办理完一切手续后，韩东升便带着胡招和纪大爷去买马匹和马车。出售马匹和马车的人姓吴，名英海，和韩东升有着过命的交情。吴大哥，这姑娘叫胡招娣，是老弟的姨妹，我带她来你这儿挑一匹马和一辆马车。招娣，这是我的至交好友吴英海，你叫他吴大哥即可。吴大哥，叨扰了。韩老弟的姨妹呢，就是我的姨妹。妹子看上哪匹马，尽管去挑。初次见面，我给你个最优惠的价格，马匹和马车给你打个对折。胡招娣不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更不喜欢因为占便宜而欠别人人情。他盯着吴英海打量了一下。吴大哥是否喜欢饮酒？你怎么知道？观你面相，你的肝脏对应的反射区有些暗淡，猜测你平时应该是喜欢饮酒。妹子，你还懂医术，
略懂一二。以吴大哥面部的肝脏反射区来看，他的肝脏现在可能已经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吴大哥，你伸出手来，我给你把把脉看看。吴英海伸出左手，胡招娣的手指搭上了他的脉搏。片刻之后，果然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若放任不管的话，只会越来越重，且会危及生命。吴大哥，我给你写个药方，你抓药回来后先浸泡1箱的时间，3碗水煮成1碗，1日3次，餐后服用，连服1月。服药期间忌酒、忌辛辣和酸冷，1月后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善，到时候我再给你看看调整用药。吴英海愣在原地，虽说这小姑娘是自己好友的医妹，但看她的样也才10岁出头，能有多好的医术？我到底要不要相信她？若是因自己的轻视耽误了自己的病情，吃亏的只会是自己。想到此，吴英海决定无论胡招娣医术好不好，都好好感谢她。若是因自己的轻视耽误了自己的病情，吃亏的只会是自己。多谢妹子，先挑毛皮吧。我就要这个吧。妹子，这匹马儿是我这里最好的一匹马了，既然妹子喜欢，我也只能割爱，你就给20两银子吧。马车若是选最大最好的就要贵不少，最大最好的1辆对折下来在30两左右，总共你就给50两银子。妹子，这回你可是赚大发了，吴大哥血亏，快，先给银子，免得他等会儿反悔。多谢吴大哥，小妹感激不尽。吴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后面有杀手追你吗？没有，我来找招娣妹子，我怕跑慢了她就走了。你找她做甚？我可警告你，不许问她要马匹和马车的差价，差多少我不给你都行。老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是来给她送银子的，顺便向她道谢。啥意思？送银子？账算错了吗？对，账算错了，这不是赶来给招娣妹子退银子的吗？那你得等会儿，招娣妹子在厨房正忙着呢。老弟，你不厚道怎么能让招娣妹子下厨呢？她那双手怎么能干这种粗活？招娣妹子那双手可是用来治病救人的，神医怎么能亲自下厨做菜？什么神医？吴大哥，我没听错吧？老弟，你没听错，招娣妹子就是个神医。你们刚走，我就去了连安堂，连安堂的大夫给我把了脉，他说他没把握能治，他看到招娣妹子写的药方，就求着我给他引荐招娣妹子。咱们兄弟俩能结识这样的能人，3生有幸啊！韩东升满脸呆滞，好一会儿之后才回过神来。我的个亲娘啊！我随便认个妹子居然这么有能耐，我他娘的真是出息了。是挺出息的，以后咱们得好好维护好和招娣妹子的关系，有她在咱们能多活不少年呢。是得好好维护。韩东升刚说完话，胡招娣就来了。吴大哥，你怎么也来了？招娣妹子，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哦，找我何事？吴英海从怀里掏出一张100两的银票递给胡招娣。招娣妹子，我忘了给你看诊的诊间了。吴大哥，你的马匹和马车都是亏钱卖给我的，这咋还给我拿银子了？招娣妹子，若不是你，我都不知道我的身体出了毛病。你可是我的大恩人呐，我这条命怎么也不可能只值个100-200两银子吧？今日这银票你必须收下，以后我可还指望着你给我把病治好呢。吴大哥，你真不必如此，其实诊金已经算在马匹和马车上了，而且绰绰有余，你快把银票收起来。妹子，你若真认我这个哥，你就把银票收下。胡招娣一脸无奈，手里拿着100两的银票，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招娣妹子，要不咱们3个结为异姓兄妹如何？啊，我们现在不算是异姓兄妹吗？不算，都没磕头拜把子。我说的是拜关公，义结金兰，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那种。吴大哥，你和韩大哥在我心里就是异姓兄妹，磕头拜把子其实完全没必要，只要有心，咱们之间相处可以亲如亲兄妹，你说是不是这个理？也对，那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吴英海的亲妹妹，亲哥哥给亲妹妹一点零花钱，你说应不应该？好，我收下便是。马车刚进村子没多久，便有人看到胡招娣赶着马车回来，看着那匹棕红色的高头大马和崭新的马车，眼里全是羡慕。还没到傍晚，胡招娣买了马匹和马车的事便在整个大湾村传开了。翌日，胡招娣进山找药材打猎回来，刚到村口，就听到有人议论纷纷。今儿个进村的那2个年轻人一看就是有钱人，也不知道胡招娣跟那2人是啥关系，那2人居然是来找他的，不会是看上了他来说亲的吧？还真是有可能，毕竟招娣那丫头已经14了，虽然瘦小，但那丫头是真有本事。招娣这丫头命真好，那2人一看就是县城来的。招娣要是能嫁到县城去，以后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婶子，当然不是，我还小呢，都还没及笄，说哪门子的亲呢？说完，胡招娣加快脚步回了季家。招娣妹妹，我刚进村就听到有人议论我家来了贵客，原来是2位义兄啊。除了我们2个还能有谁呀？妹妹今日收获不错呀。还可以，2位义兄特意从县城来这小山村找我，所为何事？妹妹，听说你要建私塾，还要建宅子，我们给你送了些青砖过来。哈，给我送金砖，为何？不为何，就是我那小姑父交代的。他说建私塾是为国为民的好事，他也想出一份力。招娣，你就别纠结了，反正你建私塾和住宅的青砖和瓦片，我们2兄弟都给你包圆了，不要也得要。你若是敢拒绝，我们还就赖在这儿不走了。你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
好吧，以后你们的身体健康就交给我。不过下不为例，以后你们若是还这样，我就偷偷离开福林县，让你们找都找不到我。回到季家，胡招娣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季大爷的大女儿季春花。季春花20有6，看上去却是30出头的样子，脸上还有很明显的淤青。春花姐，你这些伤是怎么弄的？季春花双眼泛红，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却死死咬住下唇，努力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季大娘也在一旁眼里满是心疼。春花姐，你倒是说呀，你身上的伤是不是你男人打的？季春花微微点头，眼泪再也忍不住吧嗒吧往下掉。是我男人打的。他为何打你？告诉我。是被婆母挑唆的。我嫁到他们家后，连生了5个女儿，都没能如愿生出个儿子，家里实在困难。第2个女儿被婆母背着我扔进深山，第4个和最小的一个生下来还没满月就莫名其妙的天折了。婆母嫌我生不出儿子，就一个劲的挑唆我男人。刚开始我男人对我还算好，可近2年，连我男人也嫌弃我生不出儿子，在婆母的挑唆下，对我总是拳打脚踢。季春花已经泣不成声，实在是说不下去了。又是一个被重男轻女的思想插毒搓磨的女人。韩大哥，你们先坐着休息一下，我去给我姐姐看看伤势。好，你快去吧，看看伤的重不重，需要什么药材我可以快马加鞭赶去县城购买。季春花解开身上的衣服，触目惊心的伤全都映入胡招娣的眼帘。胡招娣满眼的心疼。妈的，春花姐到底是找了个什么样的渣男，对自己的妇都下如此重手，绝不能原谅。春花姐，那样的日子你还打算继续过下去吗？不继续过下去又能如何？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别无选择，而且我也放不下2个女儿。春花姐，嫁出去的女儿也并非泼出去的水，你受了委屈，季大娘心里和被刀剜心有何区别？你也是她的孩子，她见不得你受苦受委屈。你若生在别人家，或许你真的没有选择的余地，但你生在季家，你就还有选择的机会。生在季家和生在别人家有何区别吗？因为现在我也是季家人，也就是你的娘家人，是你的妹妹，我和3个哥哥能为你撑腰。季春花满脸感动，泪水再次夺眶而出。招娣，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你们能为我撑腰一时，却不能为我撑腰一辈子，往后的路还得靠我自己走。春花姐，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我是希望你能和你男人和离，彻底摆脱你现在的婆家。招娣，你还小，你不懂，女人出嫁从夫，哪个好人家的姑娘成亲后还和离的？和离了以后拿什么养活自己和孩子？而且还会被村里人指指点点，以后如何抬起头来做人？这事也不能怪我男人和婆母，要怪只能怪我的肚子不争气，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狗屁！什么叫不怪你男人，怪你的肚子不争气？女人怀孕生子，生男孩还是生女孩，不是你的肚子决定的，而是男人的染色体决定的。女人生孩子本就辛苦，每生一次就是去鬼门关走一遭，男人凭什么对女人生不出儿子而对女人大打出手？春花姐，试问你真的有错吗？我没错，我嫁到他们家为他们家生儿育女，孝顺婆母，我何错之有？反倒是我那婆母，她一开始就不喜欢我，她喜欢的是邻村一个屁股大的女人，可那家人要的彩礼高，他们家给不起才来季家提亲的。自从我嫁到他们家，婆母没给过我好脸色，吃也吃不饱。季春花把这些年所受的委屈全都如倒豆子一般说了出来。胡招娣听了几次都差点压不住怒火。春花姐这么好的人，怎么就遇上了这么个恶婆婆？可恶！招娣妹妹，你春花姐的伤没死吧？都是些皮外伤，但全身几乎没一块好肉。娘的，真他娘的畜生！招娣妹妹，你说想如何报仇？哥陪着你。还有我。这下他终于明白了，明白为何胡招娣说自己生在季家就还有选择的机会。原来这个机会是招娣给自己的。季春花带着胡招娣、韩东升、吴英海和季家3兄弟赶往大槐树村。老妖婆，我季家的人可不是你想欺辱就欺辱，想威胁就威胁的，敢欺负我春花姐，你们这对母子可是要付出代价的，都给我滚出来！季春花的男人姓张名狗生，是张家唯一的男丁。婆婆李二霞是个尖酸刻薄的女人，男人早死，她一个人把张狗生拉扯大。季春花，你个大大的，你还知道回来？有本事去了就别回来呀！四娘家多好，我还省了一张草席。胡招娣眼神骤冷，身形快如闪电，瞬间来到张狗生的面前，直接跳起来就狠狠甩了张狗生2个大耳光，啪啪2声脆响，张狗生被打得愣在原地。你骂谁是贱人呢？当着春花姐的家人你还敢如此放肆？那我们这些人要是不在，春花姐是不是就得任你捏扁搓圆？李二霞反应过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扯开大嗓门开始嚎丧：没天理呀！杀人了！大湾村的人来咱们大槐树村杀人了！闭嘴！你再继续鬼叫，我就真嘎了你！李二霞根本没把胡招娣看在眼里，就他那小身板，不偷袭他怎么可能打得到自家儿子？嘎人了！大湾村的人来嘎人了！啪的一声脆响，胡招娣赏了李二霞一个大耳光。敢打老娘，老娘跟你拼了！哎呦！
砰的一声闷响，李二侠被胡招娣一脚踹翻在地。这时张狗生看向两个女儿打起了感情牌。大牙、二丫，我可是你们的爹爹，你们难道忍心看着爹爹被人打嘎吗？他们入室打死了爹爹和奶奶，你们以后可就再也见不到爹爹和奶奶了。你真的是我们的爹爹吗？我一直以为我和妹妹只是你捡来的。你每次毒打娘的时候，我也跟着遭殃。那个时候你把我当女儿了吗？我不要爹爹，也不要奶奶，我只要娘。张狗生怒瞪着双眼。你们两个白眼狼，老子白养你们这么大了，果然丫头都是赔钱货，白眼狼。你娘也是女人，她也是赔钱货，白眼狼。你就不是女人生的，你应该是从你爹肚子里爬出来的。瞧不起女人很简单，你和春花姐和离，2个孩子归她，签下和离书开始，你们就老死不相往来。不行，我不和离，她都嫁到我张家了，还想着和离，真早死了这条心。由不得你，你可以选择不和离，我家春花姐丧偶也可以，结果都一样。你怎么敢嘎人？嘎人可是要偿命的。谁说我要嘎人了？人嘛，有很多种嘎法，比如饿死，半夜起来上茅房不小心掉茅坑里淹死，或者进山被野兽咬死等等，这些可跟我没啥关系。春花，咱们夫妻这么多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真要与我和离，你可要想清楚，你真与我和离了，我还能找到年轻小姑娘，而你还带着2个孩子，谁会要你？你的娘家人能让你暂时回去住几天？难不成你还能指望着他们养你们娘仨一辈子？哟呵，你还以为你张狗生是香饽饽？他回娘家，我们高兴养着他们娘仨，你管得着吗？没错，春花，你听招娣的，只管和离，大都愿意养着你们娘仨。这王八羔子不愿意和离也没关系，我明日去找我小姑父，让他帮春花姐修复。我小姑父可4线开业，而且春花姐也不用担心离开这王八羔子会饿死。你可以到我的福满楼去帮忙，我给你开工钱。张狗生，我要和你和离。春花，你真如此狠心，不顾我们那么多年的夫妻情分。夫妻情分是我和2个孩子一身的伤马，还是我和2个孩子大冷天挤在柴房里发抖？张狗生，我17岁就嫁给你，9年生了5个女儿，为何只活下来2个？一旁的李二侠听不下去了，瞪着他那一双3角阴阳怪气的道：不就是嘎了3个丫头片子吗？3个都是老娘五嘎的，谁让你这个贱人肚子不争气，生了那么多，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胡招娣一听更生气了，便一个箭步来到李二侠的面前，左右开弓，一连给了李二侠好几个大耳刮子。张狗生走过来想救他娘，胡招娣转身跳起来就给他一个上勾拳，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狗生，跟他和离，让他带着2个赔钱货现在就滚。我选和离。行，明日4时莫到县衙签下和离书，你若不到，那就等着春花姐修复。是，我一定到。来到大堂，李二侠母子已经跪在了大堂上，纪春花带着2个女儿也一起跪下。堂下何人？报上名来。纪春花有些紧张，强行稳了稳情绪，开口：大人，民妇纪春花，大湾村人，这2个孩子是民妇的女儿。县令微微点头，目光看向李二侠母子。大人，民妇李二侠，大槐树村人，这是民妇的儿子张狗生。县令大人在听到张狗生这个名字时，差点没憋住笑出声来。既是，本官问你，你状告何人？所为何事？大人，民妇状告李二侠母子，为了能生儿子残害幼女，亲手杀了民妇3个刚出生的女儿性命。他们母子长期殴打虐待民妇和2个侥幸活下来的孩子，请求大人允许民妇和张狗生和离，让2个可怜的孩子免遭这对母子的毒手。李二侠母子傻眼了，不是来签和离书的吗？咋还牵扯出命案来了？和离是小，可命案就不得了了，搞不好得偿命了。李二侠怒瞪着他那一双3角眼，既是你个贱人，大胆刁妇，当着本官的面你还敢辱骂原告，谁给你的胆子？大人，民妇知错了。既是，你说李氏母子残害你刚出生的3个孩子，具体情况你详细给本官说说。纪春花想到3个失去生命的孩子，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大人，民妇的第2个女儿是李氏背着我送进深山，等民妇得知情况找去的时候，只找到一件被撕碎带血的小衣服，而民妇的第4个、第5个女儿刚生下来2天，就被李氏和张狗生活活五嘎。纪春花泣不成声，压抑着哭声，悲痛万分。大人，冤枉啊！那3个孩子也是民妇的亲孙女，民妇怎么可能害死他们？是那3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几是吃不下东西，没有奶水喂养饿死的呀，真的不关民妇和狗生的事。你胡说！我自从生下女孩，你就各种刁难我，根本就不给我多少吃的。你们娘俩只是吊着我的命，不让我死了而已。孩子刚出生，就算我没有奶水，难道家里就穷得连几滴米汤都没有了吗？大人，民妇冤枉啊！既是生下孩子，民妇可从未懈怠，家里有口吃的都紧着他呀。既是，你说你的婆母和男人还嘎了你的3个女儿，可有证据？纪春花一愣，我去哪找证据啊？大人，
在下可为季氏作证，昨晚李氏亲口承认，是他和他的儿子误嘎了季氏的3个女儿。大人，在下当时也在场，李四确实亲口承认是他和张狗生嘎了季氏的3个女儿。大人，民女也在场，也可为季氏作证。县令微微点头，凌厉的眼神看向李二侠母子。李氏，你母子2人还有何话可说？大人，草民冤枉啊！他们和纪氏是一伙的，纪氏不守妇道，勾引男人被草民发现，他们这是故意报复草民啊！没错，就是纪氏不守妇道，勾引男人被发现，狗生才会动手打他的。你说纪氏不守妇道可有证据？若没有证据，便是诬陷，罪加1等。李二侠扭头看向韩东升，就是他，他就是纪氏的奸夫。一旁的张狗生脸色大变，他娘忘了昨晚韩东升说县太爷是他的小姑父，他张狗生可没忘，当着县太爷的面诬陷县太爷夫人的侄子，他娘是脑袋被驴踢了。县太爷嘴角抽了又抽，努力憋着笑，故意问道：东升，据本官所知，你昨日才奉本官之命去给大湾村见私塾的胡姑娘送青砖，之前一直没去过大湾村和大槐树村，你小子什么时候和季氏勾搭上了？小姑父，这儿整日在您的眼皮子底下晃悠，还是昨日您让这儿去大湾村送青砖才遇上祭司，见一面就成奸夫，这儿真是冤枉死了。李二侠的脸色跟吃了屎一样难看，这下他可算是想起来了。大人，不是他，是旁边这个。放肆！吴家公子也是昨日本官派去送青砖的，他从小在本官的眼皮子底下长大，本官还能不知道他的为人？李氏，你诬陷本官的2个侄子是何居心？李二侠瞬间眼神绝望。老爷，季氏身上的伤我都看过了，身上几乎没一块好肉，太惨了。还有2个孩子，瘦的都不成样，身上还有被打过留下的伤。老爷，季氏母女若继续留在婆家，不出1年，肯定会被活活打嘎的。李氏，你母子2人残害幼女，殴打辱骂季氏，证据确凿，你2人还有何话可说？大人，冤枉啊！那3个孩子真是饿死的，民妇没有动手啊，季氏不守妇道，民妇的儿子才动手教训了他。放肆！你口口声声说季氏不守妇道，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本官说过，没有证据就是污蔑，罪加1等。说证据何在？李二侠低下了头，咬着下唇，一句话也不说。既然没有证据，那本官可就要宣判了。张狗生满脸绝望，也低下了头。最后，县太爷判了李氏和张狗生1人20大板，入狱18年。纪春花和张狗生和离，2个孩子归纪春花抚养。以后张狗生不得去打扰纪春花和2个孩子。听到判决，李二侠母子瞬间面如死灰。张狗生跪着爬到纪春花的面前，磕头祈求道：春花，我错了，我不要与你和离，求求你别和离行吗？我没有嘎我们的孩子，都是我娘嘎的，真的，我发誓，以后一定对你好，再也不打你了。我们回家好好过日子行吗？纪春花冷冷吐出2个字：滚开！大人，季氏既也和离，2个孩子归他抚养，民女请求大人为2个孩子改名换姓，彻底脱离张家。本官允了，以后2个孩子就随季氏姓。至于名字，大女儿就叫季和影，小女儿季和若。和是荷花的荷，和影寓意纯洁、美丽、聪颖，而若字寓意气质美好、文雅、风度。多谢大人赐名。等师爷你好和离文书，签字画押即可。等师爷你好了和离文书。纪春花按上手印后，又让张狗生也按上手印，才拖出去打板子。拿着到手的和离书，纪春花欣喜落泪。胡招娣带着纪春花母女又买了3匹布料，回到村里。好巧不巧，居然遇到了胡大山的母亲杨氏。杨氏看着胡招娣的马车，眼里全是羡慕嫉妒恨。这小贱蹄子才离开胡家不足1个月，居然买了马车，他到底赚了多少银子？马车在附近几个村子里都没有一家能买得起，包括李正家，那都是大户人家才能有的啊。这小贱蹄子到底是如何赚到那么多银子的？这老太婆能下床了，估计胡大山也差不多好了，那是不是得给他们找点茬了？小猪以前都是我精心照料，现在估计有个8、90斤重，那可是自己养大的猪，怎么能便宜了胡家呢？不行，晚上得去一趟胡家的猪圈，就算不把猪弄死，也得把自己好不容易养大的猪弄瘦好几斤。想到此，胡招娣嘴角上扬，笑得有点不怀好意。回到季家，季大爷和季大娘忙迎了上来。怎么样，和离了吗？爹，和离了。那李氏母子俩还被打了20大板，入狱18年呢。打得好，没让他们给3个夭折的孩子偿命已经不错了。纪和影兴奋地走到季大爷面前。外祖父，我和妹妹有新名字了。哦，快给外祖父说说，你和妹妹的名字都叫什么？我叫纪和影，妹妹叫纪和若，是县令大人取的名。好，好听，以后你们就是季家的孩子了，外祖父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大爷，先帮忙把马车上的东西卸了。好。到了傍晚，等所有人都睡熟了之后，胡招娣悄悄溜下床，在院子里摘了几片菜叶子拿在手里，便往胡家走去。来到胡家的猪圈外，胡招娣将带有泻药的菜叶
扔进猪圈里。胡家的厨房门口有一个装水的大缸，胡招娣取出一些泻药，直接下到水缸里，然后心情愉悦地离开了胡家院子。胡招娣上山打猎采药回到村里，就听到村民在议论：那胡大山一家还真是惨，不知道吃了什么，一家子拉肚子拉得虚脱。不止呢，连他家养的那头猪都拉得半死不活的，看样子是活不成了。我看那都是报应。以前招娣在他们家的时候，也不见他们家这么倒霉。现在和招娣断亲了，没粮食吃，瞎弄些吃的，不拉才怪。还好招娣和他们家断亲了，不然也得跟着遭殃。听着村民们的议论，胡招娣心里都快笑抽了。他不会要胡家人的命，但也绝不会让他们好过。略代原主11年，这笔账得让他们慢慢偿还。回到季家，季大娘和季春花已经开始生火做饭，胡招娣则取出2只野鸡准备放血拔毛。就在这时，胡大山惨白着一张脸，走路虚浮，虚弱不堪地来到季家。季大爷，他大爷。季春花从厨房里走出来，板着脸道：我爹不在，你找他有何事？是春花呀，我找你爹借牛车，我们一家吃坏了肚子，要去邻村找村医瞧瞧。我爹去村东头了，而且牛车也不在，牵去拉石头了。要不你去村东头找找看。春花呀，我这一天跑了10几趟茅房，实在是没力气了，你能帮我去叫一下你爹吗？我没空，我要做饭呢。胡大山刚想再说什么，突然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捂着屁股就往季家的茅房跑去。嘿，活该！胡招娣笑嘻嘻地走过来，小声开口：春花姐，等会儿你告诉胡大山，咱们村就有大夫，比邻村村医医术还高明。季春花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那你快进屋去。胡大山好一会儿之后才从茅房出来，满脸痛苦的道：春花，我求求你了，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了，你就帮我去找找你爹行吗？咱们村就有大夫，而且医术比邻村村医的还高明。我说胡大山，你都成这鬼样了，干嘛还非得跑邻村去找村医？胡大山懵了：谁？咱们村的大夫是谁？我怎么没听说过？就是招娣呀，和你们家断绝关系的招娣，怎么没想到吧？胡大山愣住了，一脸的不信。春花，你开什么玩笑？我养了他11年，他懂不懂医术，我还能不知道？你要是知道，你会舍得和招娣断亲？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招娣在你们家11年，你知道招娣能打猎，你知道他有多少本事？你要是早知道这些，招娣还能来季家生活？胡大山如遭雷击，他确实不知道胡招娣会打猎，更不知道胡招娣那么能赚钱。胡大山突然想起杨大虎媳妇，他的命听说就是胡招娣就会来的，只不过现在瘫痪在床而已。胡大山猛然抬起头：招娣她在家吗？季春花故意扭头看向堂屋：招娣，有人找你。胡招娣一秒变脸，黑着脸从堂屋走了出来。你来干什么？招娣，爹病了，吃坏了肚子，你能不能给爹看看？你是谁的爹？我胡招娣无父无母，也没有任何亲人，哪儿来的爹？招娣，是我错了，我说错话了，对不起，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今天都跑了10几趟茅房了。给你看也不是不可以，我可是要收诊金的，而且我收的诊金可不便宜。你要多少诊金？把卖30文钱，说要从我这里拿药，那就得看你需要什么药，药有贵的，也有便宜的。不过我看你这样子应该是食物中毒，已经拉得开始脱水了，必须得用特效药，见效比较快，再拉下去恐怕会有生命危险。招娣，你说的那个药需要多少钱？1两银子10粒药，每次吃2粒。这么贵，你咋不去抢呢？嫌贵你可以不要，我的药可不是谁想买都能买到的。邻村不是有个村医吗？你可以去找他看，找我就是这个价。招娣，我实在是走不动了，你能帮我去找找你季大爷吗？跑腿费50文钱，给钱就帮你去找。你掉钱眼里了？胡招娣，你怎么变成这样了？邻里之间不应该相互帮助吗？我变成什么样了？邻里之间是应该相互帮助，但也得分人吧。你算个什么东西？村里那么多人，你可以去找愿意帮助你的人啊。你知道我帮你吗？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的长辈，你帮我一下怎么了？季春花实在听不下去了。那照你这么说，招娣曾经当了你11年的女儿，你对她好点怎么了？可这11年你们是如何对她的？现在有困难想找她帮忙了，你哪来的脸？我要是她，没一刀捅嘎你已经算是便宜你了。都断亲了，还好意思来让她白白帮你？季春花，你爹可是李正，咱们村的人他都得管，他要是不管我们，他凭什么当这个李正？我爹是李正怎么了？他又没说不管你，你倒是去找他呀。我爹是李正，可我和招娣不是，不给钱我们凭什么帮你？我们欠你的啊。邻里之间帮这点小忙居然还要银子，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别人要我帮这点小忙我肯定不会要钱，但你不行，因为畜生不配让我帮忙。你什么你？要找你自己去找，走不动可以爬着去，滚！咕噜噜，胡大山的肚子叫了起来，他眉头一皱，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捂着屁股，又要往季家的茅房跑。胡大山，你个王八羔子，要拉就不能滚远点吗？实在憋不住你他娘的拿个棒子骨赛起来呀！来我家这儿祸害我家，你个王八羔子安的什么心？回到胡家，他已经狼狈不堪了，大家都已经彻底虚脱，连下床跑茅房的力气都没有了。
只能在家里放个洗脚盆就地解决。易安，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去邻村求医也不容易，路上想上茅房也困难。招娣那丫头有药，但需要1两银子才能买到10粒。易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你给我银子，我去找招娣那丫头把药买回来吧。杨氏一听，原本有气无力的人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大山，你居然相信那小贱蹄子，你就不怕他拿毒药给你，直接把你毒嘎吗？易安，他现在可是住在李正家，他要是敢下毒，他就不怕偿命吗？大山，那小贱蹄子摆明了就是想讹咱们，什么药10粒就要1两银子，更何况以前咱们那么对他，他真有那么好心会给咱们能治好病的药？不管怎么说，我都不相信他，你还是去找季开阳借牛车吧。易安，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招娣那丫头的药能起作用。你要是害怕，药买回来可以让药祖他娘先吃，他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咱们还可以让招娣那丫头赔得倾家荡产。对，药买回来后就拿给张氏先吃，他吃了没什么问题，咱们再吃。至于张氏，你去山里找点有毒的草药来送他走，然后嫁祸到那小贱蹄子身上。就在几家人饭菜上桌，准备吃饭的时候，胡大山再次来到季家。招娣，我把银子带来了，你给我拿10粒药，我实在是难受得紧，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先回去吧，等我吃完饭，我亲自去你家给你诊脉。药可不能乱吃，吃错了会要命的。你要去胡家给我诊脉？那当然了，你见过哪个大夫不诊脉就开药的？万一你随便乱吃，吃嘎了谁负责？胡大山懵了，这死丫头咋就不按套路出牌呢？招娣，我实在是没力气了，再拉下去恐怕我就要嘎了。你能不能给我把脉，然后把药让我带回去？我们一家人都是一样的症状，吃的也是一样的东西，把我的脉应该就可以了吧？不能，每个人的身体素质都不一样，身高体重不一样，吃药的药量也就不一样。是药3分毒，这句话你没听说过吗？还是说你存了别的心思，想弄个大锅给我背啊？把我的银子讹到你的口袋里去。这死丫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怎么可能？就算现在咱们断亲了，你以前也叫了我11年的爹，我胡大山是那样的人吗？胡大山，我和你们一家子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11年，你们胡家每个人我都了解，甚至我比你自己还了解你。快滚，别影响我吃饭的心情。招娣，不管你信不信，那我就先回去了。那你吃完饭就来胡家一趟吧。有什么了不起的？天天吃肉，迟早吃嘎你。嘿，胡大山以为声音小，胡招娣绝对听不见，但现在胡招娣有了一点点内力，听觉比一般人不知道强了多少倍。既然胡大山死猪不怕开水烫，那就让他自己去找村医。胡大山，我反悔了，我的药你给100两银子都不卖给你。招娣，胡家人拉成那样，会不会闹出人命？不会，顶多让他们受上一大圈，嘎不了人。回到房间，胡招娣想了想，胡家人最近的日子不好过，体质和以前相比可能差了一些。现在是季大爷当理正，他不能在这个时候弄出人命，不能影响了季大爷。于是悄悄出了季家，去到胡家水缸里放些解药。时间一晃而过，转眼到了秋收时节。就在胡家和季家在田里收粮食时，胡耀祖则在水渠边上玩，不小心掉进了水里。张氏为了救胡耀祖也跟着跳进了水里，最后2人都发烧了，起都起不来。就在胡招娣正打算烧水洗澡时，胡大山就急匆匆地找来了。招娣，救命啊！求你救救耀祖和他娘吧！又怎么了？耀祖和他娘1个时辰前开始全身发烫，现在更烫了，而且耀祖现在出现了抽搐的情况。你大早上了就从田里回来了，人都发烧1个时辰了，你才来找我，你又想闹什么呀，儿子？是我娘，她说让耀祖和他娘盖上被子睡一觉，捂出汗来就好了。招娣，求求你救救他们！你娘不是说了吗？捂出汗来就好了，你来找我干嘛？又想讹钱啊？没有，真的没有，我不知道他们会这么严重。招娣，求你了，你救救他们吧！救他们也不是不可以，拿出诊的诊金来，要钱另算。你要多少钱？出诊费加诊金1两银子，要钱另算，得看他们娘俩用了什么药。我没钱。招娣，看在以前相处了11年的份上，你救救他们吧。没钱就在家等嘎，我和你们胡家没有任何情分，只有仇恨。招娣，算我求你了好吗？那可是2条人命啊！2条人命又如何？我的命就不是命吗？你们以前毒打我的时候，可有想过我也是1条人命？想了我门都没有，就算我给你们看病了，也不会给你们拿药，顶多给你弄个药方，让你自个儿去买药。胡招娣，没想到离开胡家后，你居然如此狠毒，你当真是狼心狗肺，如此不念旧情。实际上，胡耀祖和张氏的病情现在还不严重，胡大山来的目的还是想讹钱，当然，这都是杨氏教唆的。胡大山，我不欠你们家什么，别什么事都来季家找我。你媳妇和孩子病了就去找村医或者送县城的医馆。对，季大爷和季家3兄弟也来到院子里，全都冷冷地瞪着胡大山。胡大山，叫你滚你没听到吗？再不滚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胡大山怂了，狠狠瞪了胡招娣一眼，转身离开。半夜，门外传来杨氏焦急的声音：季开阳，救命啊！耀祖和他娘快不行了。敲门声响个不停。胡婶子，你们家是没完没了了是吧？季开阳，耀祖和他娘真的快不行了呀！我说胡婶子，耀祖和他娘病了，你们不送医馆，
来找我有什么用？我又不是大夫。可你是咱们大湾村的李正呀，我不找你还能找谁？李正又如何？我不会治病救人。张氏娘俩病了，你们不找大夫，非得拖到要死了来找我，我能让他们起死回生还是怎么的？你当李正是神仙啊？我们没银子请大夫啊，只能拖一拖，可谁知道越拖越严重呢？没银子，这话说出来你自个儿信吗？别的不说，招娣和你们家断亲的时候就给了你3两银子，这就花完了。没剩多少了，我故意留着给药祖上私塾的。这不是还有银子吗？命重要还是上私塾重要？命都没了，留着银子你自个儿去上私塾啊？都怪我一时糊涂，可现在就算拿着银子送他们去医馆也来不及了。季开阳，你可是李正，招娣不就会医术吗？他又住你们家，你让他起来去救救张氏母子啊！胡招娣一听翻了个白眼，这胡家人是不讹他一笔银子是不罢休啊？大半夜都不让人安生。招娣是住在我家，但他愿不愿意出手救张氏母子那是招娣自己的事，就算我是李正也没有逼迫他的理由。杨氏扑通一声跪下哭求道：开阳，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招娣救救药祖吧，他真的快不行了。你真的没有说谎？没有，我真的没说谎，我就这么一个孙子，我再怎么混账也不可能咒他嘎啊。这倒是事实，杨氏对胡耀祖爱护的跟眼珠子似的，他再怎么不是人，他也不会咒自己的孙子。他是个男人，不可能大半夜的推开胡招娣的房间，只能去叫纪大娘来看看。纪大娘大惊，招娣人呢？怎么不在房间里？纪大爷一听，走进房间，傻眼了。奇怪，这大半夜的，招娣跑哪儿去了？这孩子什么时候出去的？杨氏根本就不相信胡招娣不在，也走了进来，左看看右看看，发现确实没有人，心里记挂着胡耀祖，只能悻悻离开。纪大爷和纪大娘正准备出门寻找胡招娣，胡招娣急忙小声开口：大爷大娘，别出去，我在家呢。说着，他纵身从房梁上跳下来。纪大爷老两口瞪大双眼，一脸活见鬼的表情。丫头，你躲哪儿了？吓死我了！大娘，我躲房梁上了，就是不想掺和胡家的事情，怕惹一身骚。招娣，这一次杨氏不像是说谎，胡耀祖怕是真不行了，你要不要过去看看？不去，大爷，您信不信？一旦我去了，胡耀祖若是能救回来，胡家人也不会感恩，甚至会在背后说我的不是。若是救不回来，胡家人就得让我背这个锅，到处说是我害嘎了胡耀祖。不是没这个可能。第二天，胡大山站在院子外破口大骂：胡招娣，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贱货，你为什么不救耀祖？老子就这么一个儿子，你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嘎？胡招娣，你不救耀祖，你会不得好嘎的。妈的，躺着也中枪，两手啪啪啪的给了胡大山几个大逼兜。我看不得好嘎的是你和你老娘，人都病了也不去找大夫，整天就想着给我下套使绊子，不做嘎你儿子会嘎吗？你明明可以救耀祖，你为什么不救他？我凭什么救他？你给银子了吗？还是我欠你人情了？他曾经可是你的弟弟，你救他一命怎么了？曾经的弟弟，你见过谁家的弟弟叫姐姐一口一个赔钱货，见蹄子的叫，还救他一命怎么了？我的要不要银子买吗？再说了，我这都没沾边呢，他嘎了你都来骂我，我若是救不活他，你还不得把他的嘎赖我头上啊？我是你家的专业背锅侠呀！你那么有钱，你缺那点买药的钱吗？我就算不缺钱，那也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我他妈的不欠你，快滚！胡大山从未见过胡招娣露出如此恐怖的眼神，他彻底怂了，灰溜溜的离开，心里却把胡招娣骂了千百遍。胡耀祖拔后，张氏和杨氏大病一场，躺在床上好几天都下不来床。杨氏也终于舍得拿出积攒已久的银子，让胡大山去县城给他们抓了药。可还不等婆媳俩病好起来，一场连下3天的大雨就将胡家的稻谷淋得东倒西歪。胡大山赶到稻田里一看，一口老血差点就喷了出来，稻谷大部分都烂在田里，几乎颗粒无收。胡大山跪在田里放声大哭，哭他死去的儿子，也哭他那作妖的老娘。老天爷呀，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你为何要这样对待我们胡家？孙子没了，稻谷没了，你让我们胡家怎么活啊？杨氏哭得撕心裂肺，忍耐到达极限的胡大山红着眼睛怒吼：你哭什么？你还有脸哭？要不是因为你，耀祖会嘎吗？要不是你不把孩子他娘从水渠里拉上来，孩子他娘会生病吗？要不是因为你舍不得拿银子给耀祖和他娘看病，孩子他娘会一病不起，耽误了抢收稻谷吗？耀祖没了，稻谷烂田里，你知道哭了，现在这个结果你满意了？你怪我，大山你居然怪我，耀祖没了难道我心里好受吗？稻谷烂了，我的心也在滴血。可这一切都是你做出来的，从今以后我一个铜板都不会再给你，免得哪天我病了只能躺床上等嘎。大山，你给我回来，我是你娘，你不能不管我啊！一转眼半个月过去，在村民们齐心协力的帮助下，私塾顺利完工。招娣，私塾建好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请木匠来做桌椅？我没打算请木匠啊，直接去县城购买，不然太耽误时间了。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买？我随你一起去，顺便把书籍也买回来。明天就去，咱们把牛车马车全都赶着去，买回来就开课。那我再去铁牛那借牛车，明天一起赶着去。晚饭过后，胡招娣将前几天抽空画出来的衣服图样拿出来给季春花看。招娣，这些样式好漂亮，天哪，我都不敢想，这样的衣服做出来穿上得有多好看。春花姐，只要你能把我画出来的图样全都做出来，咱们的成衣铺离开业就不远了。我一定尽快做出来，好期待咱们的成衣铺开业。春花姐加油，我相信你。招娣，其实我妹妹春兰针线活也很不错的，只不过她嫁了个好男人，在家也没受多少委屈。这是好事，她针线活好，你也可以让她跟你一起做，到时候她也能赚钱，婆家人就更不会瞧不起她了。好，我明天就去找她，问问她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做。她愿意一起做最好，不愿意的话咱们也别勉强她，她有她自己的选择。好，我知道了。第二天，胡招娣带着季大爷和胡铁牛冷秀才将马车和牛车都赶到福满楼后院。哎呦，我的大忙人妹妹，你可是有半个月都没来福满楼了，今天想吃点什么？哥让厨房准备。韩大哥先别忙活，我们吃过早饭才来的，现在还不饿，你先带我去买点桌椅。私塾建好了吗？建好了，今天买桌椅和书籍回去，尽快让孩子们入学。招娣妹妹，桌椅我和吴大哥都帮你订好了，今儿个去付了尾款就能直接拉走。多谢两位哥哥，让你们为我操心了。那咱们现在就去看看吧。不着急，你可还有其他事情要办？还真有，等会儿还要去买点布匹和书籍。那你先去买布匹和书籍，把你别的事情先办妥，等会儿吃完饭直接过去拉桌椅就行。随后，胡招娣和胡铁牛季大爷老秀才来到药铺，胡招娣将手伸进口袋，取出一株野山参。野山参品相不错，年份约莫在70年左右。掌柜的，这株野山参你能给多少银子？药铺掌柜看着胡招娣手里的野山参，双眼放光。好东西呀，小姑娘，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你是懂行的人，我也不跟你来虚的。这株野山参我最多能给你600两银子，70年左右的野山参，在福林县能给到600两，已经算是高价了。若是年份更高的野山参，胡招娣就会自己留着，他根本就舍不得卖。这回要建房子了，花钱的地方多。这株70年左右的野山参，他只能忍痛割爱。而季大爷、老秀才和胡铁牛早已看得目瞪口呆。行，600两就600两，要不是着急用钱，我还真舍不得卖。药铺掌柜和胡招娣打了多次交道，知道这小姑娘看着小，人却相当精明，想忽悠她简直就不可能。别反过来被这小姑娘忽悠，自己就偷着乐了。药铺掌柜将600两的银票递给胡招娣，胡招娣接过银票塞进口袋里，其实是送进了空间。出了药铺，胡招娣还去买了布匹和书肆，来到定做桌椅的地方，胡招娣付了尾款，便开始装车。出了县城后，老秀才突然开口：丫头，你这2个义兄还真不错，值得深交。确实不错，虽然都是有所图，不过我也对他们有所图，相互之间也算是扯平了。无所图就不会走到一起，不过你这2位义兄为人处事是真的不错。确实，不然我也不会和他们常来往。丫头识人的眼光不差。一路闲聊中，不知不觉中就到了大湾村。一进村子，3车桌椅立马引起了村民们的注意。招娣啊，你这私塾啥时候可以开课？大叔，这2天我把桌椅和书籍整理好，过2天就能开课。不过明天孩子们就可以开始报名了，报名找季爷爷就行。好嘞，我明天就带我儿子去找季叔报名。招娣，我可是帮着一起建私塾了，学费可得给我优惠啊。大叔放心，我说话算数，只要是帮着一起建私塾的，第1年的学费都有优惠，就当是给大伙的工钱。好，真是太好了，以后孩子也能在村里上学了。呀是，大叔，拜托你个事呗。啥事你说？明天就可以带孩子来报名这个事情，你有空就帮我宣传一下。好，我知道了。胡招娣刚进屋，季春花就迫不及待地将她的妹妹季春兰拉到胡招娣面前。招娣，我妹妹已经答应和我一起做衣服了。真的？是真的，她丈夫和公婆都支持她。春兰姐，恭喜你嫁了个好人家。招娣妹妹，谢谢你。谢我什么？谢你救了我姐姐，也谢你给我和姐姐一起做衣服的机会。我姐姐都和我说了，你们打算开成衣铺。是的，今天我又买了不少布料，你们先把这些布料做成成衣，我会继续给你们画衣服样式。等我先把私塾的事情忙完，我就抽个时间去县城找个店铺，到时候成衣铺就交给你们姐妹俩打理。招娣，我和春兰做衣服可以，打理店铺恐怕会让你失望的。春花姐，不管做什么都没有人是天生就会的，但我们可以学。就像你做衣服，我不相信你天生就会。我和春兰能行吗？你就这么对自己没信心？春花姐，我相信你和春兰姐能行，只要用心去学，没什么是学不会的。我会努力的。还有春兰姐，你家孩子也可以送来咱们村的私塾上学。我知道，我姐姐都和我说过了。招娣，你真了不起。我也只是运气好一点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洗完澡，
胡招娣早早的上床盘膝练功，周围的空气气流突然发生变化，当然肉眼是无法看到的，只有胡招娣能清晰的感觉到。他很清楚，这种情况是他内力突破一个层次前才会出现的情况，他的空间也在升级。胡招娣每天都忙忙碌碌，除了每天白天忙碌的事情，他还每天都要去空间里忙碌。空间里的野猪和鸡都长得非常好，只是他从不去捡鸡蛋，就让鸡自由繁殖。鸭和鹅也弄了几只养在空间里，只是数量不多。此时来到汴京，莫景南已经查清楚了胡招娣的身世，此时正和向太傅在太傅府做客。向大人，令爱向心雨是你的亲生女儿吗？不是。莫景南皱眉，眼里满是探究。下官的亲生女儿其实叫向心瑶，3岁的时候跟她母亲出去逛街走失了，这些年下官一直都没有放弃找她，可怎么也找不到。至于心雨，她是下官和那人出去找亲生女儿的时候就下的孩子，因为一直没能找到瑶儿，看她也实在可怜，考虑了许久才决定收养她。如此说来，她并非本王的未婚妻。没错，她的确不是王爷的未婚妻。下官也一直觉得能找回瑶儿，可11年过去了，瑶儿还是杳无音讯，是死是活都不知道。那若是你的亲生女儿没能找到，你是否打算让养女代替你的亲生女儿嫁给本王？下官没这个打算，因王爷一直未曾上门提亲，下官也就没寻到合适的机会将心雨的身世告诉王爷。心雨是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但她的性格不适合嫁入皇家，下官也从未想过让她进宫。王爷，想必您也是看出了心雨那丫头与下官夫妻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才会有此疑问。您若是想解除婚约，下官绝无二话。谁说本王要解除婚约了？不过本王要娶的人可不是向大人的养女，而是你的亲生女儿。来太傅府的时候，莫锦南就已经想好了，若向太傅承认向心雨是他的亲生女儿，那他就果断解除婚约，找时间去找胡招娣报恩，救命之恩不能不报。没想到向太傅直接承认向心雨只是他们的养女，那他就不用解除婚约了。向太傅愣了一秒，随即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王爷，您知道小女的下落吗？8九不离10，若本王的调查没有出错，那个女孩就是你的亲生女儿。她在哪儿？她在云城福陵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本王遭遇暗杀逃到山里，是她救了本王。向太傅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眼里满是激动和不敢置信。11年了，我的女儿终于有消息了。向大人，快去和皇兄告假，尽快启程去把你的女儿接回来吧。本王见到她的时候，她过得很不好，全身瘦的都没什么肉，个子也小小的，身上穿的跟个乞丐没什么区别。好，明日一早，下官就去找皇上告假。来回要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去，过年肯定赶不回来，干脆就在云城陪你亲生女儿过年。你告假就得告3个月啊！3个月皇上能允吗？你和亲生女儿分离了11年，皇上不允，难道你就不去接亲生女儿了？不，哪怕是辞官，下官也要把亲生女儿找回来。那本王就先告辞了。送走了莫锦南，向太傅迫不及待地将妻子、3个儿子和养女全都叫到正厅。大儿子向彦卓如今已进入官场，是前年的状元郎；二儿子向彦林从武，打算明年去参加武科考试；三儿子向彦辰是个经商奇才，而养女向心雨什么突出的才艺，但在女工方面却极有天赋。今日叫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一件喜事，咱们家瑶儿有消息了。全家瞬间愣住。老爷，你说什么？瑶儿有消息了？是真的吗？她在哪儿？是真的，刚才贤王来了府上，是他告诉我的。咱们的瑶儿在云城的福林县。爹爹，那咱们快去找皇上告假，把妹妹接回来。这些年也不知道妹妹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受委屈。从汴京到云城，来回就得2个月的时间，皇上恐怕不允那么长时间的假，不如让我和三弟去接妹妹。我也去，妹妹比我小，又是女孩子，我去能更好的照顾妹妹。在向家生活了11年，向心雨每天看着养母因思念亲生女儿吃不下睡不香，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她也是急在心里，满心满眼都是心疼，却又无可奈何。她从进入向家就知道，她只是个养女，从未想过要取代向家亲生女儿的位置。不，11年了，好不容易有了瑶儿的消息，我必须亲自去把她接回来。爹，咱们父子现在就进宫向皇上告假，明日一早便启程去找妹妹。王爷说他遇到你们妹妹的时候，她过得并不好，咱们早一天到，她就能早一天脱离苦难。来到皇宫，皇上听到都要告假3个月，直接炸毛了。你们一个个的都要告假3个月，要不朕的朝堂干脆关闭算了。皇兄，向家的女儿可是陈帝的未婚妻，而且她在哪儿只有陈帝知道，陈帝不去，向大人根本就找不到陈帝的未婚妻。行，你们都去吧。翌日，向家全体总动员，与莫景南赶往云城。此次出行，就属向心雨带的东西最多，向家人也没在意，觉得女孩子都爱美，多带点东西也很正常。胡招娣依旧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在他的验证下，发现灵泉水就算是用来浇外面的农作物，发芽生长也比没浇灵泉水快很多。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转眼又过了1个月。如今
胡招娣的房子框架结构已经形成，是个很大的四合院。纪春花和纪春兰已经做了好几套成衣，由于白天一起出去干活，他们做成衣的速度并不快，因此成衣铺还不到开的时候，在山上转悠了一天的胡招娣刚进村子，就有人跟他打招呼：招娣，你怎么才回来？快回家去，季家来人了，来了好多人。胡招娣一听，还以为是有人来季家找麻烦了，什么都没问，便撒腿狂奔。可当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季家小院外的路口时，他整个人都愣住了。马车旁整齐地站着一队穿着统一、腰间都挂着长剑的士兵，士兵们全都是一脸的严肃，看上去就不是好惹的人。这是什么情况？谁犯事了？怎么这么大阵仗？你是何人？来此作甚？你们又是什么人？来我家做什么？这是您家，那您快进去吧。到了院子里，胡招娣看到了两个陌生又熟悉的面孔，莫锦南和他的侍卫如风。其他人他一个都不认识，但衣着华贵，一看就不是普通人。我们这乡下穷苦地方，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几位就将就着喝点水，这已经很好了。你二位快别这么说。胡姑娘，胡招娣就像一件艺术品，被几个人盯着瞧了又瞧。像，太像了，她就是我的妹妹，亲妹妹。向太傅和太傅夫人颤抖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妹妹，她就是我们的妹妹。太傅夫人颤抖着身子快步走向胡招娣，哭得泣不成声。孩子，我的孩子，娘终于找到你了。胡招娣如遭雷击，忘了做出反应，一脸的呆滞。啥情况啊？这是一来一句话都不说，抱着就扔孩子，哪有这样的？就不怕认错了吗？季大爷老两口和纪春花两姐妹也实话了。他们刚才不是说是来感谢招娣半年前的救命之恩的吗？这咋一见面就认亲了？这位夫人，你先离我远点，我身上挺脏的。不脏，幺儿，你一点儿都不脏。向太傅比他的夫人冷静一些，虽然也很想上前抱抱这个分离了11年的女儿，但他又怕吓到女儿，他上前扶住自家夫人。夫人，你先平复一下心情，别吓着女儿。孩子，我吓到你了吧？抱歉，是我太激动了。没事。他仔细打量了眼前的这对中年夫妇，不得不说，他和眼前的中年男人有7分相似，眼睛和鼻子与中年女人的简直一模一样。胡姑娘，我们又见面了。说说吧，这是怎么回事？初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和向大人长得很像，眼睛和鼻子又和夫人如出一辙。回去后我就着手调查了你的身世，不查不知道，这一查还真让我查到了蛛丝马迹。经过多方查证，你就是向大人走失的女儿向新瑶。向新瑶，听到这个名字，胡招娣微微一怔，前世他也叫这个名字。刚穿越过来时，他还疑惑为何他会穿越在一个叫胡招娣的人身上呢？原来向新瑶才是原主原本的名字。你说我是他们的女儿，有何证据？瑶儿，你的右脚有个莲花形胎记。胡招娣赶紧转身跑进屋，脱下右脚的鞋袜看了看，喵了个咪的，还真有莲花形胎记。这个胎记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我是千金大小姐。没错，我的右脚真有一个莲花形胎记。这么说，我真的是向家的孩子。太傅夫人这下彻底忍不住了，她泪流满面的来到向新瑶面前，一把将她紧紧抱住，泣不成声。孩子，我的宝贝女儿，娘终于找到你了，都怪娘当初没能好好看好你，是娘把你弄丢了，都是娘不好。孩子，好孩子，我的瑶儿，终于找到你了。为父找了你11年啊，整整11年。向新瑶忍不住鼻子发酸，眼里也蓄满了泪水。向家3个儿子和向新宇早已泪流满面，但此时不管他们有多想与妹妹相认，都不忍心打扰父母，他们心里太苦了，苦苦寻找向新瑶11年，就让他们好好发泄一下。瑶儿，这是你的大哥向彦卓，这是你的二哥向彦林，这是你三哥向彦辰，她是为父收养的女儿向新宇，比你大2岁。向新瑶脑补了许多假千金为取代真千金，各种阴阳怪气，阴谋阳谋不断，瞬间头皮发麻。他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和假千金斗法的事情上，只想快快乐乐的赚钱。大哥、二哥、三哥、姐姐、妹妹，终于找到你了，你真漂亮，长得像爹爹。妹妹，这些年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从今往后，我一定好好照顾你，要做什么我去做，把你的手养回来。咦，啥情况啊？假千金居然哭得那么伤心，不会是装的吧？要命，分不清是真是假。没事，对我来说，苦难已经过去了。老婆子还愣着干啥？快去做饭啊！哦，对，我去做饭。丫头，你终于熬出头了，恭喜你与亲生父母相认，以后就不必留在这小山村受苦了。大爷，我不会离开。不等向新瑶把话说完，太傅夫人瞬间脸色煞白。瑶儿，你不愿意跟娘回家吗？娘，您先别激动，听我把话说完。我不会离开大湾村太久，这里也是我的家，我很喜欢这里。就算我跟你们回去，我每年都会回来这里住一段时间。我答应过村民们，我要带着他们共同致富，摆脱贫困。爹娘，这里有我放不下的家人，我希望你们能理解。
好孩子，我们不会干涉你的决定，你想做什么就大胆去做，做不好的还有爹娘和你的3个哥哥给你兜底。你想每年都回来住一段时间，我们当然不会有任何意见，若条件允许，我们都陪你回来。妹妹，在我们家我是最闲的，你回来这里可要带上我。好，谢谢爹。老大哥，多谢你们收养了瑶，照顾了她这么多年。您别这样，实不相瞒，丫头来我们季家也才半年时间，她之前是被胡家用3两银子买回来的，但她在胡家过得太惨，直到半年前，丫头和胡家断绝了关系，才来到我们季家。向家人和莫锦南一听，心都忍不住揪了起来。他在胡家过得怎么个惨法？胡家人根本就不把她当人看。季大爷简单将向新瑶在胡家11年的苦日子简单说了一遍，听得向家人和莫锦南全都捏紧了拳头。胡家在哪儿？我这就去废了他们。二哥，别冲动，胡家人已经遭到了报应，而且我不想他们那么快嘎去，炖到割肉才疼，仇要一点一点的报。向燕林一听，这才作罢。瑶儿，你就是现在跟我们回去，也赶不到汴京过年，我们决定全部留下来，过完年再启程回汴京。如此甚好，这样我就能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妥当了。丫头，你的房子还要继续建吗？当然要建，不然我要是和我父母亲人一起回来都没地方住。听到向新瑶的回答，季大爷满心欢喜。爹娘，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和大娘一起做菜，你们也尝尝我的手艺。老爷，咱们的女儿真的好优秀，可也足以证明她吃了很多苦。是啊，她非常优秀，不愧是我向天阳的女儿。妹妹真的好棒，居然还会做饭，看来我以后也得好好学学。莫锦南则是面无表情，心里却欢喜不已，终于又能吃到这小丫头做的菜了。这时老秀才带着季家的孩子从私塾回来了，见到季家门外的阵仗，老秀才吓了一大跳。你们是何人？来此有何事？我是私塾先生，季家担心孩子的安危，便托老朽下学后把孩子送回来。老朽是送孩子过来的。那你老快请进吧。老秀才带着季家的孩子进入季家院子，看到的就是几个衣着华贵的人正坐在季家院子里有说有笑的。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2位是丫头的亲生父母，他们都是丫头的亲人，从汴京找来的。像，确实像。招娣丫头至少有7分像她的父亲，3分像她的母亲。丫头姓向，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向新瑶，以后就别再叫她招娣了。从今日起，丫头和胡家就彻底没有任何关系了。对，新瑶好听，以后再也不叫招娣了，找到亲生父母好啊，以后再也不用吃苦受累了。老秀才笑得满脸欣慰，但心里却有万般的不舍。季大爷老2口和季春花2姐妹去了季家3兄弟家，把空间留给向新瑶一家。莫公子，多谢你帮我找到我的亲生父母。你打算如何谢？不会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吧？那你想要我如何答谢？以身相许如何？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集在向新瑶的身上。可以换个答谢的方式吗？为何要换？我这人什么都不缺，似乎没有需要的东西。我还没及笄，不考虑婚姻大事。我可以等你及笄。这家伙当初就不应该救他。莫锦南看着向新瑶一脸的不愿意，又忍不住想逗逗他。不管你愿不愿意以身相许，你将来都只能是我莫锦南的夫人。凭什么？因为我和你从小就定下了婚约，只要我不愿意，你这辈子都无法解除婚约。瑶儿，这是真的，你娘和赫连太妃情同姐妹，你还在襁褓中时，先皇和赫连太妃就为你们定下了婚约。先皇、赫连太妃，向新瑶的脑子飞速运转。莫非莫锦南这家伙是皇室中人？难不成他是那个什么赫连太妃的儿子？要真是如此，那自己的未婚夫就是个王爷。莫公子，请问你是何身份？这很重要吗？当然重要，你都说了你是我的未婚夫，我总不能连你的身份都不知道吧？小妹，你的未婚夫可是当今皇上的基列，被册封为贤王，还是咱们凌啸国的战神王呀，从上阵杀敌至今上无拜届。你当真是王爷？如假包换，你家所有人都可作证。当初我救你的时候，你可是抠抠搜搜拿200两银票让我给你买东西，还要把剩下的要回去。王爷有这么穷的吗？莫锦南一脸的尴尬。我那个时候是真穷，身上带的银票都给士兵们买了粮食和药材。从山洞回汴京时，身上只剩下100两的银票。原来如此，那你怎么不早说呀？我怎么好意思说？你当初身上穿的跟小乞丐差不多，又瘦又小，一看就是吃不饱穿不暖的小可怜。嘿嘿，我把那200两的银票还你，你答应解除婚约行吗？莫锦南将手伸进怀里，掏出1沓银票递给向新瑶。我给你2万两银子的银票，你别再提解除婚约行吗？2万两银子就想把我买回去做媳妇，我就值那么点银子？当然不是，2万两只是要你别提解除婚约，彩礼肯定不止2万两。成亲后整个贤王府都是你的，包括本王。嘿嘿，那我就真的可以躺平了，不提就不提。不过的事先说好，在我自己不是心甘情愿的情况下，你不能逼婚。没问题。倒不是说他现在就已经爱上了向新瑶，只要和他有了婚约，他就能名正言顺的拒绝别的女人。最重要的是，他能名正言顺的拒绝皇上给他塞女人。
第二天一早，向新瑶就和莫锦南、二哥就上山去了，其他人都跟着季大爷来到小松林。这个是建了做何用？这个是猪圈，建了养猪；这个是鸡舍。哇，妹妹还打算养猪养鸡，应该很好玩，以后我都要跟妹妹一起回来。招娣妹妹还打算养鱼呢。妹妹叫向新瑶，以后都不叫招娣了。大爷，你可不能再叫错了。对，不能叫招娣了，要叫瑶儿。瑶儿以后要养家畜，不止鸡鸭鹅和猪，有可能还要养别的呢。怎么办？我都不想回汴京了，好想留在这儿。不过妹妹在哪儿我就在哪儿。爹，孩儿回汴京后就把重要的生意迁到云城，这样妹妹以后回来，孩儿还能照应汴京留点收益一般的生意如何？没问题，你不说，为父都想让你这么做。这地方不错，以后为父告老还乡，就来这个地方养老。爹，您老告老还乡就来这里养老，那瑶儿若是和贤王完婚，以后还能经常来此处吗？会来，晨儿就放心去做。他了解莫锦南，莫锦南更讨厌留在汴京，要不是为了他的母妃，他恐怕早就离开汴京，云游四海去了。爹，要不等回汴京，孩儿向皇上请缨，到云城任职如何？卓儿，此事不能急，暂不可轻举妄动。皇上生性多疑，做事操之过急，为父怕适得其反。孩儿明白了。午饭后，向新瑶则和家人一起去了县城。妹妹，这里山清水秀的，真的好漂亮，以后我都要跟着你，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好不好？我不是已经答应你了吗？我这不是怕你反悔吗？有什么好反悔的？你想跟着就跟着呗。我昨天拿给你的那些衣服你都没试。姐姐，昨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试啊？你又不是今天就要回去，晚上回去是不行吗？行，那你晚上可别忘了。忘不了，放心吧。瑶儿，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你以后回来可得带上娘啊。那也得爹答应才行啊。为父当然答应，你娘跟着你，难道为父还会不放心？爹，跟我回来可是风吹日晒的，生活不比在汴京，这边会很辛苦。娘没那么娇气，说真的，娘也想跟你一起种菜养猪，过自由自在的生活。瑶儿，为父告老还乡后都想来这边养老，要不爹给你一笔银子，你把小松林后面的整座山都买下来。也不是不可以，爹，您不用给我拿银子，我自己有，等会儿就去县衙把那座山买了。哎，买山得为父掏银子，不然以后为父怎么好意思跟你回来？为何会不好意思？难道我不是您的女儿吗？儿女尽孝，天经地义。瑶儿啊，从你3岁走失，为父就没有尽到养育你的责任，你就别跟为父争了。不过为父身在朝堂，不能暴露身份，买山头的事还得你出面。好吧，那我出面去买。这些银票你收着，喜欢什么尽管去买，银票花完了就告诉为父，为父再给你拿。来到县城，向新瑶和莫锦南先去了县衙。他之前就打算将整座山买下来，但又怕手里的银子周转不开，想忍到年后再买。经过一番交涉，签了文书之后，向新瑶刚想掏银票，莫锦南就将银票递过去了。你干嘛？给银票啊！那座山我也很喜欢，你买地建房，我买山头，以后回来也能有地方安身不是？向新瑶满头黑线，那些可都是自己的固定资产，这家伙非要掺一脚。算了，反正现在他是自己的未婚夫，要是哪天解除婚约了，那就给他银子，把那座山的所有权要过来。他堂堂一个王爷，应该不至于贪自己那点财产。早饭过后，向家人和莫锦南要去置办年货，可就在向新瑶准备上马车时，他的右眼皮突然跳了几下，一股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他的心一下子就慌了起来。先等等，我眼皮跳得厉害，我不放心大眼，我得先去看看。我陪你去。3个哥哥也看过来，莫锦南道：我去就行，你们在此稍等。只要有和向新瑶独处的机会，莫锦南一丝一毫都不想放过。他直接大手揽上向新瑶的纤腰，练起轻功便往小松林飞掠。3个哥哥看着莫锦南揽着向新瑶腰肢的手，恨得牙痒痒。妹妹才找到，这头猪就迫不及待的要拱妹妹这颗尚未成熟的小白菜了，好气啊！莫锦南和向新瑶赶到小松林时，刚好看到胡大山正一把推向季大爷。你敢动我大爷，我就赶你老娘！莫锦南一抬脚，一脚就将胡大山踹倒。大爷，怎么样？你有没有受伤？我没事。胡大山这畜生刚推我你就来了，他又把我抓住，所以我一点事都没有。怎么回事？他怎么会来这里？来偷木材的，被我抓了个正着，他就急了，说是家里没柴烧了，天气冷，不想上山打柴。我说了他几句，他就动手推我。偷木材，好大的狗胆！哎，造孽呀！胡大山出去找活干，2个女人在家里，连点柴禾都不去打点，过的什么日子？过的什么日子都是他胡家人的事，偷我的木材就是不行。山里又不是找不到柴禾，天气冷就能理所当然偷别人的吗？冷笑着走向胡大山，蹲下身子，笑得一脸戏谑。敢偷我的木材，你想好后果了吗？招娣，你求饶的话尚未出口，向新瑶就甩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本姑娘姓向名新瑶，亲生爹娘取的名字。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滚开！胡大山忍着疼痛爬起来的离开小松林，
你就这么放过他？你看我有这么好说话吗？敢偷我的木材，那是要付出代价的。你想如何做？晚上你就知道了。走吧，咱们先把大爷送回去。你们先回去吧，不是还要去县城吗？现在已经没事了，我再逛一会儿。大爷，回去吧，那畜生已经受伤了，1个月内做不了妖，除非他活够了，木材不会再被偷了。你们快回去吧，我回去也闲不住，就随便逛逛。那好吧，您自个儿小心点，早点回家。好，你们快去吧。安排好家里，向新瑶才上了马车，带着家人去了县城。向新瑶先去找了一趟韩东升和吴英海，把自己要去汴京的事情说了一遍。韩大哥，调味料我会在年初4给你送来半年的量。我离开的这段时间，有空帮我去我新建的房子那边看看。设计家有困难，多帮帮他们。等我回来，帮了多少，我连本带利一起还你。新瑶妹妹，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虽然你有了亲哥哥，但我和吴大哥也是你的哥哥。什么连本带利一起还？你这是有了亲哥哥，就不要我们这2个义兄了。当然不是，但我也不能让你和吴大哥吃亏，不是？你可打住吧！你什么时候让我和吴大哥吃亏过？只有我们占便宜的份。好了，我要去置办年货了。向新瑶一家人和莫锦南穿梭在热闹的县城街道中，买了红纸、鞭炮后，又去买了不少花生、瓜子和糖果、糕点，什么布料、丝线、成衣全都买了。半夜，向新瑶便打算是偷偷出门，莫锦南早就在门外等着了。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出来？我都等你很久了。你不好好睡你的觉，等我干嘛？等你一起干坏事。嘿嘿，那走吧。来到胡家院子外，莫锦南皱眉问：“这就是买你的那家人，特么的也太穷了，真是委屈了他的未婚妻吃了那么多苦。”没错，就是这家。你要如何做？上屋顶，把他家房梁取下来放他家院子里。为什么不直接带走？我又不是小偷，家里也不缺柴烧，他家不是没柴了吗？咱们就当帮他家一把好了。有道理，不愧是我的未婚妻，英明啊！把房梁抽了，虽然不至于把人砸死，但连接房梁的木板还是会掉下来，受伤是必然的。这个年，胡家别想好好过。胡家的房间不大，也就意味着一根房梁并不算长。房梁全部抽出来还是怎么样？你高兴怎么来就怎么来，我没意见，不过尽量别伤到人，让他们慢慢受折磨。下一秒腾空而起，飞身上了屋顶左边的墙顶，把东西取出都扔胡家院子里，然后飞身从屋顶下来，一把搂住向新瑶的纤腰，运起轻功回了季家。回到季家院子，莫锦南还是一脸紧张。你跑什么呀？干了坏事不跑，难道等着被人抓包啊？对呀，我就是想等着被胡家人抓包，让他知道偷我木材的后果。哈，那咱们现在回去？算了，回都回来了，回屋睡觉。胡家人绝对能猜到是我干的，我等着他们明天上门讨说法。午时刚过，天空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想象中的胡家人并没有上门讨说法，胡大山让张氏去村里请人来帮忙把房梁弄上去，可张氏跑遍了整个村子，没一家人愿意去帮忙的。没办法，一家3口挤在一个在屋子里相互挤着取暖。大哥大嫂，感谢你们收留瑶，给他一个家，我向家感激不尽，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向某先干为敬。话可不能这么说，是我们应该感谢瑶，没有他，我们村有多少人吃不饱穿不暖，更别说让孩子上学。是啊，是我们全村人应该感谢瑶儿，他可是我们全村人的恩人呐。好了，大过年的，吃好喝好玩好才是关键。来，大家干一个，祝我们大家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富足。干！热闹的气氛，美味的菜肴，每个人的脸上全都是满足的笑容。这还是第一次，他们过年能吃上这么丰盛的菜肴。晚饭后，屋外的地面已经全白了，大雪转小雪，依旧没停。转眼3天年已过，向新瑶和向家人准备启程回汴京。临行前，向新瑶给了季大爷500两的银票。大爷，这些银票您收着，给村民们发工钱，买建房材料，小鸡仔和小猪仔这些，该花的就花，不要总想着省钱。瑶儿，要不了那么多，村里还有很多人都还欠你银子，哪能花那么多？您快收起来，我这次回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万一我回来晚了，您还得找人帮我把小松林开垦出来的地给种上，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季大哥，你就收起来吧，说白了，这银票又不是给你的，拿给你保管，也是花在瑶儿身上，多留点给你，也是怕发生突发状况。好吧，那我就收下了。大爷，倘若发生突发状况，银票不够花，而我又还没回来的情况下，您就去福满楼找我韩大哥借，我回来就还给他。好，我记住了。瑶儿，你的亲生父母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就多陪陪他们。小松林的房子和地你就别操心了，家里有我和你大爷，还有你季大哥他们在，都会给你安排的妥妥的。好，大娘你们要保重身体。放心吧，自从你来了我们季家，生活好了，我和你大爷这段时间都感觉身体比以前好了很多呢。哎，那我该走了，大娘等我回来，房子建好了就一起搬去小松林住。好，都听你的，去吧，路上小心。
向心瑶一行人出了县城，便打马加速，大伙到达云城，在云城包下一家客栈住下。向大人，为了大伙的安全，也为了能更快的回到汴京，不如另辟捷径，换一条道走，不走官道。王爷打算换哪条道？走山路。虽然山路不好走，也很容易遇到山匪，但总比被杀手追杀强。杀手冲谁来的？你们来的时候也遇到杀手了吗？杀手是冲我来的，我们来的时候确实碰上了好几波杀手，护卫折损近半。能详细说说吗？是当今皇上，他怕本王谋反，抢了他的皇位，也怕将来本王妨碍了当今太子，便想方设法不让本王活着回京。他既想让本王替他征战天下，又不想本王活着。向心瑶眯起了眼睛。原主从3岁被卖到大湾村，对外面的消息可以说完全不知。天高皇帝远，更不知道当今皇上到底是昏君还是明君，所以向心瑶对凌霄国的皇帝完全不了解。爹，在您的心里，当今皇上算不算明君？瑶儿慎言，此话不可当着外人说起。当今皇上在为父心里算不上仁德的明君，但也不算是昏君，只能说他能力一般，心思全都放在了如何稳固皇位上了。爹，女儿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您放心，女儿不会在外面胡言乱语的。爹，这样的皇帝值得你为他鞠躬尽瘁吗？瑶儿，为父并非是为了皇上鞠躬尽瘁，而是为天下百姓。若朝堂的官员全都不作为，那天下百姓该怎么办？身在官场，总得为老百姓办点实事。说真的，早几年为父就想辞官安心寻找你，可你3个哥哥尚未有所成就，为父也不敢轻易辞官啊。是啊，若不是为了天下百姓，为了本王的母妃，本王早就离开汴京云游四海去了。为了你母妃？皇上软禁了本王的母妃，以母妃的性命胁迫本王为他征战天下，本王的母妃在他手里，就哪儿都去不了。你跟我详细说说你母妃现在的情况。莫锦南思索了片刻，还是将赫连太妃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那几个看守母妃的高手实力都很强，想要把母妃救出来，简直比登天还难。外人可以去看望你的母妃吗？一般人很难进去看望母妃，但你应该不是问题，毕竟你是本王的未婚妻。此事等回到汴京咱们再商议，说不定我有办法救出你的母妃。真的？现在还不敢打包票，到时候才知道。既然一路上都有杀手追杀，那咱们就不走官道改走山道，不过的将马车处理了，再买些马匹。是得处理掉马车里的东西，那些东西可不能扔了，我来想想办法。原本这些东西都可以放进空间里，又不会坏，可身边那么多人，放进去就不能拿出来了，会被当成妖怪的。不会扔的，咱们走山路，基本上就没有可以投宿的客栈和吃饭的饭馆，吃的东西正好可以留着路上吃。那就找个地方寄存起来，又不是不回来。次日一早，等大伙买马匹回来时，向心瑶已经在客栈大厅等着他们了。瑶儿，马车都处理好了吗？都处理好了，弄好东西，咱们就可以出发了。其实向心瑶趁没人的时候把马车收进空间里，这么豪华的马车拿去寄存，他还担心人家偷偷用呢。好，我来安排。莫锦南和如风主仆俩将所有的东西都绑在马背上，包括向心瑶买的被褥和草席，一行人步行出城。娘，家里都有哪些亲戚？孩子，你爹这边有兄弟6个，但在汴京的就只有你大伯和三叔。你大伯那人嫉妒心强，手段卑劣，和我们家关系并不算好。你三叔倒是为人正派，和我们家也常来往。至于娘这边，你有2个舅舅，你外祖父和外祖母已经过世了。对了，你还不知道吧？娘姓白明镜，你大舅舅叫白木，二舅舅叫白浩。女儿还真不知道，是娘的疏忽，没早些告诉你。你2个舅舅都很好，这些年他们都有帮忙找你，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你被卖到这么远的地方。娘，可能是命中注定咱们母女要分别几年，老天爷要让我出去历练几年，以后咱们家的那些亲戚对咱们好的，咱们也真心相待，对咱们不好的，咱们远离就行。你说的对，孩子，以后咱们就远离你大伯一家。出了城，一行人策马奔腾，然而没走出多远，天空开始下起了大雪。莫公子，雪太大了，不走山路了，赶快下山，咱们还是走官道，雪太大，在山里太危险了。好吧，那就抓紧时间下山，待在山里确实危险，主要是山里气温会更低，最怕的是路面结冰，马儿无法行走，万一一连下好几天的雪，咱们恐怕会被困在山里许久。那就原路返回，去城里取马车。不，原路返回不划算，就顺着这座山赶紧下山，马车的问题交给我，你们在官道上找地方避雪等我。可是你一个人去怎么行？还是我陪你去吧。我爹娘和我姐姐都不会武功，现在又是下大雪，你得留下来保证他们的安全。你放心，我会很快追上你们，我一个人速度会更快。说完，向心瑶不等莫锦南拒绝，调转马头就走。莫锦南想追上去，前方却传来向心瑶的声音：莫公子，拜托你照顾好我的家人。向心瑶一路都不敢耽搁，花了半个多时辰才跑到山下，终于寻到一条小路上的官道。向心瑶意念一动，从空间里取出3辆马车，然后大树下等着。此处距离云城虽然不算远，但一个来回也不可能这么快。
要如何跟家人解释自己能有这么快的速度呢？想了许久，向心瑶也没能想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他左等右等，也没有等到莫锦南一行人下山，准备再次将马车送进空间去找莫锦南他们时，马蹄声越来越近，是莫锦南和向艳玲骑着马赶来了。妹妹，你这是飞去云城的，怎么速度这么快？你猜？我猜不到，你快告诉我。嘿嘿，我抄近路回去的，你看我的马，跑得全身都冒白气了。莫锦南和向艳玲看着全身正冒着热气的马，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可马车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了，不信也得信。3辆马车来到向太傅一行人身边时，向太傅夫妻和向心雨已经冻得瑟瑟发抖，赶紧让他们上了马车。大家再次赶路，这场大雪一直下到次日天亮才停下来，积雪太厚，也没办法继续赶路，只能在投宿的小镇上继续逗留。向心瑶又是个闲不住的主，见没办法继续赶路，就想去山里碰碰运气。莫锦南和他的家人都不愿意让他一个人进山，为了父母和姐姐的安全，向心瑶坚持让3兄弟都留下保护父母和姐姐，莫锦南一个人陪他进山。莫公子，你第一次见到我，是不是就开始怀疑我的身世了？是。那你当时为何不告诉我？因为不确定，所以才没有告诉你。而且向家还有你姐姐向心雨的存在，我必须确定你的真实身份。心瑶，抛开你是我未婚妻的身份，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希望你受到一丁点的委屈。说真的，我只是个在乡下长大的乡野丫头，你不排斥我这个未婚妻吗？我为何要排斥？你不但会医术，还如此特别，比汴京的那些贵女强太多了。我到底哪儿特别了？对于这个婚约，向心瑶虽然不怎么排斥，但也没办法一下子就接受若只是长得好看而3观不合的话，他还是会选择解除婚约。只是他不愿意和皇室扯上关系，更不愿意让自己陷入后宅的争斗中。莫公子，说真的，其实我不太接受这桩婚约。为何？你们这些达官贵人，哪个不是3妻4妾的？我可不喜欢和别的女人共享一个丈夫。我不内妾，更不想做什么达官贵人。若给我选择的机会，我宁愿跟你一起去大湾村享受田园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向心瑶笑了，心里暗下决定，相处一段时间看看，若这个男人真的值得托付终身，他以后留在汴京和他一起生活也不是没可能。时隔半个月，黎大家则回到汴京。此时太傅府大门敞开，恭迎老爷夫人回府，恭迎3位少爷回府，恭迎大小姐回府。这是我向家真正的女儿，是向家真正的大小姐。虽然雨儿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但她也在向家生活了11年，她也是我向家的女儿。从今往后，雨儿是大小姐，瑶儿是2小姐，谁若是敢苛待2小姐，那就滚出向家，永不录用。恭迎2小姐回家，大家不必多礼，随意就好。下人们全在门口迎接，是因为一行人还没到城门口，莫锦南就派人来向家报信了。向心瑶话音刚落，下人们就抬起头来打量她了。这回不会错了，绝对是2小姐，她和老爷长得实在太像了，眼睛嘴巴像夫人，真漂亮。真没想到2小姐长得如此国色天香，看上去还平易近人，这个2小姐一定很好相处。我见过汴京第1美人戚如渊，感觉2小姐比戚大小姐还漂亮。瑶儿，这个房间你可还喜欢？娘，我很喜欢，没想到咱们家这么大，这么气派呢。咱们家不算大，也不算气派，贤王府才大，才气派呢。那是别人家，跟我没什么关系。谁说的？贤王府将来也是你的家，怎么会跟你没关系？嘿嘿，未来的事谁也说不清楚的。瑶儿，为父想这2天给你办个家宴，让你和汴京的年轻一辈都认识一下，如何？爹，此事不着急，女儿刚回来，对汴京根本就不了解，等过段时间再说。也行，你想什么时候办都可以，到时候你提前跟为父说，为父来安排。好，谢谢爹。傻孩子，爹娘找了你那么多年，如今终于把你给找回来了。以后在家里你想做什么，尽管放开大胆的去做，爹娘和你的3个哥哥都会支持你。爹也希望你能多交几个朋友，以后在汴京也有属于你自己的圈子。明日让你2哥和姐姐陪你去逛逛。好的。心瑶，明日去贤王府看看吧。你想在哪儿种菜，我让下人提前整理出来。也行，那明日就先去贤王府看看。那明日下朝后，我过来接你。晚饭后，关上房门，向心瑶迫不及待地进入空间。之前她进入空间，手镯就没办法自动隐藏起来，但这次进入空间，手镯居然还是处于隐藏状态。也就是说，以后她不管在任何地方进入空间，都不会有人发现她的手镯。这次空间还拓宽了。次日一早，来到膳厅门口，向太傅刚好下朝回来了，见父亲脸色不太好，向心瑶迎了上去。爹，您这是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哎，皇上说要见见你，用完早膳，为父带你进宫。他没病吧？干嘛要见我？因为你是贤王的未婚妻，他说他是贤王的皇兄，你既然回来了，就该去见见他。向心瑶无语了，这皇上是真的有病，还病得不轻，昨天才回来，今天就要求进宫去见他，什么人吗？
爹，可以不去吗？不可以，为父也不想让你去，可那是皇上，为父没办法拒绝。喵了个咪的，跪天跪地跪父母，这些无可厚非，但一想到进宫就要跪这个跪那个，想想都憋屈。看着向心瑶一脸的不情愿，向太傅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孩子，委屈你了，可那是皇上，不愿意见也得见。先进屋用早膳吧。妹妹，今儿个是怎么了？早膳不合胃口吗？不是，三哥，你说皇上是不是有毛病？我才回来就着急要见我。这有什么？那你可是皇上未来的弟妹，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皇上当然要见你了。妹妹，你连杀手都不怕，还怕见皇上？你只要不惹怒皇上，就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我不是怕皇上，我是不想下跪。一进宫不是要跪这个，就是要跪那个的，烦死了。瑶儿，这话以后可不能在外面说，天子脚下，还是谨慎些为好。是，女儿记住了。好了，快吃吧，早膳都凉了。就在这时，大门外传来敲门声。奴才拜见王爷。免礼，二小姐起来了吗？回王爷，二小姐已经起来了，正在膳厅用早膳。进入膳厅，向家人正欲起身行礼。不必多礼，都坐下。新瑶，今日只能先进宫面圣，等从皇宫出来再去王府。向新瑶点了点头，不开心全都表现在脸上。怎么了这是？没事，妹妹这是不想进宫，有点不开心呢。怎么了？为何不想进宫？我不想委屈我的膝盖。你不想跪就别跪，有我在，皇上也不能为难你。真的，我可以谁都不跪吗？当然，皇上都可以不跪，何况是别人。那好，用完早膳就进宫。向太傅却是一脸的愁容，他既不想让女儿受委屈，又怕皇上迁怒向家。女儿从小在乡下长大，规矩礼仪还没教呢，要是冒犯了皇上，向家人的日子可不会好过。向大人不必担心，有本王在，本王会护向家周全。用完早膳，向心瑶就跟着父亲和莫锦南进宫去了。一进入皇宫宫门，向心瑶就忍不住四下打量。莫锦南，我今天能去看看你的母妃吗？当然能，我回来都还没去看过她，等会儿我带你去。三人来到御书房门口，莫锦南让守在门口的太监进去通报。片刻后，书房里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让他们进来。”王爷，向大人，皇上让你们进去。莫锦南连一个眼神都没给太监，抬脚进入书房。臣弟见过皇兄。微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抬起头，看向向心瑶，向心瑶学着莫锦南的样子抱拳行礼。臣女见过皇上，给皇上请安。向爱卿没教令院见到朕该如何行礼吗？皇上恕罪，小女昨日才回到相府，今日微臣下了朝便带她入宫，还没来得及教她规矩礼仪。从太傅府进宫至少得走2刻钟，这一路上你就不能教她？见到朕连最基本的行礼都不会，眼睛长着也应该会看吧？向心瑶在心里翻了个白眼，直接装憨。皇兄，心瑶是臣弟的未婚妻，将来也是皇兄的弟妹，臣弟见到皇兄可以不跪，心瑶为何不可以呢？你放肆！就算是皇后见了朕都得行礼，何况是她？她现在还不是贤王妃呢。皇兄，心瑶是在乡下长大的，在此之前最大的官也就见过村里的李正，他昨天刚回来，你今日就宣他进宫面圣，他能学着臣弟给你行礼已经很不错了，别要求太高。你这话是何意？皇兄，你堂堂天子，一国之君，别欺负乡下来的丫头，传出去会被世人耻笑的。莫锦南话中的意思很明显，皇上这是摆明了欺负乡下来的丫头。你放肆！就算她是乡下来的丫头，难道不知道在整个凌霄国，无论是谁见了朕都得下跪行礼吗？朕是天子，乡下来的丫头难道就不知道朕才是老百姓的天吗？向心瑶又在心里翻了个白眼，看了一眼依旧跪在地上的父亲，瞬间变脸。皇上，臣女从小在乡下长大，养父母很毒没人性，从小不把臣女当人看，臣女目不识丁，也不懂什么规矩礼仪。臣女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来汴京，第一次进宫，第一次见到皇上威严而又慈爱的容颜。臣女被皇上的容颜所震慑，连路都不会走了。臣女都不知道该如何做，还望皇上见谅。向心瑶故意磕磕巴巴的说话，加上他脸上惊恐的表情，把紧张、害怕、无措表现得淋漓尽致。皇上听得直翻白眼，嘴角不停地抽抽。向爱卿快请起，令月应该快及笄了吧？多谢皇上。回皇上，小女3月初9及笄，还有月余。既然令院快及笄了，她又是贤王的未婚妻，将来嫁入皇家，可不能不懂规矩礼仪，不如就让令院留在宫中，朕让皇后亲自教导她。我谢谢你全家。皇兄，向大人一家和女儿失散了11年，刚找回来都尚未好好团聚，你就让人家分开，这不合适吧？朕又没说今日就让她留在宫里，你急什么？朕是那么不近人情之人吗？
向家丫头刚找回来，朕当然要让她多跟家人团聚。向家丫头，朕允许你在家陪父母1个月，3月初1入宫学规矩礼仪如何？向心瑶此时还不敢激怒皇上，只能答应。是，臣女谢皇上恩典。皇兄，心瑶刚回来，尚未见过臣弟的母妃，臣弟今日便带她去见见母妃。皇上也害怕莫锦南看出他的目的，也怕向心瑶对他印象不好，赶紧装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模样。应该的，赶快带她去吧。你也许久未曾见到母妃了。多谢皇兄，臣弟告退。微臣告退。臣女告退。走出御书房，三人的脸色都极其难看。三人都是绝顶聪明之人，岂会看不出皇上心里的那点小九九呢？向大人，你先回去吧，我带心瑶去见见我母妃。王爷，晚上到府上用膳。好。莫锦南点头，他知道向太傅的言外之意。莫锦南带着向心瑶去了赫连太妃的寝宫。赫连太妃面容清冷，身材消瘦，五官精致绝伦，看上去也就30出头的模样。赫连太妃是西域和亲公主，虽然貌若天仙，但并未得到先皇多少恩宠。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因为当时还是皇后的太后从中作梗。母妃。赫连太妃微微一怔，扭头看向莫锦南，下一秒却被莫锦南身边的向心瑶吸引了目光。你是向家的丫头？臣女给太妃娘娘请安。是的，太妃娘娘，臣女是向心瑶，是向家师31年的女儿。哪儿？找个时间找你皇兄与向家解除婚约吧。向心瑶猛地瞪大双眼，我靠，我没得罪这未来婆婆呀！刚见面就要莫锦南与我解除婚约，这是嫌弃我是乡野村姑，配不上您儿子吗？不过解除婚约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母妃，儿臣不能和心瑶解除婚约。唉，母妃又何尝愿意你和向家丫头解除婚约？可母妃已经成了你的软肋，你不能让向家丫头也步了母妃的后尘呢。母妃，若儿臣与心瑶解除了婚约，便正中皇兄下怀，心瑶会被他毁了一辈子。赫连太妃满脸震惊地看着向心瑶，瞬间明白了莫锦南话中的意思。这个皇帝连尚未及笄的孩子都惦记，真是个畜生。向心瑶明白了，不是她这个未来婆婆不喜欢她，也不是她得罪了这个未来婆婆，而是这个未来婆婆不想让她成为莫锦南的软肋，不想让她落得和她一样的下场。太妃娘娘，您不用担心，臣女有自保的能力。赫连太妃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向心瑶，这丫头明明看上去弱不禁风，可她居然说她有自保的能力。在吃人不吐骨头的皇家，她能如何自保？突然，向心瑶感受到有一道目光落在了她的身上。太妃娘娘，您得好好吃饭，把身体养好。您看您太瘦了。是啊，母妃，您得把身体养好，儿臣在外才能放心。莫锦南也发现了有高手靠近监视。放心吧，母妃好着呢，以后还想抱大孙子呢。既然心瑶找回来了，你可得好好对她，不能让她受了委屈。儿臣知道。好了，你们都回去吧。心瑶刚回来，应该好好和她的父母团聚一下。不过男儿倒是可以常带心瑶来陪陪母妃，母妃顺便教教她宫里的规矩礼仪。儿臣记住了。行了，回去吧。两人都知道此时不能多逗留，毕竟言多必失。人离开皇宫，往太傅府走去。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走着，因为两人都感觉到了身后有尾巴。回到太傅府，身后的尾巴才没有继续跟踪。太傅府守卫森严，虽然比不上贤王府，但也没差太多。一进入太傅府，向太傅就把莫锦南叫去了书房。王爷，皇上对瑶儿生了不该有的心思，本王也看出来了。向大人，你有何想法？说实话，下官后悔了，不该把瑶儿带回来，进入那个狼窝，瑶儿将万劫不复。可下官若是辞官归隐，皇上必定不允，向家人也未必出得了汴京。莫锦南垂眸，他也想离开汴京，带着母妃远离皇上那个恶魔。可他现在连救出母妃都做不到，有母妃在皇上手里，他都未必能保全向心瑶。把向心瑶从云城带回来，真的是个错误。向大人，要不本王选个时间，秘密将心瑶送回云城。太冒险了，一旦让皇上知道，他必定拿你母妃的性命威胁于你，到时候你如何抉择？片刻之后，书房门外传来细微的脚步声。莫锦南眼神一凛，转身走到门口，猛然打开书房门。我能进去吗？进来吧。瑶儿，你怎么来了？爹，如果女儿猜的没错，你们是在商量如何把女儿秘密送走吧？向太傅愧疚的起身。孩子，为父也舍不得把你送走，可为父更舍不得让你陷入狼窝呀。可是爹，您可有想过，我离开了，您和娘还有哥哥姐姐该怎么办？可你留下来将面临什么，你知道吗？孩子，你已经在外面受了11年的苦，为父不能让你刚出狼窝又进虎穴呀。心瑶，别怪你父亲，他也舍不得把你送走。皇上把主意打到你身上，你就逃不掉。这些年被他弄进宫的女人，没几个能活过3年的。爸，
把我送走了，皇上怪罪下来，你们如何应对？瑶儿，让为父想想办法，尽量让你3个哥哥和你姐姐跟着你一起离开，只要能保全你们兄妹，为父就心满意足了。爹，您的意思是要牺牲你和我娘保全我们兄妹？您问过我们的意见了吗？孩子，现在还没决定好呢，不到万不得已，为父也不会做这样的选择。爹，您知道没有父母的孩子有多可怜吗？女儿承受了11年没有父母疼爱的苦，好不容易和你们团聚，你忍心抛下我们吗？爹，若真的要离开汴京，要走一起走，咱们一家人再也不要分开了好吗？孩子，走不掉的，以为父这些年对那个人的了解，我们走不掉的。而且赫连太妃还在那个人的手里，一旦我们有任何异动，那个人就会用赫连太妃的命逼王爷对我们出手，我们走不掉的。把太妃娘娘救出来不就行了？你说的容易，可以我现在的实力根本就做不到。那个人安排了一批高手暗中监视母妃，我试过很多次都没能把母妃救出来，还差点搭上我自己的命。为了救我母妃，我手下的暗卫死了近100人，我不能再拿他们的命冒险了。向心瑶抬头看向莫锦南的眼眸，他的眼里有痛苦，有绝望，也有心疼。我有办法救太妃娘娘，但此事还得从长计议。爹，莫锦南，若你们都想好了，愿意舍弃汴京的一切，那咱们就好好商议一下，要走一起走。汴京没有什么是我们舍不得舍弃的，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平平安安更重要。没错，你别看我是个手握兵权的王爷，实际上我手里的兵权少得可怜。呵呵，贤王只是个空名头，若不是为了母妃，我早就舍弃了。那就没问题，爹，你们等着，我去把3个哥哥叫来商议一下，咱们接下来该如何做。去吧，这么大的事也不能瞒着你哥哥。向心瑶转身出了书房，1刻钟后，他带着母亲和3个哥哥重新返回书房。没叫向心雨，是因为他没有经营什么产业，也没有定下亲事，而且他明确表示以后要跟着向心瑶。这种事情向心瑶便没打算告诉他，免得他跟着担惊受怕。夫人、卓儿、莲儿、晨儿，今日叫你们过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商量。爹，何事如此严肃？今日皇上宣瑶儿入宫面圣，从皇上看瑶儿的眼神中，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盯上了瑶儿，而且他要让瑶儿留在宫里，说是跟皇后学习规矩礼仪。可他看瑶儿的眼神太过炽热，目的不言而喻。白静和向心瑶的3个哥哥同时黑了脸。爹，此事您打算如何处理？汴京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东西，得想个办法离开汴京，否则瑶儿一旦入宫，这辈子就毁了。我是不可能入宫的，也不可能抛下你们，要走大家一起走，我会想办法救出太妃娘娘，你们尽快变卖自己名下的产业。天子脚下，咱们秘密离开汴京恐怕很难做到，最好是能想个办法让那个人把咱们都流放，只要离开汴京，咱们就能杀出一条血路，一起去大湾村生活。变卖家产也不能明目张胆，最好是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要让那个人把咱们都流放倒是容易，但流放就意味着要抄家，到时候咱们的家产也很难带出汴京。这个你不用担心，不管你有多少家产，只要你放心交给我，我就能给你全部带走，一分都不会给那个人留。还有，想要救出你母妃，还得找一个身形和你母妃相似的人，最好还能找一个易容高手，咱们来个偷梁换柱。不行，这一招我以前就用过，很难成功。你尽管按照我的要求去找，我保证能救出你的母妃。有几成把握？最少9成。莫锦南震惊了，他连5成的把握都没有，向心瑶居然说最少9成。能说说你的计划吗？我只能告诉你，我跟着那个神秘人学了一种叫魔术的技能，我可以把你母妃用魔术变走，但需要一个替身。莫锦南满头问号。魔术类似于变戏法，两者其实差不多，但魔术更加高深莫测一些。原来如此，替身我有，易容高手我也有，能不能救出母妃，咱们都只有这一次机会。行，那咱们这段时间就尽快把家产秘密变卖，不要让那个人收到消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之前还在云城，我就想把产业转移到那边去了。之前还想把不怎么赚钱的产业留在汴京，现在看来完全没必要了。那家里的那些下人怎么办？到时候都遣散吗？可以不用全都遣散，娘觉得哪几个可以带走的，到时候让他们先走，咱们可以和他们约好在什么地方会合，到时候把他们带到大湾村去。如此甚好，咱们家还真有几个下人跟着咱们好多年了，一直忠心耿耿。你确定我们所有的家产你都能带走？当然确定。那你说的魔术能不能把不属于我的东西也变走？应该不成问题，只要不是让我把你的王府、店铺这些变走，其他的东西问题不大。那你跟我走。去哪儿？去王府。莫锦南说完，牵着向心瑶的手就出了书房。向心瑶被莫锦南拉去了他的书房。你不会是想把这些书全都带走吧？这些书没几本是重要的，我要带走的是其他的东西。莫锦南轻轻地转动书房的花瓶，密室的大门就此打开。心瑶，进去看看里面的东西，只要你能用你的魔法全部带走的话，那些东西全都给你当聘礼。
那我倒要好好看看都有些什么好东西。向心瑶抬脚就往暗门里走去。哇塞，这么多金银珠宝，你把国库都搬你王府来了？这些都是我从12岁开始一点点攒下来的，跟国库可没办法比。你的意思是说，国库里的金银珠宝更多呗？那是当然，那可是国库，我这个只是我自己的小库房。好，发财了，全部带走，嘿嘿。他话中的意思当然是包括国库里的金银珠宝，但莫锦南可没想那么多。莫锦南，你是认真的吗？这里的东西只要我能带走的，全都给我当聘礼。当然是认真的，你是我的未婚妻，我们成亲后，我的都是你的。那万一以后解除婚约，我还得把聘礼还回去呗？我不会解除婚约的。万一呢？这样万一以后我提出解除婚约，聘礼你不用还；万一你提出解除婚约，聘礼还一半。为何？没有原因，我心甘情愿，但我不会让你有提出解除婚约的一天。好吧，那我就带走了。带走吧。其实莫锦南是有私心的，他就是为想看看向心瑶所说的魔术，他要确定向心瑶的魔术能救出他的母妃。你先出去吧，我要施展魔法了。我不能看吗？也不是不能看，就怕你觉得有点惊悚。我想看。向心瑶也能想到莫锦南想要的，就是想确定他的魔术能不能救出他的母妃，他想要的就是一颗定心丸。于是向心瑶也不墨迹，点了点头，嘴里开始叽里咕噜念动他自己都听不懂的咒语。巴啦啦小魔仙，魔法变变变，去！意念一动，一间暗室里的东西全都凭空消失。莫锦南瞬间眼睛瞪得跟牛眼睛似的，张大嘴巴当场石化。这就是魔术，怎么跟仙法似的？太神奇了，太让人震撼了。心瑶，我若是现在让你把东西变出来，你还能全部变出来吗？当然能，不然我也不敢大言不惭地说有至少90%的把握能救太妃娘娘。心瑶，只要你能帮我救出母妃，我名下的产业变卖后所得的银两全都给你，另外我再送给你4个人，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送我4个人，男的女的？你不会是想送我4个绝世大帅哥吧？2男2女，这4个人武功虽然不是顶尖，但各有所长。到时候看吧，顺其自然就行。他们要是不愿意跟着我，也别勉强。在王府逛了一圈，莫锦南直接带着向心瑶去了汴京最有名的味之原始府用膳，点了几道招牌菜后，两人便坐下喝茶，等待饭菜上桌。突然，莫锦南眉头微皱，起身走到向心瑶身边，毫无预兆地将向心瑶揽进怀里。这是闹的哪一出？有人跟踪监视咱们。说完，还在向心瑶的脸上亲了一口。心瑶，能把你找回来真好。你是不知道，以前我总想着和向家解除婚约，可见到你之后，我再也不想和你解除婚约了。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认定你了。有必要做戏吗？被人跟踪监视，也没必要突然来个表白吧。向心瑶灵光一闪，她明白了，是那个人派来的。阿南，我也是第一眼就认定你了，此生非你不嫁。这话一出口，他自己都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小脸也红得仿佛要滴血。上辈子他活了26年都没对任何男人说过如此肉麻的话。那我这2天准备一下，尽快到太傅府提亲，把婚事定下来。那你可要快一点哦。好，这样吧，不如就在你及笄当天上门提亲，及笄礼和定亲仪式同一天举行，如何？好呀。直到门口传来敲门声，莫锦南才放开向心瑶。进来。饭菜上桌。瑶儿，你这些年流落在外受苦了，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一阵大风刮来，我都怕你被风吹走，快多吃点。谢谢阿南，你也吃。吃完饭，莫锦南又陪着向心瑶四处逛了逛。瑶儿，你有什么想买的东西没有？还真有，哪些好的花瓶、字画、玉器这些我都想买，年份越久的越好。你要那些东西做甚？拿来收藏啊，以后还能当传家宝，嘿嘿。走，我带你去东大街逛逛。来到东大街，向心瑶震惊了，街道全都是小摊贩，什么花瓶、玉器和各种小物件应有尽有。瑶儿，去看看，看上什么尽管买。向心瑶现在也不能确定能不能回去，万一以后真的能回去，这些东西就能让他狠狠赚一笔。小哥，这个观音怎么卖的？客官，您眼光可真是毒辣，这观音可是珍贵的紫檀木雕刻而成，您看这雕刻工简直神了，客官您一看就是菩萨心肠，长得跟个天仙似的。这观音若是请回去，您往后必定顺风顺水，心想事成。我看客官您与这尊观音像有缘啊，若诚心想要，给200两银子就成。小哥，你是不是看我是生面孔就故意抬高价格？而且你这观音像也并非紫檀木，紫檀木是红褐色的，200两的话你还是留着自己拿回去供奉得了。向心瑶说完，起身就要离开。哎，客官别着急走啊，我们这一行又不是不能还价，您说个您心里能接受的价格。10两银子，多1文钱我都不想要。小摊贩抽了抽嘴角，10两银子他虽然还能赚一点，但谁都不会嫌钱多。客官，您再加点，10两银子真不能卖，我得亏死，这样20两银子您拿走。
20两银子太高了，你把那套银针一起给我还差不多。不行啊，客官，您这砍价砍的也太狠了，您至少得让我赚点不是？一家老小还得吃饭呢。还是算了吧，20两我还给高了呢。说完，向新瑶拉着莫锦南就走，丝毫没有停顿。得嘞，20两银子，针也给您。哎呀，我真是嘴贱，买亏了。算了，也不差这点银子，你给我包起来吧。离开小摊贩后，莫锦南竖起了大拇指。瑶儿，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砍价还能这么砍。砍价不这么砍还怎么砍？要是我最少也会给100两，对半砍。你钱多呗，这种地方对方喊100两，你直接给1两都不过分，对方可是抱着能宰一个是一个的态度呢。这回你倒是真捡到便宜了，那个观音可是沉香木雕刻的，至于那套银针我就看不出它的不平凡之处了。观音我知道是沉香木的，至于银针我也没看出来，只是感觉应该是好东西，就干脆买了，拿回去研究研究。两人边走边聊，眼睛还是不停地往摊位上看。走了没多大一会儿，莫锦南突然一把抓住向新瑶。瑶儿，有好东西。哪儿呢？向新瑶话音刚落，顺着莫锦南的目光，他也看到了一块黑色石头。卧槽，还真是好东西啊！还是你会买东西，你来砍价，我付银子。没问题，看我的。向新瑶走到摊位面前，蹲下身子，拿起黑色石头旁边的紫砂壶看了看。这紫砂壶怎么卖的？哟，姑娘好眼光，这紫砂壶可是有些年头了，听说是出自大户人家，这个要30两银子。老板，你是看我是生面孔，漫天要价呢？就这紫砂壶做工如此粗糙，你还敢要30两？你这老板不厚道啊！姑娘，你要是喜欢，可要还价的嘛？30两我真没要高价。算了，这紫砂壶做工太粗糙，真不咋地。咦，这石头还挺特别哈，居然是黑色的，又不是煤炭。老板，这是什么石头？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石头，就是看着比较特别，就顺手带来了。这玩意应该不值钱，您要是喜欢，您把紫砂壶买了，这块石头我送给您如何？向新瑶假装考虑一会儿，有些嫌弃地问：那这紫砂壶您最低要多少银子？20两不能再低了，我还连石头一起送给您，我多少得赚点，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行吧，20两就20两，这紫砂壶送给大伯喝茶也不错。那我给姑娘抱起来。商贩笑的嘴角都咧到耳根子，心里暗暗嘲笑眼前这两个小年轻真是人傻钱多，太好忽悠了。向新瑶和莫锦南心里都快笑抽了，别人认不出那块比拳头还大一点的黑色石头，他们两个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那可是墨玉呀，比翡翠、墨翠还值钱，相当稀有的墨玉。瑶儿，这个你收起来，等有机会拿去做一对手镯。好，嘿嘿，没想到今天能淘到这样的宝贝，明天还想来一次。明日让你姐姐陪你来，我会派人暗中保护你们的安全。与此同时，皇上听到派去跟踪两人的侍卫禀报，莫锦南居然和向新瑶抱在一起，莫锦南还亲了向新瑶，他气得青筋暴起。向新瑶那样的绝色美人只能是他的，莫锦南凭什么肖想？他除了比我年轻，身份地位哪能跟我比？不行，这样的绝色美人，朕一定要得到。小小年纪就如此不知检点，等向新瑶入宫，朕绝对要让她生不如死。瑶儿，你是不是穿少了着凉了？没有，可能是有人在念叨我。向新瑶回到府中，府里异常热闹。见向新瑶回来，白静笑着将她拉到身边。瑶儿，娘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大舅舅、大舅娘，这是你二舅舅、二舅娘，这是你大伯、大伯母，这是你三叔、三婶。向新瑶礼貌地挨个叫人，大舅舅、二舅舅和三叔三个家庭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准备了见面礼，就连有事没来的表哥、表姐、堂哥、堂弟都让家人带来了礼物，只有大伯一家无动于衷。别说见面礼，就连向新瑶叫他们都表现得极其冷淡。新瑶啊，我们家的条件差，比不上你两个舅舅家，也比不上你三叔家，我们也想给你准备见面礼，但我们怕你瞧不起，就没准备了。大伯母，我虽然在乡下长大，但现在我也不缺什么，你们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见面礼就不必了。哟，还真没想到你在乡下生活了11年，也能如此懂礼数。大伯母还怕你怪罪我们没有像样的礼物给你呢。怎么会呢？大伯母你想太多了，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我可没资格怪罪你。三婶秦氏上前拉着向新瑶的小手，眼眶通红。瑶儿，你终于回来了，这些年你的父母找你找得好苦啊，幸好你回来了，这些年你也吃了不少苦吧？三婶，我不苦，能回到爹娘身边，那点苦不算什么。三叔向天磊家没有女儿，向新瑶小的时候，三叔一家把她当亲女儿一样的疼爱，而大伯家不同，大伯家只有一个儿子，有4个女儿，大伯一家也是典型的重男轻女，他嫉妒向新瑶的父亲和三叔。向新瑶看向大伯，眼里闪过一丝冷意，封存已久的记忆猛然涌上心头。
那是原主3岁时比较模糊的记忆。虽然那个时候的记忆很模糊，但大伯的那张脸他还能依稀拼凑出来。他想起来了，是这个人面兽心的大伯对他下手的，是他把我交给人牙子的。但现在当着父母、舅舅、舅娘和三叔三婶他们，向心瑶也不打算放过大伯。大伯，11年前你为何要将我从我娘身边抱走，交给人牙子？众人一听，全场皆惊。他怎么可能还记得？你可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把你抱走了？别以为当初才3岁多的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是很多细节我是不记得了，但我还记得你这张脸。你简直血口喷人，是吗？既然你认为我是血口喷人，那你慌什么？我没慌，不是我做的，我为何要慌？然而在场的人没一个是傻子，谁都看得出来他的不对劲。难怪瑶儿走失后你一个劲的想把你的小女儿过继给我，原来你想要的是瑶儿自小定下的婚约。自从向心瑶失踪后，向天傲3天2头往向天阳家跑，每次都带着他的小女儿，只因向天傲的小女儿只比向心瑶大了1岁半，每次来都是阴阳怪气的，没有一丝好脸色。大哥，瑶儿也是你的亲侄女，你怎么能下得去手啊？向天傲见瞒不过去了，冷哼一声道：哼，就因为是亲侄女，我才没有弄嘎她，只是让人牙子把她带走。早知道她还有找回来的一天，当初就应该将她活活掐嘎。都怪我当初一时心软，否则与贤王有婚约的就是我家晴晴。多年的算盘竟然全盘落空，他心里不甘。今日上门，他就是想看看在乡下被搓磨了11年的向心瑶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贤王的身边。可今日一见，他都要被气死了。向天傲，你就是个畜生！瑶儿她怎么得罪你了？你居然要如此狠毒的害她，害得我们一家失散11年。他是没得罪我，但他和贤王有婚约就是不该。我有什么错？天阳身在朝堂，却不愿意帮我。我也想要飞黄腾达，我也想要光宗耀祖，一飞冲天。可我有机会吗？只要晴晴能与贤王成亲，这泼天的富贵就是我向天傲的。啪的一声脆响，向天阳上前重重地扇了向天傲一个响亮的耳光。瑶儿与贤王的婚约是当初先皇和赫连太妃定下的，你以为你把瑶儿弄走，这桩婚约就能落到你的女儿身上吗？哪怕我当初收养了心雨，也从未想过让她代替瑶儿。你真以为你把晴晴过继给我就能得到这桩婚事？你把赫连太妃和贤王当什么？欺君之罪你担当得起吗？欺君之罪，哼，贤皇都已经驾崩多年了，此事只要向家人不说，谁知道晴晴是我的女儿？都怪你，当初你要是答应过继，说不定贤王早就上门提亲了。是你害了晴晴，是你让她入不了皇家。向天阳笑了，笑得无比凄凉，是愤怒到了极致后的笑。你说是我害了晴晴，那我的瑶儿呢？你如此害她，你可有一丝不忍？她才3岁，你就让她与父母分离，尝尽人间疾苦。你害了我的瑶儿，你还要指望着我把你的女儿当亲闺女，顶替我女儿的身份？你倒是说说我如何害她？害她的人难道不是你自己吗？若当初你答应过继晴晴，晴晴就有机会嫁入皇家，难道不是你害了她吗？你凭什么说是我害的晴晴？晴晴是我的女儿，我怎么可能害她？小时候爹娘没让你上学吗？爹娘没让你去考取功名吗？若你自己争气，还需要用女儿来换取富贵吗？你说晴晴是你的女儿，你不可能害她。这些年你宠着儿子，对女儿却严厉苛刻。若不是我暗中照顾4个侄女，她们能平安长大，你真是个好父亲啊。那又如何？女孩子本就是赔钱货，长大了都是别人家的媳妇，我求着你照顾她们了吗？你是向家的骄傲，你要权有权，可你自诩是个为百姓谋福利的清官，你有帮过我们吗？你若是愿意帮我们，我也不至于把你家的贱丫头弄走。啪！向天阳再次狠狠一巴掌甩在向天傲的脸上。我没帮你，你家能有如今的好日子？你问问三弟，我到底有没有暗中帮你？还有，瑶儿是我的女儿，是我捧在手心里的宝贝，我都舍不得骂她一句，你居然敢叫她贱丫头！大哥，自从二哥进入朝堂，他明面上没有给我们多少帮助，但暗地里给我们的帮助真的太多了。以你的才能，你真觉得你是做生意的料吗？要不是二哥暗中帮你，你早就上街乞讨去了。你店铺里的掌柜几乎都是二哥帮你安排的，我真的没想到你居然对瑶儿下手。沉默了许久的向心瑶开口了，他连自己的亲女儿都不待见，何况我只是个侄女。大伯，你可有想过，万一你真让你的女儿嫁给了贤王，此事一旦被皇家知道，你的女儿会是什么样的下场？皇家是那么好进的吗？嫁给贤王又如何？你觉得贤王能让你家飞黄腾达，先要一飞冲天？你干嘛不把你的女儿直接送进宫呢？向天傲瞪大双眼，他确实没想到把女儿送进宫这条捷径，也没有能耐将女儿送进宫去。而且商户之女哪有资格进宫？商户在凌霄国是最没有地位的。娘，大伯家的小女儿为人如何？和你大伯、大伯母一样自私自利，极度心强，心眼还特别坏，总想着嫁进权贵之家。大伯，你真的愿意让女儿进入皇宫？
我为何不愿意？晴晴只要进入皇宫，她一定会是最受宠的妃子，说不定以后还会是。行了，我可以帮你把你女儿送进宫，希望你别后悔。我不后悔，绝不后悔。那就让你女儿明日来找我。还有，你女儿进宫后，你和我们家就再也没关系了，以后有什么事也别来找我爹娘。行，只要你能让我女儿进宫，以后你们就当没我这个亲人。给我快滚！嘿，有什么了不起的？等晴晴入了宫，成了皇上的妃子，她向天阳算什么东西？以后请我来，我都不来。不就是个太傅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等晴晴成了皇上的妃子，他照样得给晴晴行礼。等晴晴以后在后宫站稳脚跟，轻轻松松就能让咱儿子入朝为官。他向天阳想和咱们家攀关系，咱们还不乐意呢？两人的儿子被两口子宠成了草包，整天只会白日做梦。对我来说，人生3大快乐：赚钱、数钱和远离极品。以后远离你大伯一家，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瑶儿，这些年苦了你了。三叔，都已经过去了，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好，回来好啊。瑶儿，明日去家里吃个便饭，顺便认识一下你的堂哥堂弟。好的，爹，三叔一家和舅舅他们，您打算让他们继续留在汴京吗？其实你三叔他们是为父叫来的，就是想跟他们说咱们一起离开汴京的事情。若我们离开，你三叔和2个舅舅他们也会受到牵连。只是为父没想到，当初你走失是你大伯的手笔，既然他不仁，那就别怪咱们不义。爹，女儿那是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的人，既然大伯一家那么想和皇家扯上关系，那女儿就得成全他。你做得很好。晚饭时，向天阳跟向天磊和新瑶的2个舅舅说了准备离开汴京的事情。爹娘已经过世，汴京其实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只是处理家产还需要一段时间，一时半会也走不了啊。大舅舅，我希望你们越快越好，最好是能在半月内就出发。若到时候和我们一起走，会更加危险，你们不能和我们一起冒险。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危险就应该一家人一起面对。大舅舅，你会武功吗？不会，但你表哥会。大舅舅，我们一路上都有可能遇到杀手，你们若跟着我们，不知道要分心保护你们还是与杀手厮杀。你们若先走，基本不会遇到太大的危险，我们很有可能会流放离开。流放？那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大哥，不能用其他的方法离开吗？三弟，现在皇上盯上的是瑶儿，你觉得我们能用什么方法离开？辞官，皇上能允吗？若皇上知道我们会想方设法阻止瑶儿入宫，我和卓儿可能就会成为皇上的棋子，成为瑶儿的软肋。瑶儿和贤王有婚约，成亲之后，你觉得皇上能轻易放过他们2个吗？这几年你们应该都清楚，皇上最忌惮的就是贤王，虽然他手里的兵权不多，但他自己的势力才是皇上最忌惮的。3人听得频频点头，他们都知道皇上是什么样的人。既然如此，我们就尽快变卖家产，晚个月内启程赶往云城，在云城等你们。大舅舅，你们直接去云城的福临县，县城有个福马楼，福马楼的东家韩东升是我义兄，您可以让他安排你们在县城住下，到时候我们会去与你们会合，在云城恐怕也不安全。好，那我们就去云城的福临县等你们。孩子，苦了你了，回来也过不上安稳的生活。可能是我没有千金大小姐的命吧，无所谓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对，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对了，你们变卖家产的时候一定要秘密进行，千万别走漏了风声。三弟，此事万万不能让大哥一家发现端倪，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知道，二哥放心，这事我绝不会让大哥一家知道的。大舅舅、二舅舅、三叔，你们若是有什么东西带不走的，就交给我，我想办法给你们带过去。汴京的房子暂时先别着急处理，说不定以后还有回来的可能。万一你们处理房产被有仙人捅到皇上那里，大家都有可能走不了。3人连连点头，送走2个舅舅和三叔他们，向新瑶叫上向新宇，一起往王府走去。姐姐，你想不想找到你的亲生父母？我不想找，是他们故意丢下我的。原来向天阳夫妻收养向新宇的时候，他已经7岁了。他记得自己是如何被父母抛弃的，就是因为我生辰八字和刚出生弟弟的生辰八字相冲了。有个道士就跟我父母说，必须送走一个，另一个才能活下来。为了儿子，我的父母选择将我遗弃。我独自流浪了3天，很少能乞讨到食物的我饿得晕倒在路边。我再次醒来时，就已经出现在爹娘马车上了。向天阳夫妻没有找到向新瑶，便把他带回了府中。了解到他是被自己的父母遗弃后，便决定收养他，并给他取了新的名字，所以他是懂感恩的。妹妹，我是被父母遗弃的，我不想找什么亲生父母，爹娘就是我的亲生父母。如果你介意我占了大小姐的名头，我可以还给你，只求你别赶我走，让我留在你的身边照顾你。姐姐，你说什么傻话呢？我怎么可能介意？你可别多想，只要你愿意，这辈子你都是我的姐姐。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我巴不得有你这么漂亮又能干的妹妹。别说当你的姐姐，就是让我给你当丫鬟，我也愿意。这可是你说的，不许反悔。绝不反悔。说话间，姐妹俩来到了贤王府门口。瑶儿，你怎么过来了？是有什么变故吗？我来是有事找你帮忙，向天傲家的小女儿想进宫，你看能不能帮忙？得知自己和父母分开是向天傲的手笔，向新瑶连大伯都不愿意称呼了，直呼其名。瑶儿，向天傲可是你的亲大伯，你确定要这么做？从今天开始，我没有大伯了。当初就是他把我抱走，让人牙子把我卖到云城乡下去的。他的目的是想把他的小女儿过继给我爹，然后履行和你的婚约。莫锦南一听，眼神瞬间布满杀意。既然如此，那本王必须得成全他。有把握吗？放心，交给我。你明日在家等我，下了朝我便去太傅府找你。好，那我和姐姐就先回去了。我送你们回去吧。路上，莫锦南了解了向新瑶走失的全过程。既然向天傲那么喜欢攀附权贵，那本王怎能让他失望？敢对瑶儿下手，向天傲就得付出代价。莫锦南将姐妹俩送回太傅府，便不再逗留，转身离开。他的事情太多，想要离开汴京，他得做好万全的准备。翌日醒来，天已经大亮了。用过早餐后，姐妹俩也不着急出门，直接在院子里等着项雨晴。等了许久，莫锦南都来到了太傅府，可项雨晴还迟迟没有出现。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而且第一次进宫见皇上，我猜他现在在好好打扮自己。直到接近午饭时间，项雨晴才姗姗来迟。果不其然，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走吧，本王带你入宫。王爷，您看民女今日的打扮，皇上能看上民女吗？本王不知。王爷，那您看民女和新瑶堂妹谁更漂亮？你连瑶儿的脚趾甲都比不上。王爷，您怎么不说话呀？想把袜子脱下来塞她嘴里。来到皇宫宫门口，莫锦南并未直接带项雨晴进宫去见皇上，而是带着她就在宫门口转悠。项雨晴是个急性子，见莫锦南并未带她去见皇上，心里不免着急起来。王爷，您不是要带民女去见皇上吗？怎么在此转悠起来了？你还知道你只是民女啊？皇上是那么容易见到的吗？少说废话，好好欣赏一下宫门口的景色。项雨晴开始怀疑人生了。这宫门口有什么好欣赏的？树木都尚未发芽，到处都还是光秃秃的。莫锦南无语了，这女人简直一点脑子都没长。转悠了约莫一盏茶的时间，皇上来了。七弟，你怎么在这儿？他是……见过皇兄，她是瑶儿的堂姐，平时不敢靠近皇宫，今日特意拜托臣弟带她来欣赏一下巍峨的皇宫大门。民女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起来吧。看着莫锦南身边漂亮的项雨晴，皇上眼里闪过一丝贪婪。既然是新瑶那丫头的堂姐，朕就为她破例一次。在宫门口也没什么好看的，不如就让她进宫去好好欣赏一番。皇兄，今日恐怕不太方便，臣弟还有事情要做，没时间陪她入宫，不如改日臣弟再带她入宫如何？项雨晴懵了，这贤王不就是带我来见皇上的吗？现在见到皇上，为何要说改日？无妨，今日朕的奏折不多，正好可以忙中偷闲一下，就让他陪朕去御花园散散心吧。莫锦南脸上的表情很难看，但那都是装出来的。七弟在担心什么？难不成还怕朕吃了他不成？皇兄说的哪里话？臣弟只是担心一个人回去向大人会怪罪臣弟，毕竟这姑娘是向大人的侄女。就这点小事，你直接跟太傅说实话就行。朕只是让这姑娘陪朕去御花园散散心，她什么时候想出宫，朕会派人送她回去。是，臣弟告退。你叫什么名字？民女叫项雨晴。雨晴，好名字。看来你的父母对你期望很高啊。能不高吗？都希望她能成为皇后呢。但项雨晴就算再怎么没脑子，也不敢说真话。爹娘只是希望民女能一辈子平安喜乐。走吧，陪朕去逛逛御花园。民女荣幸之至。莫锦南看着皇上和项雨晴离开了，莫锦南笑了，这样他和项家人这几天可以放宽心的做离开前的准备了。怎么样，成了吗？放心吧，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是皇上把他亲自接进宫的。哦，你是如何做到的？昨晚我去找了青天监，让青天监帮忙。青天监今日早朝后就跟皇上说宫门口会有艳遇，皇上自然就来了。真有你的，我还以为你会直接把他送进宫呢。那不能，我直接送进宫，皇上会以为我往他身边塞线人，他不但不会留下，可能还直接把人给嘎了。我还希望他能多拴住那个人几天，咱们好处理一些事情。我也希望他能有点本事。对了，你找的替身是何情况？他叫洪翠兰，身患重病，没多少日子了。他愿意做替身，但我得照顾他的家人。什么病？大夫说是肠结，药石无医。明日带我去看看他吧，若他还有救，就别让他当替身，毕竟进了皇宫当替身，绝对不可能善终。好，明日我带你去，他家在城外。
莫锦南没说的是，他其实是那个愿意当替身的人的救命恩人，他救过那一家人的命。翌日，两人来到洪翠兰的家时，洪翠兰正好发病，腹痛的厉害，脸色惨白，满头大汗。意念一动，一粒缓释胶囊出现在他的手里，把药咽下去。片刻后，洪翠兰就感觉腹痛有所缓解，向新瑶询问了洪翠兰一些症状后，确定她得的确实是肠癌，而且是晚期。瑶儿，怎么样？她的病还能治好吗？我来得太晚了，若是早期发现，我还能治。王爷，民妇的身体民妇清楚，您不用再费心费力的找大夫了。王爷，民妇没多少日子了，您尽快安排救出太妃娘娘，发病太痛苦了，民妇怕坚持不住啊。婶子，若进了宫，皇上发现了你的真实身份的话，你可能会尸骨无存，这样你还愿意去当这个替身吗？若不是王爷当年拼死相救，我们母子恐怕早已命丧黄泉了。只要能帮到王爷，尸骨无存又如何？只是苦了我的2个孩子，小小年纪就没了爹，以后连我这个娘也没办法陪在他们身边了。你的孩子我们会带在身边，婶子，今日来，本王就是来接你和你的2个孩子去王府的。这段时间我会尽量帮你减轻痛苦。多谢姑娘，我别无所求，只要能撑到你们救出太妃娘娘，安全离开汴京，我就死而无憾了。向新瑶的眼眶红了，上天真的不公，如此心地善良又深明大义的人，居然要承受那么多的痛苦，真的应了那句话，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你的孩子呢？他们去城里给民妇抓药去了，这会儿应该快回来了。洪翠兰话音刚落，她的2个孩子就回来了。南哥哥，去收拾东西，跟本王一起去王府。兄妹俩一脸懵，不明白为何突然就要去王府。孩子，去收拾吧，以后你们就跟着王爷生活。 2个孩子都知道母亲要去给赫连太妃当替身，现在去王府，也就意味着他们以后再也见不到娘了。兄妹俩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你们别哭，现在就接你们去王府，是因为你们的娘发病太痛苦了。去王府的话，我能帮她减轻痛苦。没错，你们还可以和你们的娘相处一段时间，把贵重的东西收拾一下即可，其他的就不要了。 一行人上了马车，直接去了王府。路上，向新瑶叫莫锦南点了洪翠兰母子的昏睡穴。向新瑶叽里呱啦念了几句他自己都听不懂的咒语，然后意念一动，将母子3人送进空间。王府附近都有皇上安排的眼线，所以不能让他们看到洪翠兰他们。回到王府，向新瑶意念一动，将母子3人从空间里弄出来，放在床上。莫锦南解了母子3人的昏睡穴，母子3人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这段时间你们尽量不要出去，本王会派人照顾你们的饮食起居，尤其是婶子，千万不能让王府以外的人看到你。王爷放心，民妇知道。婶子，这个瓶子里的药是止痛药，一次吃1粒，若后期吃1粒不管用就吃2粒，一天只能吃1次，而且这个药和熬的中药要分开服用，间隔1个时辰的时间。多谢姑娘。向新瑶看向唐小莲，上上下下的仔细打量了一遍。妹妹，你今年多大了？姐姐，我13岁了。 以后你愿意跟着我吗？唐小莲愣住了。我不想离开哥哥。我没有让你离开你哥哥，以后你们还是会在一起生活的。只是你是女孩子，以后你跟着我会更方便一些。婶子，她叫向新瑶，是本王的未婚妻。小莲跟着她比跟着本王强。小莲能跟着未来的王妃是她的福分。我愿意跟着向姐姐。小莲，不许这样没规矩，要叫主子或者是小姐。婶子，没关系的。 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以后都是一家人，称呼什么都行。那不行，尊卑有别，该如何称呼就如何称呼，不能乱了规矩。主子，这段时间那你就留在王府照顾你娘，等离开汴京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是，多谢主子。向新与向新瑶姐妹俩刚到东大街，还没开始逛，就在这时便被一个女人拦住了去路，正是下人口中提过的汴京第一美人戚如渊。你就是向新瑶？我是向新瑶，你哪位？ 真是日了狗了！走在回家的路上，莫名其妙的被人针对。哼，长得也不怎么样吗？南哥哥怎么会喜欢你这种跟豆芽菜一样的女人？识相点，赶紧离开南哥哥，自己去找皇上解除婚约。哎呦，我这暴脾气，哪儿来的疯狗？半路上就跳出来咬人。戚如渊一听向新瑶说他是疯狗，气得心腔剧烈起伏。哎，乡亲们，你们谁家的疯狗跑出来乱咬人了？快拿狗绳来拴回去！向新瑶的大喊声引来无数围观群众。 向新瑶，你别太过分！向新你炸了，欺负他可以，欺负妹妹绝对不能忍。戚如渊，到底是谁过分？我们姐妹俩走得好好的，你像个疯狗一样跳出来拦路，怎么？这条道是你家的呀？让我妹妹识相点离开你南哥哥，南哥哥也是你能叫的，还让我妹妹自己找皇上解除婚约。我妹妹的婚约是先皇和太妃娘娘定下的，不服你去找先皇啊！你真以为汴京贵公子圈给你安个汴京第一美人的名头，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就你这样的教养，配得上汴京第一美人的称号吗？好歹你爹也是丞相，这么没教养，就不怕给戚丞相脸上抹黑吗？戚如渊傻眼了，他是真没想到，向家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假千金，嘴皮子居然如此厉害。戚如渊早就对莫锦南心生情愫，但是莫锦南连看都不曾多看他一眼，他怎能甘心？向新宇，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只是向家养的一条狗，有什么资格在本小姐面前大呼小叫？现在向家真正的大小姐回来了，你怎么还有脸待在向家？你以为你还是向家的大小姐啊？你才是狗，你全家都是狗，好狗还不挡道呢，你就是一只赖皮狗，脸皮比城墙拐角还要厚的赖皮狗。我姐姐的确不是向家的亲生女儿，那又如何？向家人就愿意养着她，她还是向家的大小姐。怎么，你羡慕啊？我姐姐待不待在向家跟你有毛线关系？她吃你家大米饭了，你管那么宽，你咋不上天呢？啊呸，什么玩意？向心宇双眼放光，妹妹好威武，好霸气。戚如渊则一张脸跟吃了翔一样难看。还有，我长什么样跟你有关系吗？就算我像豆芽菜一样，我也没吃你家一粒大米饭啊！你喜欢你南哥哥，你倒是勇敢去追啊！来我面前瞎逼逼，显得你很能耐嘛，还让我自己去找皇上解除婚约。你真当你是我的老妈子？我什么都得听你的啊呸！明明是个臭虫，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就是臭虫，赖皮狗，真不要脸！围观群众这回彻底听明白了，对着戚如渊开始指指点点。哟，这就是传说中的汴京第一美人啊！我看也不怎么样嘛，还没有向家小姐长得好看。汴京第一美人就在骄阳，是谁眼瞎了说她是汴京第一美人的？就是还让人家向小姐自己去找皇上解除婚约。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这种没脸没皮的女人。我也是开眼了，人家向小姐的婚约可是先皇定下的，她还真当皇家定下的事情是儿戏呢。围观群众议论的话，如一把把刀子一次次的扎在戚如渊的心上。你们好大的胆子！本小姐可是相府千金，敢议论本小姐，你们都活腻了吗？向心瑶笑了，笑得眼泪都流出来。哎呦，我的个乖乖亲娘耶！你当街做的事情长眼睛的都看到了，你能做还不让别人议论？什么奇葩歪理？向心瑶，你有什么好得意的？你只不过是刚从乡下回来的野蛮村姑，南哥哥是不会娶你这种一无是处的粗鄙野蛮村姑的。他不娶我，难道娶你这千年绿茶小白花呀？你说我一无是处、粗鄙野蛮，也不见得你有多能耐、多温柔善良呀。妹妹，我听说这位汴京第一美人可是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呢，人家能耐可大了。戚如渊一听，立马骄傲的如同孔雀一样高高昂起了头颅。哦，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哎呦，小女子还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失敬。戚如渊傲慢的冷哼一声。哦，对了，我这里有一副上联，就是不知道这七大才女能不能背上来。就你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上联？你倒是说说看啊！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七大才女，请对下联。戚如渊憋得满脸通红，却一个字也对不上来。怎么，这个太难了吗？那我还有很多上联。七大才女，你可听好了：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上黄昏，下黄昏，黄昏时候度黄昏。我，戚如渊我的半天，一个屁也蹦不出来。切，还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呢，对联一幅都对不上呢，就这也敢称才女？连向小姐出的对联都对不上，还敢嫌向小姐一无是处、粗鄙野蛮，到底谁才是一无是处啊？戚如渊的无知行为，导致他爹花大价钱为他营造出来人设彻底崩塌，崩得稀碎。戚如渊哭了，哭得很伤心，哭得无比委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加倍还之。你喜欢莫锦南，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去争取，别来我面前刷存在感。倘若你能正大光明的把他抢走，不用你来我面前瞎逼逼，我也会主动与他解除婚约。向心瑶说完，拉着向心宇回了太傅府。等向心瑶一走，戚如渊又恢复了以往的傲慢和跋扈。滚开，都给本小姐滚开！有什么好看的？向心瑶，你给本小姐等着，莫锦南只能是本小姐的男人。转眼，向心瑶回汴京已经半个月了。这天一大早，向心瑶的两个舅舅和三叔一起来到太傅府。我们已经把家产处理完了，但有些东西带着赶路实在是不方便。你之前说带不走的东西交给你，你打算如何处理？大舅舅，实不相瞒，我跟着一个神秘老头学了魔法，可以用魔术将你们带不走的东西变走。两个舅舅和三叔石化了，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跟变戏法差不多。好了，你们尽管放心，把带不走的东西都交给我，我保证给你们全都带去云城那边。你还会变戏法？可那些东西都挺沉的，你确定没问题吗？没问题，咱们现在就去把你们的东西变走后，你们尽快启程，最好是天不亮就秘密出发。两个舅舅和三叔点头，来到大舅舅白木家卧室。
2个大箱子正摆放在床边，而大箱子的旁边还有不少上等布匹，那些布匹由于价格高，处理时别人给不上价，白木便自己带了回来。幺儿，大舅舅的东西有点多，你确定能全部变走？大舅舅，你放心吧，我确定能全给您带走，你们退后一点。向心瑶开始叽里咕噜念连他自己都听不懂的咒语，意念一动，卧房里的东西全都凭空消失。4人都是张大嘴巴瞪大双眼，直接石化了。幺儿，东西呢？都变哪儿去了？那些可都是大舅舅的家底啊，千万别弄丢了，不然以后等你出嫁，大舅舅可没钱给你添妆。向心瑶抽了抽嘴角，意念在动，重新将收进空间里的东西取出来。大舅舅，这回你应该放心了吧？这些东西放我身上，您尽管放心，只要我不死，谁都抢不走。放心了，这回放心了。幺儿，你快把东西变走，再去你二舅舅家。向心瑶再次意念在动，将东西全都收进空间。幺儿，你是有大本事的人啊！幺儿这个本事能藏贵重物品，关键时候或许也能保命，谁都不许把幺儿这个本事传扬出去。二舅舅和三叔都满脸严肃的点头答应，大家都是要离开汴京，跟向心瑶一家去云城生活的，都知道轻重。大舅舅，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启程？明日一早启程，越快越好。大舅舅，明日一早我们就不来送你们了，你们就装扮成出去做生意就行。幺儿，不用送，免得被有心人发现端倪打草惊蛇。不过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大舅舅尽管放心，我们不会有事的。那我们就在云城的福林县等你们。你们明日一早也别扎堆，过走过的，等离开了汴京再会合。把二舅舅、三叔家东西也都收进空间，向心瑶这才回到太傅府。向心雨一脸凝重地走了过来。妹妹，你快去一趟贤王府，王爷派人来让你赶快过去一趟。向心瑶一听，转身就往王府跑去。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进屋说吧。向心瑶一看去的是书房，向心瑶稍微松了一口气，不是洪翠兰发病就好，她怕的就是洪翠兰坚持不住。一进书房，莫锦南就打开暗室通道的门，关闭机关后便带着向心瑶进入暗室。原本被向心瑶搬空了暗室里又多了4只大箱子，箱子里都是金银珠宝。瑶儿，你把这些全都收起来，这些箱子抬进王府的时候，不小心被那个人的眼线看到了。没事，我把金银珠宝全都收起来，箱子给你留下，往箱子里装点别的东西。装什么东西？装土豆。土豆在凌霄国可是稀罕物，普通老百姓很难接触到，只有那些达官贵人才能享用。但在向心瑶的空间超市里，这玩意要多少有多少，而且个大。土豆可是很金贵的，哪怕是我也不能时常吃到，要不换成红薯吧。算了，就土豆吧，红薯太普通，不值得你用大箱子抬进王府。说的也是，可这个季节你上哪弄那么几箱土豆去？用魔法变出来即可。说完，向心瑶念一堆自己都听不懂的咒语，意念一动，瞬间将金银珠宝收进空间。停顿片刻，他又念动咒语，箱子里就装满了大土豆。莫锦南瞬间震惊，眼睛瞪得老大。这真是土豆？当然是土豆了，要不然你明天拿一个出去尝尝。土豆有这么大的吗？这土豆成精了？嘿嘿，这些土豆差不多都快成精了，所以才会长这么大。你明日拿几个出去尝尝。我有点舍不得拿出去了，这么大的土豆太稀罕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土豆呢。要不你把这些土豆送进宫去，就说是你好不容易弄来的，全部进献给那个人。不舍得。有啥不舍得的？这玩意我要多少能变出多少，以后我能拿这玩意给你当饭吃，送进宫还能打消那个人的疑虑呢。你说的不无道理，可这么大的土豆真的太稀罕了，全都给他我真有点舍不得。那要不我再送你2箱？算了，留着回云城的路上再吃。我明日便把土豆送进宫去，说不定那个人一高兴，还能再放松警惕几天。对了，红婶子还好吧？还好，这2天都没怎么发病，精神好了很多。我去看看他。去吧，我得把这4只箱子搬出去。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向心瑶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把家里他们的东西也都收进了空间，他们的家产也已经全都处理完了。2月27这日，向心瑶见到了莫锦南口中的易容高手，也是个20出头的漂亮女人。瑶儿，她就是易容高手，姓苏，单名一个燕字。向心瑶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苏燕看起来有些高冷，第一次见到向心瑶，也只是点了点头，表示打了招呼。今日是向心瑶和莫锦南进宫去贺连太妃的日子，所以莫锦南把苏燕叫来给洪翠兰易容。向小姐，你能先出去吗？好家伙，居然不让她偷师学艺，小气，看看都不行，出去就出去。门外唐铁柱和唐小莲眼眶通红，眼里噙着泪，他们知道今日就是他们与母亲分离的日子。主子，小莲，你还是叫我姐姐吧，别叫主子了，以后都是一家人。别哭，勇敢点，笑着面对，否则你娘也放心不下你们兄妹俩。唐小莲赶紧抬手擦眼泪，可是刚擦完，眼里的泪水又流了出来。
姐姐，我舍不得离开我娘，她一个人去宫里，万一发病了怎么办？别怕，我会给你娘多准备一些止痛药。我知道娘时日不多了，可我就是担心她，万一她在宫里发病被人发现怎么办？她发病疼起来的时候，会疼得满地打滚，很容易被人发现端倪的。我知道，我都知道，我会给她留足够多的止痛药，这也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了。姐姐，好了，把眼泪擦干，别让她看到你哭得那么伤心。要知道，你们的娘之所以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你们的爹代走得早，是他一手把你们拉扯大，可你尚未及笄，他不放心你们，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救太妃娘娘，换你们兄妹能跟在王爷身边。小莲，坚强一些，你娘不愿意看到你这样。姐姐，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娘这段时间都不可能睡上一个好觉。不必客气，好了，去洗把脸，好好跟你娘道个别。向心瑶虽然没跟唐铁柱说什么，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唐铁柱听进耳朵里，记在心上。你怎么站外面？为何不进去？你以为我不想进去啊？里面那个冷美人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把我撵出来了。我就说这样有本事的人都是又冷又傲的，你还说把他们送给我，我看我是无福消受了。别担心，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的本事，等知道了，他们会自己求着要跟着你的。还有，他们要是尝到了你做的菜，就更加想跟着你了。别着急，慢慢来，他们会心甘情愿跟着你的。顺其自然吧，不强求。约莫在门外等了半个时辰的时间，洪翠兰的房门打开了。王爷已经易容好了，您进来看一下吧。莫锦南和向心瑶一起走进洪翠兰的房间，唐铁柱兄妹跟在后面，见到洪翠兰的一瞬间，都有种眼前之人就是赫连太妃的感觉。你们兄妹去和你们的娘好好告个别吧，抓紧时间。唐铁柱和唐小莲上前，扑通一声跪在洪翠兰的面前。好孩子，起来，快起来。娘，就让孩儿和妹妹给娘磕个头吧，这一别就是永别呀。唐铁柱和唐小莲磕了3个响头后，洪翠兰才开口。好孩子，起来，都起来。以后娘不在你们的身边，一定要听王爷和未来王妃的话，不能给他们惹麻烦。好孩子，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好王爷和未来王妃，也要照顾好自己。从现在起，我便不再是你们的娘，记住，以后若有人问起，你们只能说你们是无父无母的孤儿，明白吗？洪翠兰之所以这么说，就是担心万一她被识破了身份，连累到2个孩子身上，假扮赫连太妃欺骗皇上，那可是株连9族的大罪。娘，孩儿记住了。起来，孩子，娘本就时日无多了，都不许哭。娘这么做无怨无悔。娘都不许哭。当初若不是王爷拼死相救，我们娘仨哪还有命在？人活一世，要知恩图报。好孩子，以后跟在王爷身边，要时刻谨记王爷的救命大恩。娘不能陪在你们身边了，以后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以后的路只能靠你们自己走下去。娘本就活不了几天了，这条命若能换太妃娘娘平安离开汴京，娘死而无憾。还有，一定要记住，以后不许回汴京寻找娘的尸身，更不许立衣冠冢，记住了吗？记住了。好了，时候不早了，去请王爷进来吧。婶子，你准备好了吗？王爷，民妇准备好了，民妇要如何做？莫锦南看向向心瑶，你让婶子睡一觉吧。莫锦南点头，出手点了洪翠兰的昏睡穴，见洪翠兰昏睡过去，他的2个孩子心都揪了起来。向心瑶嘴唇微动，假装念咒语，随后意念一动，洪翠兰凭空消失。苏燕再也绷不住高冷的模样，震惊地瞪大双眼。人呢，就这么凭空消失了？王爷，这是怎么回事？瑶儿会魔法，她只是用魔术把婶子隐藏起来了，等进了宫，她再用魔术把婶子变出来，然后将本王的母妃隐藏起来带出宫。时候不早了，咱们进宫吧。莫锦南和向心瑶进入皇宫，2人直接去了赫连太妃的寝宫。臣女见过太妃娘娘。不必多礼，瑶儿，快上前让哀家好好看看。不愧是哀家未来的儿媳妇，越长越漂亮了。太妃娘娘过奖了。太妃娘娘，臣女今日便救您出去。孩子，有把握吗？有把握，等会儿您就说法了。想去睡一会儿，您配合臣女就行，一切交给臣女。好。娘娘，您是如何保养的？看起来好年轻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阿南的姐姐呢。你这孩子，小嘴咋那么甜呢？以后啊，男儿要是让你受委屈了，就告诉哀家，哀家替你出气。多谢太妃娘娘。男儿，瑶儿是个好姑娘，你可不能负了她，否则哀家饶不了你。母妃，儿臣知道，瑶儿那么优秀，弄丢了可就再也找不回来了。3人聊了好一会儿之后，向心瑶对着赫连太妃眨了眨眼睛。聊了这么久，哀家也乏了，你们回去吧，哀家去躺一会儿。太妃娘娘最近是否睡眠不太好？夜里经常失眠多梦。你怎么知道？
臣女略懂医理，看娘娘的脸色就知道娘娘睡眠不佳。娘娘，臣女给您按摩一下头部，能缓解疲劳，让您睡个安稳觉。那太好了。向心瑶让赫连太妃躺在床上，意念一动，手里出现一粒药。向心瑶为给赫连太妃服下，伸出小手开始给她按摩头部。没过多久，赫连太妃就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意念一动，将赫连太妃送入空间。意念再动，将昏迷的红翠兰放在赫连太妃的床上。仅仅几秒，向心瑶便将赫连太妃和红翠兰调换。拉好被子，向心瑶在被窝里留下一些止痛药。太妃娘娘睡着了，阿南，咱们回去吧。回到太傅府，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尽快离开汴京。你放心，流放的圣旨很快就能下来。你大哥今日一早就动手了，我也已经让人将罪证全都送到那个人手中了。你就不怕那个人反其道而行，直接把我们都砍了？放心吧，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只是贪污受贿，私议朝政，而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不至于被砍头。流放圣旨大概什么时候能下来？大概明日一早。嘿嘿，那今晚咱们去一趟国库。没问题，今晚子时末，我再来太傅府找你。行，你母妃在离开汴京之前，我不能让她出现在人前。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她的。向心瑶叫上父亲，然后直接回了自己的房间。他将赫连太妃从空间里放出来，看到赫连太妃凭空出现在女儿的床上，向天阳惊得差点跳了起来。瑶儿，你爹，你小点声。瑶儿，你真的做到了，你真的把太妃娘娘救出来了。爹，女儿做到了。好样的，瑶儿，太好了。爹，太妃娘娘在我们家的事，连下人都不能知道。您去把我娘和我姐姐叫来，太妃娘娘只能我们娘仨亲自照顾。你说的对，为父这就去把你娘和你姐姐叫来，还有你二哥，你二哥守着，为父才更放心。别叫我二哥，爹，我会请一个神秘小老头暗中保护太妃娘娘，那老头的武功可比我二哥高多了。原来你早有打算，那行，为父这就去把你娘和你姐姐叫来。娘娘，太妃娘娘，醒醒！赫连太妃满脸困倦地睁开眼睛，见自己身处陌生的环境之中，瞬间睡意消失了大半。瑶儿，嘘，娘娘，小点声。瑶儿，哀家这是在哪儿呢？娘娘，你现在在臣女家，您从皇宫出来了。真的，哀家真的出来了。当然是真的，不过从现在开始，您不能自称哀家，我也不能叫您娘娘了。太好了，终于出来了，谢天谢地。瑶儿，谢谢你。至于称呼，只要能从那个牢笼里出来，称呼什么都无所谓。那以后我怎么称呼您呢？哀家，不，我叫赫连姨，在娘家时有个小名叫巧儿，你就叫我巧姨如何？巧姨，在咱们离开汴京之前，您都不能出这个房间，也不能让太傅府的下人看见您。您有任何需要，就吩咐我和我娘，还有我姐姐。你放心，我们估计很快就能离开汴京了。哪儿呢？她在哪儿？她在王府，是我把您带回来的。今天刚把您从皇宫里救出来，我不敢把您送回王府。您在太傅府，有任何情况，我都能把您藏起来，任何人都找不到您。太好了，谢谢你，瑶儿，我终于离开那个牢笼了。就在这时，门口传来敲门声。瑶儿，爹爹可以进来吗？爹娘，姐姐，快进来！向天阳带着白净和向心雨上前，准备跪下行礼。向大人不可，向大人，以后我只是瑶儿的巧姨，是男儿的娘，不可再下跪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比我虚长几岁，我便唤你一声天阳哥，唤夫人一声嫂子。好，那我就托大，唤你一声巧儿妹妹。等离开汴京，称呼再改。嫂子，咱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呀。自从先帝驾崩，就再也没见到你了。这些年，你为了找回瑶儿，吃了不少苦吧？当年都怪我大意，才让贼人有机可乘，把瑶儿抱走。幸好老天开眼，让王爷发现了瑶儿。都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会分开了。爹，你们先陪着巧姨，我先出去一下。一大早，他给赫连太妃准备了一些清淡有营养的早餐。等赫连太妃用过早膳后，向心瑶便给她下了点强效迷药，将她送进空间。向心瑶将太傅府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收进空间，做好的万全的准备之后，向心瑶随后便与白净、向心雨等在正厅。皇宫中，莫锦南冷着一张脸站在向天阳父子身旁。向天阳，朕如此信任你们父子二人，没想到你父子二人居然联合贤王贪污受贿，议论朝政。你父子二人真的让朕太失望了。朕对你们不好吗？给你们的赏赐不够多吗？朕到底要如何做，你父子二人才能满意？皇上，微臣冤枉了。微臣自打进入朝堂，清正廉明半辈子，对皇上更是忠心耿耿，何时贪污过一个铜板？议论朝政更是无稽之谈。微臣父子的为人，皇上您难道不清楚吗？证据确凿，难道你要朕用对一个人、一件事的信任来断案不成？向爱卿，
这么些年，你在朝堂的确让朕挑不出任何错处。朕对你父子二人向来宽容，可你怎能让朕心寒啊？哎，算了，朕念在你父子二人是初犯，贪污受贿数额也不大，议论朝政也尚未酿成大错。这一次，朕就不追究了。不过，你们家必须让向新瑶今日入宫，好好学学规矩礼仪。还有，朕做主，让七弟和令爱解除婚约，以后令爱就留在宫里吧。皇兄，你过分了，本王的婚约是父皇与母妃为本王定下的，你凭什么说解除便解除？因为朕是现在的皇上，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罪臣之女怎配嫁给堂堂贤王为正妃？皇兄，向家女儿配不配嫁给本王为正妃，不是你说了算，是本王说了算。本王说她配得上，她就配得上。你放肆！自古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朕是你的皇兄，长兄如父，朕还管不得你了。皇兄说的没错，自古婚姻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本王也是遵从父皇的命令，履行与向家向新瑶的婚约。皇兄却不顾本王的意愿，要强行为本王与向新瑶解除婚约，是何道理？难道父皇在世时定下的婚约，皇兄都不放在眼里吗？朕没有不放在眼里，若向家父子无过错，朕自然对你们的婚事乐见其成。可如今那向家的女儿乃是罪臣之女，她怎能嫁入皇家？那皇兄坚持让向新瑶入宫，今后留在皇宫是何目的？罪臣之女可入宫为妃？朕可没说让向家女儿入宫为妃。那皇兄的意思是让向新瑶入宫当宫女？皇兄，堂堂太傅千金，你让她入宫当宫女不合适吧？朕也没说让向新瑶入宫当宫女啊。那皇兄是何意？既不入宫为妃，也不是入宫当宫女，难道皇兄只是让向家千金入宫当个更衣？更衣乃是五品级的起始位分，答应都是正九品。这个贤王今日真的是咄咄相逼啊！向天阳和向彦卓已经黑了脸，向家人就是死也不会答应让瑶儿进宫的。皇上看了向天阳一眼，朕只是让向家女儿进宫学习规矩礼仪，让她和向雨晴做个伴，有何不妥？莫锦南似笑非笑地看着皇上，开口时声音却冷得刺骨。皇兄，向雨晴是如何进宫的？你不会忘记了吧？商贾之女能入后宫。商贾之女不可入宫，这是凌霄国开国皇帝定下的规矩。可如今皇上不仅将商贾之女纳入后宫，还想以贪污受贿和议论朝政的罪名，逼迫向天阳把女儿送进宫。朕让向新瑶入宫，只是为他的父亲和哥哥赎罪。皇上，既然您认定微臣与犬子有罪，那也该是微臣与犬子去赎罪。微臣的女儿去赎哪门子的罪？祸不及家人啊！皇上，这么说，你是要自行承担你的罪状？微臣无罪。既然皇上要定微臣的罪，那微臣也只能承担。但要微臣卖女求荣，恕微臣做不到。微臣就这么一个妹妹，还把她弄丢了11年，好不容易才把她找回来，微臣也做不到卖妹求荣。七弟，难道你就不考虑你母妃的处境了吗？莫锦南一怔，眼里闪过隐忍的怒火。虽说洪翠兰身患绝症，活不了几天了，但莫锦南也不忍让她更加痛苦。也正是莫锦南的这个表情，让皇上以为他还能用赫连太妃拿捏莫锦南。殊不知，他很快就会知道，他的算盘即将全部落空，他的舒心日子也到头了。皇兄，你别太过分了，你别忘了，本王的母妃是父皇的妃子，也是你的长辈。那又如何？父皇都过世那么久了，你的母妃没有为父皇陪葬，已经是朕仁慈了。那向新瑶是你的未婚妻，不错，但朕一旦下旨解除婚约，难道你还敢抗旨不成？朕看得上向家女儿是向家的荣幸。哼，你们别不识抬举，要知道贪污受贿、议论朝政可是要被流放的。莫锦南和向天阳父子等的就是皇上这句话。微臣宁愿去流放，也不愿意让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女儿为微臣父子赎罪。向天阳，你别以为朕不会让你去流放，要知道去流放可就不仅仅是你和你的儿子去了，还有你的夫人，你其他的孩子，更有你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找回来的女儿。皇上，微臣的女儿从小在乡下贫苦之地长大，不懂什么规矩礼仪，也没什么才能，也惯了的孩子，您让她进宫，这不是要她的命吗？那你就忍心让她跟你承受抄家流放之苦？微臣当然不忍心，但那也没办法，微臣宁愿让她吃苦，也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她死。进宫怎么会死？只要她进宫了，朕自然会护着她。皇上，您平时是可以护着她，但若是您要她的命呢？好端端的，朕为何要她的命？皇上，微臣的女儿微臣清楚，她不受规矩礼仪束缚，万一顶撞到太后娘娘、皇后娘娘和您呢？皇上一怔，他很清楚，若向新瑶真顶撞了太后或是皇后，他还真护不住。朕乃一国之君，连个女人都护不住，还有何颜面坐在这个位置上？皇兄，死在幕后和皇后手里的女人还少吗？怎么不见皇兄你护住他们？他们那是罪有应得。他们不是罪有应得，只是皇兄你对他们腻了。
不再喜欢了。皇兄，你就别再为自己的朝三暮四找借口了。皇上的脸彻底黑了，眼神更加狠厉地看向天阳，威胁意味十足。向天阳，你真愿意带着你的女儿去流放，也不愿意让你的女儿入宫，你继续做你的太傅。皇上，微臣已经亏欠了小女11年，不能再勉强她了。微臣宁愿带着她去流放，也不愿意违背她的意愿。好，得很，那你们就全都给朕去流放，包括贤王，都给朕滚得远远的。皇上在赌向天阳舍不得让女儿去流放受苦，也在赌莫锦南放不下他的母妃。莫锦南当然不能让皇上看出端倪。皇兄，你真不顾念兄弟之情，要做得如此绝情。朕给过你机会了。好，很好，你别为今日的决定后悔。其实莫锦南也是在试探皇上，同时也在给他机会。朕绝不会后悔，该后悔的人是你们，放着大好的富贵日子不过，非要选择去流放吃苦，那朕就成全你们。来人，卑职在，把他们各自押回王府和太傅府，让户部尚书带人去抄了他们的家，全家流放南疆边境。卑职遵命。莫锦南一听，心里乐开了花。南疆边境距离云城不算太远，约莫是7、8日的路程。皇上看着莫锦南3人离开的背影，眼神越来越冷，甚至眼里满是杀意。莫锦南，连个女人你都不愿意让给朕，那朕只能让你有去无回了。还有你的母妃，朕会让你知道她死得有多惨。二哥、三哥，抄家的来了！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要是他们等会儿抄家什么值钱的都找不到，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活活气死。气死活该！这一天终于等来了，终于可以离开汴京了。户部尚书张大人昂首挺胸，一步步走向太傅府，抄太傅府的家，那是他盼了很久的事情了。向天阳，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你放心，本官绝对会公正廉明，绝不会给你留一个铜板的。向天阳把头扭到一边，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张大人。这位大人，你不用客气，一个铜板都不用留，我们家穷的叮当响，啥值钱玩意都没，你尽管拿去便是。我这银簪子也主动上交。白净和向新宇也主动将头上的银簪拔下来，递给张大人。张大人懵逼了，向家人这是什么操作？抄别人家时，别人都恨不得多留点值钱的物件，向家人还主动上交头上的银簪。张大人见谅，我向家这些为了找回小女，花费了大把银钱，早已把家里值钱的物件都当了，只有这3只银簪还能值几个钱？张大人一脸不信，堂堂太傅府，他就不信只剩3只银簪。可当士兵把向家家里的物品一件件拿出来时，张大人傻眼了，除了一些做工粗糙的花瓶摆件，就是3箱子红薯，其他啥值钱的东西都没找到。向天阳，你也是在朝为官的人，知道私藏钱财是最佳意的，你最好全都给本官拿出来。张大人，我向家能私藏什么钱财？能藏在何处？皇上可是刚才下令抄家的，你一直跟在我身边，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向家私藏钱财了？向家父子2人在朝为官，还有一个是从商的，穷的叮当响，他还真不信，但事实摆在眼前，由不得他不信。大人，没找到任何值钱的物品，可能是藏在地下暗室或是暗阁中了。张大人一脸不怀好意的看向向天阳，随便翻，随便找，掘地3尺也是你们的事。向天阳，你最好配合本官，说出暗室的入口所在，否则别怪本官为难你们向家。卓儿，你们3个带张大人去暗室。来到暗室，士兵们全都傻眼了，什么都没有，比他们的脸还干净。随后士兵把情况禀告张大人，张大人直接暴跳如雷。向天阳，你的家产呢？什么家产？我为官清廉，朝廷给的那点俸禄还不够养活一家子的，只能变卖朝廷赏赐的房产田契维持生计，哪有闲钱置办家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张大人满脸的不敢置信，但什么都找不到，他也只能认命。贤王府这边，抄家的人也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找到，只找到一些不值钱的红薯，气得负责前来抄家的官员骂娘。抄家结束后，皇宫中的那位悠闲地喝着香茗，连奏折都看不进去了，只想要第一时间知道从王府和太傅府抄来多少家产。情况如何？是不是有无数金银珠宝、房产田契？启禀皇上，抄家来的东西全在外面了，请您过目。可当他看到士兵们带回来的无数红薯和一堆不值钱的破烂玩意时，差点没气得原地升天。怎么可能？堂堂贤王府和太傅府抄家就抄来这么点破烂，你们确定没有私藏？皇上明鉴，微臣绝无藏私。人呢？贤王和向太傅人呢？他们已经被官兵押送出城了。你说什么？出城了？谁让官兵押送他们出城的？皇上，是您吩咐让贤王和向家人尽快押送出城的。是朕吩咐的，朕何时吩咐过？是的，皇上，是您早上吩咐的呀。当时贤王和向家父子都在场。放肆！张大人膝盖一弯，
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莫济南已被贬为庶民，凌霄国哪来的降王？皇上恕罪，是微臣口误，请皇上降罪。他们身上的搜查了吗？确定没有带任何值钱的物品上路？回皇上，全都搜查了，微臣确定他们身上都没带任何值钱的物件。下去吧。微臣告退。